新历1773年，一束流光从天而降。此时还没有人想到，这束流光将会成为第2次战争的起点，而这流光被后世称为辉煌陨落。 意识越来越模糊，原来死是这种感觉吗？然后在我意识即将消散的时候，无数漆黑的长枪从金石中喷涌而出，那漆黑的枪像黑曜石一样，好耀眼。很久以后。 据居住在奥斯洛地区的居民说，那天在冰原的峡谷中突然出现的冲天光亮，其光耀在白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直到现在，我才幡然醒悟，一切的相遇都是有原因的。应该就是这里了。协助调查这种事情，瞎子不能轻易接手。一个人到这种冷得要死的地方，感觉被人耍了。就是这家伙吗？不过话说回来，昨天晚上这块水晶从天而降，我还以为是什么天灾降临，当时好大声，感觉整个房子都要塌了。你说这家伙会不会是天上借来的？ 不好说，不过我老头子活这么久，还没听说过这么稀罕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村民在这里啊？难道是来看热闹的？那人在干什么？喂，负责调查的人还没到呢。我就是来调。让我出去。 刚刚是什么？快跑啊！有怪物啊！黑神种甲三型炎，这种东西怎么会在寒冷的地区出现？又来了，这种奇怪的心率加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家快跑！这些怪物是……就在抬头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被凝固了。那是一场单纯的杀戮。 村民们被数十只怪物吞噬，场景无比惨烈。由于事发突然，在场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反应，全部成为了怪物的食粮。原来是做梦啊！ 真可怕！你醒了？啊！你是谁？这正是我要问你的，请您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刚才感受到的心跳声，就是这个女孩吗？被整个刺穿了。肉体修复并进行人格扫描，开始。精神固定，修复损毁人格，再注生命框架，确认生命迹象复苏，修复成功。我想起来了，是你救了我。等等，你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了吧？你可是精灵啊！ 为什么会跑到人间界？应该住在天上界，知不知道？我都忘记了，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来自哪里。你还是说点别的吧，这套台词10几年前就没人用了。那我应该说些什么？比如，我是怎么回到自己家的？哦，我救了你，村民们给我指了路，把我和你一起送了回来。 你就这么照样过世的回来了？这下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精灵了吗？听着，
把你帽子戴好了，绝对不能让人看到你那倒霉的耳朵，知道吗？依林，醒了吗？我进来啦。怎么办？别人看见我和精灵在一起就不得了了。柜子，不行，鞋柜根本不可能。椅子下面，我是脑残吗？所有地方都没法藏下一个人，回京之计只有这样了。我猜你差不多该醒了，给你带了点吃的过来，没事吧？萨雷大神，你这是？没什么，就是觉得冷，多盖几床被子。没想到这种能冻死人的地方会出现那种怪物。北边的卡利安村大半个村子都毁了，东西我先放这儿，你好好休息吧。谢谢萨雷大神。人走了，你出来吧。好啦，继续刚才的话题，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东西可以验证身份的那种？应该有吧，我找找。这儿有个徽章。哇，天上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出什么事了？这是徽章的启动程式。为什么？希尔弗大人是谁？你为什么要背叛伟大的至高神？你到底想做什么？难道是有什么隐情吗？是他。隐情倒是谈不上，至于背叛2个字，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自然会明白。既然如此，希尔弗大人，恕我无礼。第3特殊战队队长拉法尔，现在奉至高神之神谕，讨伐叛徒希尔弗，如有反抗，亦可就地正法。能让我拔剑的精灵，纵观天上界也没有几个。从这点上来说，倒是值得称赞呢，拉法尔。为什么不像杀了那几个把守门的精灵一样杀了我？至高神的神谕是绝对的，只要留我的命在，今后你再也不会有安宁生活可以享受了。希尔弗老师，从今以后，你我2人就是仇敌，我一定会遵从至高神的命令，抓住你。刚刚看到的那些是徽章中的信息。这个徽章是以向持有精灵发送脑内投影来达到传送信息的目的。可是，为什么这徽章对你也会产生反应？你是白痴吗？明明是你的东西，却反问我。好吧，这件事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要说另一件。如你所见，我的任务就是寻找并捉拿叛徒希尔弗。按照你们人类的信条，是不是受人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这样没错。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助我完成使命，就当是报答救命之恩。在人类的世界里，我行动多有不便，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你协助。好吧，总不能放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跑了吧？那么，在报恩开始之前，请问你的名字是？我叫依林。先说好，报恩是肯定会报恩的，但是我不敢保证不拖你后腿啊，只能尽力而为。没关系，你能帮忙我就很高兴了。我叫拉法尔，希望合作愉快。你不是要找那个什么希尔弗吗？现在闻来闻去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要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希尔弗的叛徒希尔弗所经之处会留下零星风元素气息，但是气息太微弱，很难实体化，所以要依靠嗅觉判断。啊，吓死了！原来不是瞎走啊，还以为咱们得抛硬币呢。硬币是什么？硬币就是……你们精灵买东西不付钱吗？买东西？从别人那里拿吗？我们都是用自己的东西来交换。这么原始，难怪你们的行为让人这么难以理解。难以理解？连出门的时候偷看人家换衣服，
现在又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实在抱歉，在精灵人眼里，人类并没有男女之分。除了耳朵，精灵和人类长得不是很像吗？精灵里没有女性吗？精灵不穿内衣吗？你们精灵真变态！不要把圣洁的女性精灵和你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类相提并论，好不好？傲慢自大的家伙，怪不得被神域传为敌人。那边有东西过来了。一神种加3仙圆盘，明明没有食物，这些家伙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出现？不管怎样，该做的还是要做的。面对送上门的自己，可没有理由白白放过。没想到你还带着这种东西。是啊，采药总会遇到危险，用来防身的。上了，我过去。解决一只，剩回另外一只。那只小的已经解决掉了吗？尴尬了，本想露一手，没想到他这么厉害。虽然没看到他的战斗，但不出意外的话，肯定秒杀吧。他一个人的战斗力就如此强悍，更何况那个要找的叛徒还在他之上。看来这次出门前途堪忧啊。对了，我之前让你帮忙装的东西呢？把我那……好的。你这家伙装东西就不会有正常一点的方法吗？不要全往下扔啊！算了，谁让我答应你一块出来找人呢？你要做什么？这些怪物身上一般都会有不错的出产，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拨到些值钱的东西。这样的话，咱们你那个装铁拳头的箱子为什么不一起放在我这里？很重吧？还要自己背着吗？习惯了。而且这样遇到状况可以迅速应对，也不是很重啦，就是大了点。你很习惯一个人做这些事啊？是啊，我从小就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了。可是你们人类不是都有父亲、母亲之类的亲人吗？你没有？曾经有，但是他们都不在了。是我唐突了，按照你们人类的礼仪，好像不该提这种事情，不好意思。没事了。没想到你一个精灵对人类的事情知道的还不少嘛。没什么，只是想聊聊而已。别说这些了，来看看这儿。没想到能从那家伙身上剥到这么完整的蛻，看来一段时间内都不愁吃喝了。蛻是什么？就是刚刚那个大怪物甲壳和肉之间的一层薄膜，因为生长方式不一样，分布都很零碎，所以像这么大一张完整的很罕见了。剥了其他生物的身体组织，居然这么开心，你们人类有点残忍啊！少来，你们精灵不吃东西吗？我只要吃些植物，喝点水就可以了。只要有风，我就可以通过风元素补充能量。切，本质还不是一样的，不靠外界补给就活不下去。总之，咱们绕路去一趟坎帕城，把蛻卖掉，顺便打听下消息。打听什么？那个希尔弗只要在人间界行动，总会留下痕迹，说不定恰好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啊。这里是？这儿是奥斯洛地区的中型城镇之一，坎帕城。人好多啊！你们人类居然可以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生存？你有什么疑问吗？并没有什么疑问，只不过有些不适应。坎帕城只是奥斯洛地区的一个中型城镇，到了平原地带还会有更大、更热闹的城市呢。这样啊？看你这反应，难不成你是密集恐惧症患者？密聚症那是什么？就是对密集排列相对较小的物体很敏感，会引发身体各种不适，比如头晕、恶心之类的。那倒没有，我只是感到不可思议。那你们精灵不是这样的居住形式吗？我们都住在接近自然的地方，树上、水边、草丛，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领地，大家都有各自的隐秘空间。这种方式不就是野生动物划分地盘吗？人类的言辞可以这么粗俗吗？这本质都是一样的。就算你让开，都给我让开！那个人斗篷脚上的纹饰，难道是？没想到你小子跑得挺快啊，有点脚底抹油的本事。不过，想要在我眼皮子底下逃走，你还得练个10年8年的。都说了让你别跑，一点都不配合。那人还挺厉害的。我们得赶紧把推卖掉，然后离开这里。为什么？这坎帕城很快就会出乱子，而且刚刚那个扔石头的，恐怕他活不过明天了。你说那个男人会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说明白？好奇心太强不是什么好事。认真的态度是精灵的基本素质。好吧，败给你了。等卖的东西出来，咱们边走边说。好。站住！哪来的土包子？佣兵商会的大门也是你们这种人能开的吗？我听说每个城市的佣兵商会都会收购野外打怪的收获，难道坎帕城不是这样吗？你一个连商会会长都没有的小妞，能有什么？灰神退，够资格进去吗？刚刚你抬手是想做什么？你要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很可能会引来一场骚乱，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就算是为了维持暂时的合作关系，拜托你今后安分一点儿。我去买东西，你就在这里等着我。记住，不要再惹事了。至高神说，人类都是卑鄙的、无耻的、肮脏的。若有一天与人类相遇，应立即将其诛杀。人类都是不可信任的。哎呀，这些年已经很少见这么纯净完整的灰神退了。多少钱？我只要现金。啊，真的吗？你不打算领取佣兵卡吗？只要现金的话，可是只给你30%价钱，很吃亏的。不用，现金就好。好的，请您稍等。请收好，这是您的金币。小妹妹，如果你要考取佣兵徽章，请一定要选择我们诺兰佣兵商会哦。我们的收费和抽成最公道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们洛兰和柔服商会、重阳商会相比，也没好到哪去。要是……啊，是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请你把这2个碍事的东西拿开，好不好？你，不是叫你等我出来吗？你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已经走出大门还浑然不知，你脑子在想什么？的确是在想事情了。这些暂且不提，来讲讲你为什么给那个男人下那种定论的事情吧。好吧，在人类社会中，有种人以专门抢夺财物，甚至取人性命为生，这种人被称作强盗。这些人中实力最强大的是一个名为飙风的强盗团，自飙风成立之日起，便四处为恶。军队与佣兵商会多次围剿，却无法将其根除。他们虽然很强大，但是也只是割据一方的低头势力。直到10年前，飙风之中发生内讧，最后一个名为莉莉·米尔曼的女人成为首领。从此，强盗团的分团开始在整个大陆蔓延。之前那个男人抓住的那个家伙，就是飙风的人。用不了多长时间，飙风那些家伙就会找到这坎帕城。情况不容乐观，所以要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原来如此，你是要躲避灾祸，所以要一走了之。不然该怎么办？留下当英雄？你要知道，就算是飙风的分团，至少也会有几百人。凭这城市的人口数量，难道还不能抵抗一个盗贼团？就算不行的话，不是还有那个佣兵商会在？那里难道没有能抵抗强盗的人？没有用，佣兵是拿钱才办事儿，没有钱是不会出手的。我父亲死去的那场收潮里，有一个佣兵团就在村里借宿，可他们眼睁睁看着村子被毁了大半。贪婪、残忍，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吗？至高神所言不虚。喂，你还在看什么？没什么，只是感觉有点可惜。别想太多，我能认出飙风的徽记，
坎帕城里的人也能认出，他们敢招惹，就说明他们有办法对付。至于结果如何，就只能看造化了。这样看来，你要做什么？似乎是你担心的东西要来了。真是有趣，没想到有人胆敢阻拦飙风的去路。飙风，他们竟然是从西面过来。你不是想避开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吗？为什么现在和他们碰面了？他们走的路线，我怎么知道？总之，赶快逃跑了！哈哈哈！逃跑了，逃跑了！你们以为自己的脚程比我们的马还快吗？嘿嘿嘿，难得杀掉，你得给大家集体享用一下。享用是什么意思？是要吃掉吗？别问那么多，现在逃命要紧。你干什么？面对敌人，不逃跑是我的原则。让对面这些家伙自求多福吧。那小子准备做什么？好像是要射箭。嘿嘿嘿嘿，区区一个弓箭手，能把咱们怎么样？黑曜石一样漆黑的墙，你居然能一下子杀死这么多人？有什么不对吗？他们不死就是我们死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只要把他们交给城镇卫兵，没用的。你也说过，这个强盗团无恶不作，如果不杀掉他们，还会有下一批来这个城镇找麻烦，你我性命亦是堪忧。就算把他们交给城镇卫兵，你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飙风来吗？你取走退士不就是这样？有时生存是要通过伤害其他生物才能继续，更何况这些本就是罪大恶极之人。惠斯、哈克、艾德，全灭！他们不是来接应德尔吗？怎么会死在这里？都是中箭，而且一击毙命。听说弑天强盗团找来一个强力外援，剑术超群，能以一敌百。可是最新情报上，那个外援应该在千里之外的尤里亚城附近才对。不管怎么说，要赶快回去报告。这个时候能找到栗鼠收集的果实，真是好运。哎，依琳，你不吃吗？人类也是需要补充食物的吧？我不饿。还是在想那些强盗的事情吗？就算再人渣，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啊！到底都是善恶有报的结果，自作孽不可活，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咱们还算是做好事了呢。既然已经是强盗了，死了就死了嘛。拉法尔说的没错。那些强盗根本不值得可怜，但是你要去哪儿？我去方便一下。我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力量还没有恢复，只是用了下拟色，就要用食物来补充能量。依琳的实力还未可知，他这性格真怕是自身难保啊。希尔弗，你跑到人间界来做什么？为什么会背叛至高神？所以，至高神的话是我们必须遵从的守则。如果有迷惘，就想一想神谕。如果至高神说错了呢？我们也要遵从吗？至高神是绝对不会错的。是啊，至高神是不会错的，这也是你教给我的。方便的是，要是能就此甩开他就好了。固然他说的没错，但是杀人这种事是无法被原谅的。唉，剑灵都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吗？过会再回去吧。方便需要跑这么远吗？去方便还带着箱子，一路上连脚印都不知道隐藏。你们人类要是都这么蠢就好了，为什么要中途离开？你答应我会帮我找到希尔弗的。我很害怕呀，那么轻易就夺走他人性命，对你来说也许很正常，但是我做不到啊。就算对方是恶人，我也没办法下决心杀人，所以你的结论就是远离我，
眼不见为净，总比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在一起，整天提心吊胆的强。哦，原来如此，飙风的那些人是你干掉的。你是？你们这是吵架了？是你。你刚刚说飙风是被我们干掉的，何以见得？难道仅凭我们的对话？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只是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臆断出来的。飙风的所有人都是被一击致命，而且周围并没有激烈战斗的痕迹，说明他们对干掉自己的人并没有戒心，疏于防范才吃了大亏。再加上血路难行，干掉他们的人必走不远，或是要在野外宿营。当然，光凭这些也不能断定一定是你们所为，所以我就稍微用了下诈语。没错，因为一个少年和一个小姐姐，这样的组合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啊。思维清晰，反应迅速，很优秀的人类。他如果成为我和依林的帮手，无疑是如虎添翼。所以，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飙风强盗团吗？是的，不过被你们抢先了一步。按照佣兵联合协会的规定，行业外的人在不知情下搞定既定任务，也可以分到赏金。你们两个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不如随我一起回城里。我对赏金不感兴趣。哦，那么你有其他的目的？人类有句话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人类？什么意思？等等，你要做什么？我要拉这个拿长剑的家伙入伙。什么？你开始并没有说还要……你不是说整天提心吊胆吗？既然这样，再加一个人可能会好些吧。等一下，我不是……不用这么大惊小怪，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不是吗？我说，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内讧吗？而且话里有话，似乎还有我在内。而且拉那个使长剑的人入伙这种话，还当着我的面说出来。没差啊，一会儿就是合作关系了。可是你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和你签契约？这个嘛，那么就来决一胜负吧。你好，我是精灵，风之精灵拉法尔。精灵？这还真是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呢。别动手啊！好好说话不行吗？喂喂，精灵小哥，出手的速度很快嘛。不过很可惜，想要击败我，你还要再锻炼些年才行。果然不出我所料，身手敏捷，反应迅速，很好，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喂喂，我虽然不讨厌用抢的，不过对着男人说这种话，可是让人反胃啊。怎么办？我该怎么治他们两个？我是常见的，可是拉法尔毕竟救过我。可是他是精灵啊！光明神说，精灵都是敌人。哦，真是让人惊讶，精灵的身世竟然如此之犀利，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嘿，还是那句话，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说话不要总这么让人反胃，好不好？不过呢，仅仅是这种程度，还不足以说服你吧？让我看看你能否扛得住接下来的攻击吧，尤拉纳斯的家伙！喂喂，开玩笑吧？之前你没说还有升级战？好快，简直像明星一样，这不是越来越有趣了吗？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栗鼠的囤粮洞，就连我这个老手都没发现。凑巧而已，本来是要计划吃树枝和血团的，所以，依林，你愿意留下来吗？这还用问吗？我们现在当然是一个团队啊。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请讲。你已经知道拉法尔是精灵，为什么还选择和他同行呢？因为我败给他了呗。这个原因太过敷衍了吧？跟随强大的人有什么不对的吗？
可是，光明神说，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之类的东西。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不要因为对方是精灵就扭曲了真实。说了这么多，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啊，抱歉，一时兴起，我叫盖尔拉格纳，是个自由佣兵。自由佣兵是什么？就是没有固定所属商会的闲散佣兵，但是有些人因为能力过人，商会也会将其纳入到名单之内，属于编外人员。没错，说起来，我来到这里不小心听到你们吵架，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工作？难道是跟白天在街上抓飙风的人有关？没错，前几天我在野外救了一个遇劫的商队，商队的主人对我感激不尽，又请求我找回他在坎帕城外被劫走的女儿。所以他的女儿是被飙风劫走的？不，那只是以此为借口骗我接下那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那时我正好要来坎帕城附近找人，因此同意接下他的任务，并且与他在外面直接定了契约。谁知道他的任务是消灭整个飙风强盗团。什么？消灭整个飙风？这怎么可能？所以说，我上当了。刚刚还理直气壮的说相信自己来着。后来在商会看了任务榜，才知道他发布的是5星级任务，没有完成之前，商会不会允许我再接其他任务。怎么突然有种拉这种家伙入伙是判断失误的感觉？算了，反正也不指望他们有什么大作用，只要能带路就行了。这是什么声音？是引擎运作的声音。这个时候，在这种地方会出现引擎的声音，难道是之前飙风那些人的援兵？黑骑士大人，他们的尸体就在前面不远处。这地方我们都熟的不能再熟，先锋小队会在这里被杀。罢了，死了也是他们自己无能，用不着咱们去收尸。四散搜索，不用理会那些死人，把周围所有行人的痕迹收集分析，看看凶手可能去了哪个方向。大人，兰斯不是说是赤天干的吗？怎么还查什么？大人做什么事，轮得到你质疑吗？听命令就行了。行了，赫少，亚恩一向没脑子，你何必跟他打口头官司？是，大人。我总感觉那些人并没有足源。什么？要是那样，就弄死他们。大人，您是否发现了什么不妥？这次的事绝不是弑天的人做的，蓝斯说全是一剑毙命。如果是他们干的，先锋小队不会死得这么舒服。只怕是有人要对付我们，不管是谁，碾碎他们。等一下，我跑不动了。我从刚刚开始就有个问题想问，为什么你们2个要拉着我逃跑？明明是你们2个拉着我跑的。不要说笑了好不好？引擎的声音时隐时现，但是一直没中断过。再不想办法，就要被他们抓住杀掉啊！我倒是无所谓。哦，此话怎讲？他们的水平之前已经领教过了，那种程度的废物，以我的战斗力来说，灭掉他们绰绰有余。别把杀人说得像切菜呀！精灵都这么冷血吗？小姐姐，这既不是冷血，也和精灵身份没有关系。如果我有机会，我也想杀光飙风的人。你大概只从传闻中听过飙风的残暴，而我曾经亲眼见过飙风肆虐的情形。一个近100人的村庄，一夜化成灰烬，鸡犬不留。你以为我为什么明知这次的任务是个陷阱，却还愿意继续下去？就是因为飙风必须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像飙风这样的强盗团死有余辜，只是现在可不是你在小村子里的时候，外面多的是一言不合喊打喊杀的，心软的人往往死得最早。来了。有人胆大包天的碰了我们飙风的人，想必是你们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手段。
不，是小哥胜了。刚才那么嚣张，其实也不过如此。看来还是……这声音是……我有点事情，你们先离开。等下！没想到对手竟然是个懦夫，见势不狠，马上逃跑。干掉那俩人！我的神呐，他们竟然有这么多人！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跑啊！保命要紧！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飘风的人越来越近了。老鼠和树丛里跑，复杂的地形会限制他们的机动力。喂，没事吧？我的胳膊发麻，动不了。这是石浆水。石浆水是飙风最出名的毒药，中毒的人会逐渐变得跟石头一样硬。不管怎么样，也要等到躲过追击之后才能去找解药。这之前，只能看你的造化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喂，小姐姐，你怎么样？石浆水的毒解除了。不用担心，那个女孩的毒我已经解了。是你把那姑娘叫醒，那些人很快会找到这里，赶快跟我走。咱们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还要走多久？快了，前面就到了。你之前不是抓到他了？怎么他会跑掉，又出现在这里救我们？拉法那个家伙说什么不怕，要1人灭强盗团，结果把我们扔在包围圈里自己跑了，害我们像老鼠一样在地下钻。再见到他，一定要给他。到了。刚刚的风里的确感到了希尔弗的气息，怎么又消失了呢？那个方向似乎是坎帕城，希尔弗怎么可能会进入人类城？何况之前在城中，我也没感觉到他的气息，不会是因为受伤，感知能力出了问题吧？救命！衣柜竟然是地道的出口啊！我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就到这里吧，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出了院子，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等等，先把话说清楚。你到底……这里是坎帕城？没错，这里正是坎帕城。我们出去之后走了那么久，现在走了几个地道，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些地道其实是坎帕城用来应付战乱的吧？而且每个城市的地道都只会有几个人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反正我救了你们，我欠的债也还清了。还是那句话，以后即使相见，咱们也只是陌生人。他走了，咱们现在怎么解散？你说什么？我说咱们的队伍现在解散。为什么？和我定契约的是拉法尔，不是你。现在小哥不知去向，所以没有和你同行的理由。原来你和那个精灵一样，没有利用价值就顺手扔掉，而且后会无期。抱歉，小姐姐，有些事不能把外人牵扯在内。还好他没走远，这家伙既然是飙风的人，为什么要救我们？他拐弯了，消失了。哼，又被这小子溜了。很
高明的手法，而且和小哥很像，加上最初机关的秘密通道，看来有些事需要打听一下。原来是使者大人，在下失礼了。里面讲，城主大人正在休息。有了。他居然先我一步来通知密道外泄，看来不用我多事了。仔细想想，其实刚刚不应该那么冲动就走掉的，搞得要是再见面，会很尴尬。怎么办？拉法尔，拉法尔站住！别跑啊！你这胆小鬼！不见了，奇怪，刚才明明看到。拉法尔，不行了，意识越来越……哇，终于吃饱了。我娜威布莱德一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说吧，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不要客气。喂，你这样死盯着，难道是因为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刚刚都没发现，原来我的恩人是个小帅哥呀！帅哥哥，帅哥哥，让我做你的腿部挂件吧。人美温柔，听话能打哦，带上我你绝对不会吃亏的，怎么样？你真的想报答我？我只有一个问题，盾上的洞是怎么回事？我的对手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一个剑术大师。这块盾虽然不是什么稀有金属打造的，不过强度也相当高，但是在那个人的剑面前，就像纸一样被射穿了。要不是我身手敏捷，险些连我也被射穿了，好不甘心。从手法看，的确是精灵的剑法。奇怪，为什么这些剑孔上感应不到希尔弗的气息呢？难道是我的判断有误？喂，你在想什么呢？难道对我的盾很感兴趣吗？你刚刚打斗的地方在哪里？坎帕城吗？坎帕城？不，我是从诺言卡拉山口过来的。那是哪里？诺言卡拉山像一条龙，蜿蜒曲折地坐落在这片大地上。我们那时从龙尾过来，山口就是龙头，出了山口对面就是坎帕城。可惜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人，卑鄙地在山口伏击我们。话说，帅哥，你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啊？看来还是得回坎帕城看看才行。我从刚才就想问，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我不说了吗？我要报答你的救命大恩呢。不需要，你离我远点就可以了。听着，小帅哥，你救了我，那你就是我的人了。什么？不，我是说我就是你的人了。再说，你忍心扔下我吗？忍心？总之我跟定你了。小帅哥，你要干什么？难道是我眼花了吗？后背上出现了风翅膀，这下就可以甩掉它。喂，上面呢？这气息，难道？小帅哥别着急，有我。从来没有人这样爱抚我的脸。果然，这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她不是应该和那个使大剑的在一起吗？喂，看上面！走吧，过去看看。好厉害！他们是什么人？把那个女人从半空中扔下来，他们有什么目的？那个纹饰是冰封。帅哥，这些家伙不是人呐，他们都是钱呐！冰封的人可是通缉榜的常驻组织的，可惜都被你射死了，不然赏金还能翻好几倍。你误会了，
他们没死，只是昏过去了。听说你们人类很不喜欢一击毙命，所以我只射伤了他们。什么叫你们人类？说的好像你不是似的。没错，我的确不是人啊。我认为我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这声音是……没想到你看起来性格挺严肃的，还会说冷笑话。耳朵？难道你真的是？原来精灵真的存在啊！我一直以为是在骗人的。没错，你打算怎么办？消灭我吗？不行，我可以。你的意思是你在昏厥状态下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就是听到了。你怎么会被装在袋子里？还有，那个使大剑的在哪？走了，我和他分道扬镳了。你们男人都是混蛋。你们的对话在我听起来信息量好大呀！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大姐姐是谁？你好，我叫娜娜威布莱德，叫我娜娜就好了。因为刚刚小帅哥救了我，所以我要报答他。至于小帅哥的精灵身份呢，我就假装不知道好了。这样啊，我叫依琳，请多指教。放心啦，小依，有大姐姐我在，你和小帅哥的安全就算是有保障喽。这么有信心？当然，大姐姐我当初可是圣骑士学院里的精英学生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女圣骑士呢。嘿嘿，羡慕吧？你们两个可以安静一下了吧？说正事，我现在要到坎帕城去，那里应该会有我要找的人的线索。啊，还要回去？没错，按照现在情况来看，你应该已经成为飙风的目标之一了。不管你想不想回去，那里都会成为某种契机。啊！赏金要逃跑！被我看中的猎物，没有一个能逃脱的。你刚刚那一下要是没击中他，该多好！有人！那样的话，你们两个今天也就不用死了。很帅吗？最近总能碰到帅哥。算了，看在帅哥的份上，留你们个全尸好了。没想到死人妖还有两下子呢。彼此，男人婆也很厉害嘛。看来想要干掉那个帅哥，先要干掉你这个男人婆才行。不用回头，继续进攻。多谢，小帅哥最好了，有你在，就能拿下这个死人妖了。啊，他们俩倒是配合得很开心。怎么看来，我好像是多余的一样？小依，停止你的攻击，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女人！你看清楚啊！这女人现在可是人质，我只要手动一动，她就没命了。拉凡尔，难道你真的要？小帅哥，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试试运气，没想到被我赌赢了。啊？什么意思啊？我认为攻击背翅膀的刚刚那个人不会放手不管，必然会以救人优先。这么说的话，小依刚才不是很危险？放心，我自有分寸。好险，那个人竟然能在被牵制住的前提下，瞬间移动到剑的攻击轨迹前。啊！小依在那边。小依，她怎么样啊？没事，只是昏过去了。还好，到手的赏金飞了，下次再见到她，用她。不然，你这女人，莫名其妙的冲过来想要干什么？难道是飙风的人？
大个子，看你长得挺英俊的，没想到对女性一点都不温柔，求你把我摔的。大姐，讲点道理好不好？见面二话没说，就拿剑往人身上招呼，我要不是反应及时，就被你戳死。再说，我也只是泄了你的攻击，就这么点擦伤还不知足？哼！卡帕，从刚才就坐在这里吃来吃去的，不打算说点什么吗？说什么？你还吃什么吃？你说跑就跑，我们差点被那些死盗贼杀掉，你知不知道？你连这么一点道义都不讲，还是人吗？话说，你最后一句说的有歧义，我本来就不是人类。别拦着我！我要弄死这个该死的精灵！小姐姐，冷静，冷静！小哥，你做的的确过分了。要是没有我，小姐姐现在早就死在那些山贼手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也没比他强多少，你们俩没一个好东西。其实，我是去拿新铸的剑了。少废话！莫名其妙被那些该死的山贼盯上，成了他们的目标不说，现在连家都不能回了。你就算找不到那个什么希尔福，还能回天上。你委托不成，还有商会管你。你们都有可以回去的地方，那我呢？我该怎么办？难道我将来的人生就要在躲避追杀中度过，最后死于非命，或是客死他乡吗？算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没用了。也许我的人生注定就是这么的不幸。小姨，不要这么沮丧嘛，姐姐让你精神一下。没看出来啊，小姨你年纪不大，却相当有料哎。怎么样，冷静多了吧？来，放松心情听我说，不是回不了家吗？没关系，咱们两个以后就吃定它了。啊，吃烧烤吗？还是水煮？哎呀，不是那个意思。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抱定他这条大腿，拖累他拖到死。更何况他害得你有家难回，就得负责任，不是吗？真的可以吗？哎呀，都已经这个时候了，管这么多干嘛？还有你姐姐我呢，放宽心吧，漫长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娜娜姐，她神神叨叨的做什么呢？也许在感觉未来吧。要走了吗？咱们要去哪儿？坎帕城。怎么又去坎帕城？我总觉得一去那里就没好事。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什么来到这儿？不是来找人的吗？线索就在坎帕城。你怎么知道？你又没用之前那个神秘兮兮的掌人法术，也没在城里打听过。如果你要报恩的话，跟上就行了。反正你也无处可去了，不是吗？有点不对劲，今天的卫兵数量明显比平时的多。也许是在防备飙风。平常只是走个过场，今天这是怎么了？飙风每次行动都很秘密，一般受害地区在事发后才会有反应。可是他们这次对坎帕城的行动已经被咱们搅了好几次呀。这个嘛，不管怎么样，坎帕城是一定要进的。话虽如此，不过硬闯可不行，我们需要一些手段。城主大人何必这么紧张呢？我又不是第一次来。黑骑士，你怎么能光天化日进城来呢？这与咱们当初的约定不符吧？约定？你要是事事如约而行，我的手下也不会损失惨重吧？直说吧，最近坎帕城的佣兵工会是不是来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佣兵工会？坎帕城的佣兵工会一向是边缘地带，哪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老大，一定是这老家伙要对我们不利。这话说的没有道理。如果想害你们，我就不会在与飙风对抗20年后，又选择与你们合作了。没错，城主可是个聪明人，知道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
我进城可不是听这些废话的。咱们说正事吧，卡纳德城主，我希望你接下来配合我们。父亲，我们真的要帮他们？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步，只能将错就错下去。不过，我们翻身的机会在后边。喂，大姐，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手段？没错。没错什么没错？我这种装扮，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来，好不好？放心，我自有办法，你别紧张就是了。下，你们几个立定检查。这位帅哥，我们是城主的客人，给个面子，检查就免了吧，好不好？客人，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这种命令，而且，这位女士，你看起来有些奇怪啊。喂，被怀疑了，你不是说有办法吗？这么完美的化妆都会被识破吗？那么扎眼的装扮，只有白痴才看不出来。别说那些了，现在该怎么办？有机可乘。非礼呀！你们这些卫兵简直就是流氓，借检查为由非礼我，人家还是大姑娘，被你们这么一搞，要嫁不出去了。我不管了，我要到城主那里去告状了。小一、小帅哥，跟着大个子往城里跑。喂，不要这么激动了，等等我们！我说他们就这么进城了？傻站着看什么看？这明摆着就是要蒙混过关，这里面一定有古怪，还不赶快追！来人，跟我一起追那几个女人，等到城主那里，吃不了兜着走。他们已经跑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了，赶快追！找不到啊！那几个家伙就跟消失在空气里了一样。少废话，找不到人，咱们都得完蛋。还不赶快继续找！没想到你这大个子居然还有泼妇的潜质。少来！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开始说不是直接进城，但我感觉这比直接进城还傻。我倒是无所谓，反正我们是进来了。那些卫兵现在只会搜寻4个女人，咱们换了衣服，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小哥，你是不是有兄弟，或者说族人在坎帕城？你知道什么？还是遇到什么人了？前2天有人在这里暗中狙杀我，幸好我及时察觉，勉强接住了那个人的剑，而且那个杀手的感觉跟你很像。要知道我的事，为什么不来问我呢？希尔弗，明知自己不是对手，还要追过来，我应该称赞你勇气可嘉，还是嘲笑你自不量力呢？叛徒，今天就要让你接受审罚！顺口就擒吧！真让我感到意外，你居然比上次交手时更弱。这么轻易就被看穿了，果然面对这种等级的对手，耍花招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全部力量集中一点，以一击决定胜负。终于要全力应战了吗？不过可惜，始终是以卵击石。真是遗憾，以你的能力是无法击败我这个叛徒的。既然如此，不如……说大话的同时，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身后？竟然直接用手就挡住了我的剑！明明没有那么强的实力，还要螳臂挡车。人类都是笨蛋吗？我现在的目标只有拉法尔一个，优先解决掉他就好了。大个子，你在干什么？还不赶快来帮忙！大姐，你嗓门还真是够大，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哦，你看起来不是寻常之人。前2天承蒙阁下弓箭招待，择日不如撞日，阁下的剑面一并复还吧。算了，稍微给你们点颜色，让你们知难而退也就是。没想到人类居然能接下我的攻击，这是今天第2击，不过到此为止了。
同一天中意外不会出现第3次。喂，这家伙要做什么？估计是要放什么必杀技，难道就没有什么对策吗？全连了我曾经的得意弟子。圣光，是光明神，光明神不会看着他的信徒被精灵残杀。光明神，希尔夫消失了，莫名其妙的出现，然后莫名其妙的消失，他到底要做什么？谁知道？他上次偷袭我也是这样。喂，拉法尔，你没事了吗？刚刚依琳说什么来着？对了，圣光，那种感觉好熟悉。就好像我曾经沐浴了3次的至高神的神赐之恩一样。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并不是相似可以形容，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拉法尔，醒醒啊，拉法尔！还好，回过神来了，万幸你没事儿。我没事，倒是你们，如果继续跟着我的话，有可能会死哦。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你忘了我们之间的契约还没有履行完毕了吗？我骑士学院娜娜姐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再说和死亡擦肩而过，早就是家常便饭了耶。现在除了跟着你，我还能去哪儿？身后跟着整个飙风呢？这样啊，那么我会尽力让你们活到最后的。他笑了，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哎。先别说这些，找地方把衣服换了才是正事。身为一个佣兵骑士，你的空间袋里不是应该多装点药品或者食物吗？装一堆衣服是个什么鬼？男人不懂少说话。拉法尔的衣服看起来和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精灵的衣服就是羽化后的皮肤，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身体状况没有改变。原来是这样。等等，皮肤。小哥，你原来一直都是裸体的吗？呀，小帅哥好大胆啊！不要说这么污的话题了，还是快去找个落脚的地方吧。有时候真的搞不懂人类的思维。接下来我们该到哪里去落脚呢？盖尔来坎帕有一段日子了，对这里应该很熟悉吧？实话实说，现在想在坎帕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很困难。哎，咱们虽然进到城内，但是也等于身处险地。这和找落脚点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一直怀疑，坎帕城有人跟飙风勾结。啊，这么说，咱们只要找到落脚点，就等于暴露行踪了。不错。可是，坎帕虽然地处偏远，可怎么也算是边缘这里的中心，怎么会？那又怎么样？有的人也许可以坚持底线，但有的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要。说到底，还是利益决定一切。没错，今天那城门的守卫分明就是冲着咱们来的。可守卫只有城主府可以指挥，难道说是城主有问题？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不仅有村子被飙风洗劫，每次都是坎帕出手救人，可是一次都没有救成功过吧？无论怎么说，我不会相信的，除非让我看到证据。会让你看到的。等等，我们当务之急不是要先去找个落脚点吗？这我明白，不过目前的情况的确……对了，有个地方，就算是城主让人全城搜索，也不见得会搜那里。真有这种地方？相信我，咱们走吧。小姐姐对那里可能还有点印象。啊，我吗？那个是……
搜索全城也不会搜到的地方，原来是这里。没错，在坎帕大概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可是小贼当初跟你说2清呢，咱们这样找来，真的好吗？放心，我自有分寸。是你们？谁让你们来这儿的？是你，你成功了。啊，逃跑了？啊，这是怎么了？跑是跑出来了，但是现在该怎么办？看样子，他们几个是赖在那里了。我要不要？德尔，你没死？是，德尔，你没死？是你，兰斯，你怎么在这儿？切，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怎么搞的？你们小队的人全死了不说，还莫名其妙给飙风惹来个难缠的对手。难缠的对手？我怎么会招惹？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黑骑士大人一定想听听你的辩解。看来只好那么办了。好简陋啊，这里能住人吗？唉，屋子这么小，晚上可怎么挤啊？有地方歇脚就可以了吧，不要要求那么多。说的也对，这里比别处更安全一点，毕竟这里有……嘘，有秘密哦，快告诉我是什么事？咱们可是一个团队哦，你们2个怎么能有个人的小秘密呢？先不要闹了，我有点事要问你，这是什么？树叶。这片树叶是刚刚从天而降阻止了希尔福的东西。说起来，当时确实看到空中有个什么东西在发光，原来就是这个。那么，你们之前提到的圣光到底是什么？圣光就是光明神的神赐之恩啊！神赐之恩，在光明神的子民陷入重重危难之时，光明神总会适时到来，并赐予他的子民以生机。可是，既然光明神说精灵是邪恶的存在，为什么今天的圣光会救你呢？没错，这正是最不和谐的地方。我甚至没有感觉到是什么人扔出了这片救命的树叶。难道真的是什么光明神？不对，这世上唯一的神就是至高神，我不能被邪魔歪道迷惑。有什么好奇怪的？咱们听到的光明神的旨意都是光明教会散布的，谁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什么意思啊？光明神下有光明教会，光明教会底下又有各大分会，分会之下又有散会，有等级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猫腻。是吗？我还一直想去光明教会的圣都市看看呢，在我们所有人心里，那里都是圣地。圣都啊，那里是猫腻最多的地方，不过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么说，坎帕城里有光明教会的分会或散会，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应该没有啊，这么偏远的小地方，光明教会的人怎么会看得上？不是说了吗？这树叶是光明神的恩赐，既然是神赐，跟教会的人有什么关系？终于把你们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给找到了。看你们这回往哪里跑！老规矩，我数3个数，不束手就擒，我们就一起冲进去。没想到我居然抽中了下签，算了，勉为其难吧。那个，让娜娜姐一个人去，真的没问题吗？愿赌服输呗。不要闹了，很危险的好不好？门口带队叫骂的那个家伙叫做亚恩，臂力奇大，是飙风黑骑士的得力战士。不过嘛，那家伙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头脑简单，以大姐的能力胜之有余。哼，竟然派个女人应战，看来大人真是多虑了。这样的家伙不用带这么多人来，我一个人就能全部搞定了。你就是那个叫什么亚恩的家伙？没错，本大人今天要把你们几个一网打尽，赶快投降，省得我费事。哦，看起来还真是被小瞧了呢。
怎么可能？这女人竟然连铠甲都……那个白痴竟然送上门让人家打！娜娜姐好厉害！那是气罡术。那是什么？是骑士战斗训练中的一种辅助技术，融合了武术中的呼吸法和魔法中的硬化术二者之长，能够在有效提高身体部位的硬度的同时，不产生负面作用。难怪一脚能踢碎那家伙的铠甲。虽然我知道大姐一定不会说，但是这种打法嘛，不免让男人感到胯下一紧。喂，大个子，他们的队长已经被我搞定了，出来清扫战场吧。好吧，好吧，几个杂兵还是应付得了的。小哥和小姐姐在屋里稍等片刻，马上就好。我说，你还真等着吗？外面打成一锅粥了，还不赶快去帮忙？目前只有你最没资格说这话哦，因为你总是被飙风袭击的那个，而且这么多人反而会让我暴露身份，引来更大麻烦。照这样看，出去帮忙的应该是你才对吧？我之前也击败过一只灰神种，那个应该是幼体吧，没什么战斗力的。竟然这么小瞧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也是练过拳术。盖尔，你难道把他们都……全部都是轻伤加……姐，刚刚和希尔夫战斗时，不得已消耗了本就不多的灵力，还好有他们在。灵力恢复需要时间，但愿这些家伙知难而退，能暂时罢手。亚恩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有勇无谋。什么？险些坏了大人的事，还好有我殿后。他这种白痴尚且不提，恐怕接下来的人你们就搞不定了。这些人是坎帕城的守城兵，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和正规武装力量抗衡吗？还是投降吧。怎么样，小姐姐，我说对了吧？这些守城兵这时候出现，充分证明坎帕的上层人物和飙风有勾结。杀了他们！看来今天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也不知道娜娜大人的厉害。那是这些，有点意思。大姐要动真格的，那我也得拿出点实力来了，看看这些守城兵到底有多强的战斗力。没想到那两个家伙如此厉害，看起来那些守城兵一时伤不了他们。不过这两就另当别论了。只要搞定他们，那两个主力瞬间就会瓦解。你把我拉回这屋里是要做什么？救你啊！不然被弩箭射死怎么办？躲弩箭，竟然跑到这么窄小的地方，你没有常识吗？少说废话，把之前存在你那里的东西给我。好吧。这乱七八糟的感觉倒是挺亲切。喂，妹子，你以为躲到屋里就没事了？你们这样被干掉只是时间。确实，逃来逃去的都已经腻了，是时候该换换口味了。哼，换上了武器而已，虚张声势的我见得多了。是吗？那就试试看吧。我倒要看看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能耐。弓弩队，齐射准备。魔装弹，常规弹头装填，扩散模式。看来还真是小瞧了你呢。之前被追得跑来跑去，没想到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哪里，老实人被欺负急了，也是要反击的。更何况看见你这种家伙，就有种莫名的怒火要发泄一下。哎呀，巧了，我看见比我年龄小的也是心中不忿，恨不得撕烂他的脸呢。为什么盖尔要选择这里落脚？还说没人能找到这里，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我的屋子，真相全完了。
本以为不用我自己出手，但是现在看来，帝岭他们面对如此数量的敌人，落败是迟早的事。唯有使用这个了。菲利西亚，以天上界灵树奥港古林哈尔的枝干为材料，并辅以稀有矿材梨渊石锻造而成，所射出的灵力足以。总算是逃过一劫，吓死我了！没想到小哥还能玩出这么暴力的攻击方式。不用担心，这个攻击附带敌我识别，不会伤到你们的。小帅哥有这样的战斗力，下次早点拿出来，害得我还得启动一次这玩意儿。既然这么厉害，刚刚开打时怎么不见你动手？考验啊！你把这次战斗当做对你们的考验就好。小姐姐就不要跟小哥计较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坎帕。守城兵都成了彪风的手下，恐怕这城里没有安全之地了。我要找的人还在这里，我是不会离开的。小哥还真是固执，幸好战斗被小哥一下制止了，不然再打下去，屋子就被拆碎了。屋子毁了不要紧，要紧的是里面的密道，要是被彪风的人知道了，就不得了了。那个人难道是德尔？这么长时间不见回信，难道事情有变？应该不会。就算亚恩失手，后面还有赫莎，难道他们两人还对付不了？幸好，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他们两个。一群废物！这么多人居然搞不定几个人！其余人集合！彪风！彪风！彪风！父亲，彪风的人也太嚣张了！之前咱们还是合作，现在又算什么？不要急躁，塔博。咱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忍耐二字。你却跟上他们，说不定有用你之处。是。总有一天要让他们知道这坎帕城是谁。总有一天要让他们知道这坎帕城是谁的地盘。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带着这个半死的家伙一块跑？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总之这家伙不能死。信号弹是刚才战斗的方向。看来刚才挨了小帅哥剑的人还有没死透的。不是吧？那种下雨一样的密度竟然……这话说的，你背的不就是一个吗？好险！还好及时察觉。这是怎么了？看来不是中箭倒下的，但是小哥的状态感觉从放出箭雨以后就不对劲，一路跑过来连话都没说过。别聊了，后面追过来了。拿好。啥？反正你也已经背着那个家伙，没法出手战斗了，多一个也无所谓，而且他也不重，战斗交给我和娜娜姐，你就专心做搬运工好了。哇，小一好帅！倒是很有道理，不过我一个大男人不去战斗，感觉有点儿……不要瞧不起女人。那么，娜娜姐，没问题。见鬼，都跑到树林里还追得这么紧，说不定听小哥的留在城里是上策。那样早就挂掉了吧？对了，娜娜姐，你的骑士之心呢？刚刚一直没看你发动。不要指望这玩意儿了，这东西不是什么骑士之心，而且再次启动需要3天时间。要是强行启动，估计我现在瞬间就挂掉了。不是骑士之心，刻成这么明显的东西，会是假的？喂，想个办法甩开他们才对吧？那家伙好像动了哎！可恶，却被你们毁了。塔博少爷，那几个人已经突破了东门，彪风的人正在树林里搜寻下落，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那么，塔博少爷，您是打算帮卡纳德城主对付彪风？
帮谁？那就看谁能带给咱们的好处大了。呵呵，那我就放心了。总算塔博少爷没有被所谓的父子之情蒙蔽。放心，我既然答应艾欧巴领主帮他得到坎帕城，就绝不会反悔。塔博少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领主大人只有蜜露小姐一个女儿，等你们结了婚，以后这坎帕城不还是您的？这种鬼话，难道我会相信？城主之上还有领主，领主之后还有国王，国王之中又以大陆霸主为尊。只要我的实力能越来越强大，现在送出一个小小坎帕城算什么？咱们该怎么办？等他醒过来，还是逃走？他们在这！妖风追过来了，抓住他们！塔博少爷，前面就是飙风的人，已经在战斗中了。咦，是他？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那家伙。看到那个背长刀的高个子没有？干掉他扛着的那个人。哦，领主大人只让我们帮您做3件事，确定要？我很确定，快去。很荣幸为您效劳。喂，事情不妙啊！这下彻底被包围了，咱们到底是要……可惜，差一点就得手了，没想到。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抢飙风的猎物，不想要命了吗？哎呀呀，不愧是黑骑士大人，差点就要了我的命呢。请您放心，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只不过鹿死谁手就要看谁抢先一步了。喂喂，这是什么情况？飙风追杀咱们，刚刚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家伙也来追杀咱们，然后他们之间又开始互撕。八成他们2伙人都把咱们当成猎物了，然后现在在争夺狩猎权。那咱们该怎么办？看情况想跑很困难，论打的话，人数又不占优势，还是静观其变的好。等于没说。那个是有点意思。传令，变更作战计划，咱们掩护那几个家伙逃走。老大，塔博少爷不是说咱们是领主的人，与那小子何干？上，拦住飙风的人！就知道这些人来者不善，也好，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他们这算是掩护咱们逃脱吗？不管算不算，先逃了再说。盖尔，好巧！这算是掩护咱们逃脱吗？不管算不算，先逃了再说。盖尔，好狡猾！小一，你忘了，大个子可是自由佣兵，脚下抹油的本事大得很。老大，那几个人已经跑远了。很好，咱们的任务完成了，不用和飙风的人死磕，撤！可恶！这群混账，坏了我的好事！整个飙风竟然抓不到区区几个人，简直一语扫地！大人，对不起，大人，我不用道歉了，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白骑士，让他在整个奥斯陆冰原带发下通缉令。如果今晚追不到那几个人，那就让整个奥斯陆成为围捕他们的大王。咱们这是往哪个方向走？应该是西边。那不是到了噬天的势力范围了？放心，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飙风和噬天的范围交界处。
理论来说，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除非世天要和飙风撕破脸，要不然……那是什么东西？世天！我说，刚打完还要打吗？跟这些人不用废话，直接动手就好了。喂喂，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死啊！终于完了吗？这么大的声音，时间长了会死人的。头好疼啊！我说前面是人吧，这下相信了吧？这几个家伙胆子倒是真大，不知道世天的名号吗？也许是飙风的人。怎么会？他们跟咱们好歹也是划清界限，这个时候能跑到这里来，还是小心为好。你们是什么人？这个时间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只是无辜的路人而已，是被飙风的人追杀，不得已才跑到这里。被飙风追杀？这是什么东西？放心，这东西无毒无害，很安全，只是检查一下而已。检查？是啊，你们声称不是飙风的人，就得证明一下。但是有女人在，我们不能挨个搜身，所以这种方法最方便。没想到强盗里也有绅士，真是令人刮目相看。那个女人身上有石浆水的痕迹，右边那个趴着的人身上除了有液态的石浆水，还有解药。石浆水是飙风的独有毒药，你们说自己不是飙风的人，这点又作何解释？等一下，这都是误会。我就说直接动手吧，白浪费口舌。好吧，大姐，你赢了。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几个人就当做是诛灭飙风的开胃菜好了，动手！哈哈哈哈！来了。喂，大敌当前，你笑什么？笑什么？当然是我们不用再打了。这话什么意思啊？不是他们想不想放咱们的问题，而是……飙风，探子还在这里，消息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头，怎么办？是迎击还是先收拾这几个探子？优先迎击飙风的人，探子一会儿再说。上！世间的多组战车，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来势汹汹，这一定跟逃跑中的那几个家伙有关。这个杂鱼竟然能搬动世天的人，真是有点小瞧他们了。不管怎样，拦路的都是敌人。他们两伙人打得好热闹，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看来咱们暂时被抛弃了。那么，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咱们赶快开溜。没错，快走！别跑！你们几个打得这么混乱，还能看见我们偷跑？别废话了，先跑再说。丛林能有效阻挡骑兵和多族战车的行击效率。天上不是还有飙风的飞行兵吗？还是小心为妙。看情况，那些人应该一时半会儿追不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好了。这个提议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夜里逃跑疲惫感比平时要明显的多呀。安全只是暂时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更何况德尔和小哥都昏迷不醒，还是要赶快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想不出来啊，还是先从这里出去再说吧。怎么了，小一？奇怪啊，沿途我零星扔了几个染色球，但是现在一点反馈都没有，说明咱们已经把飙风和世天的人甩到反馈范围之外了呗。不，
小姐姐这一提醒，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就算战车和骑兵受地形限制，无法搜索咱们，但是步行单位呢？还有偶尔掠过的飙风飞行兵呢？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这地方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不好的预感？你说的难道是鬼？不要说出来呀，好可怕！猜中了。趁机欺负女孩子很有意思吗？抱歉，但是有一说一，这片森林的确有古怪。古怪？也许是黑夜导致的心理作用吧。黑暗和未知都会导致内心恐惧感升级。不，我说的是这些树就好像是活的一样。别逗了，树当然是活的，要是死掉就是木产了。啊，看来我没表达清楚，我所说的活着，并不是指植物，而是说这些树拥有动物型生命体征。动物型？你是说这些东西就像装死的动物一样？大致是这个意思。胡说！奥斯洛地区根本没听说过有这种活着的树啊！唉，话说在前，小姐姐，这次可不是吓唬你。你们不觉得刚刚飙风和噬天的人消失以后，这森林里就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咱们吗？确实灵性有过几次，那种感觉就像是被目光舔舐身体一样。大姐你居然还有这种经历，真是人不可貌。欺负完小姨也就罢了，竟然连老娘也敢调戏啊！这是好奇嘛。我过去还是见习骑士时，仰慕者众多，所以经常能感受到无数目光扫来扫去。原来是这样，好可惜呀。可惜什么？找死是吧？唉，真怀念家里的热水和床。看来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从这森林里出去。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最优先事项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露宿。你这家伙今天废话怎么这么多？为了缓解一下气氛嘛。拉法尔，你没事了？他们两个胡闹的声音太大，把我吵醒了。吵醒？你一直在睡觉？我们费尽周折把半死的你救出来，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一路都是在睡觉？养精蓄锐才能更好的战斗，不是吗？而且一路过来，你们也都把麻烦解决掉了。那还真是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算了，醒过来就好。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歇歇吧，折腾到现在了都。确实啊，我好想喝口水，吃口热饭。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再往前走会儿，那有条河，希望能找到新鲜的食物吧。喂，你们俩就这么走了？这家伙理所当然就给我背了。小哥怎么也这样？等等我！见鬼！为什么是我来生火？我可是佣兵，一名伟大的自由佣兵。能不能停止你的抱怨？我还是见习骑士呢，不照样该打杂的活？拜托，至少等到我们到了真正安全的地方再吵好吗？想吵就让他们吵吧。人类本就是喜欢争吵、暴力和烈刑的种族。今天白天休息，傍晚出发。如果他们要把休息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争吵上，那随便。拉法尔，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一觉醒来，你又变成了刚见面时的讨厌样子？你不是救过我吗？我几乎以为精灵不是像传说中那样冷血无情了。为什么？人类，哼！至高神说，人类是卑劣的种族，凡见到他们的精灵，都应该将其消灭。为了完成使命，我还是得与他们和平共处。说实话，他们还算是不错的合作伙伴，但是依旧不能放松警惕。天上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虽然只是离开了几天，但是真的很怀念。
之前的原来是生命之树的叶子，本该第一时间就认出的。难道在人间界这么几天，我就被愚蠢的人类同化了？拉法尔，你来看看，德尔情况有点不妙。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的情况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帮过我们呀，他救过我跟伊莲，你能救他的吧？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你受雇于我，应该听从我的指挥，所以我没有理由救他。没错，大个子，你也是在大陆上行走不少时候了，应该不会是这么天真的人吧？没有人应该无偿帮助另一个人。好吧，你们说，要怎样才肯帮忙救人？我的队伍人已经够多了，这个人的死活与我无关。我一直很好奇，你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感觉你很关心他的死活？他救过我和盖尔，用的是坎帕城的逃生密道。伊琳，闭嘴！哦，看来他的身份不简单啊。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再被提起。给你，我的储物空间里偶尔也是会装一些救命药品的，算你欠我个人情吧。快点吧，等你把人救好了，我们再启程。你不是说傍晚出发？我改变主意了。又要回坎帕城吗？现在恐怕那些追杀咱们的人……不，在回坎帕城之前，我要去另一个地方。我要去刚来人间界的第一站。妈呀，伊琳，你怎么带的路？我来奥斯洛这么多次，怎么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见鬼的风雪？这能怪我吗？还不是拉法尔说要尽快找到他当初来的峡谷。这片冰雪原是唯一的进路，走其他的路线要走上好几天。而且还要经过那2个强盗团的地界。冰雪原，这不是著名的找死之处吗？传说这里是整个大陆最冷的地方。不止如此，还有人说那些可怕的怪物灰神种就是在冰雪原的某处进行繁衍的。怎么越来越有一种即将踏入死亡陷阱的感觉？放心吧，正常情况下，那些怪物是不会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正常情况，听起来就像是在立 flag 一样。果然不出所料，还好有心理准备。听说这东西身上有好多宝物，很值钱呢。不如让我们……还要多久？看吧，有这个变态精灵在，根本没什么危险嘛。好吧，你赢了。从这里走过绕过去，再走不远就是你从天而降的地方。很好，走吧。拉法尔究竟是哪个级别呢？哪个级别？比如骑士，按实力分为见习骑士、初级骑士、红心骑士、圣心骑士、光明骑士。这个不好说，谁能知道精灵的实力怎么划分等级呢？他之前好像很虚弱，现在又这么轻松，一箭就射死灰神种甲兽。要是能跟他打一场就好了，我肯定能评估出他的实力等级。他是精灵啊，而且听他说话的语气，他只是来人间界执行任务的。对于人间界来说，他就是个过客，评估实力有什么用？你就没想过他执行的任务是什么吗？万一是毁掉人间界呢？一个精灵毁掉人间界？为什么不可能？光明神的神迹已经在大陆上渐渐消失，如果这时候像传说一样，精灵攻击大陆……放心吧，其实人间界一直都有精灵存在，神传中所说的战争不是没有出现。一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已经走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咱们还是快点追上去吧。喂，说清楚啊！至高神的神谕是让我追捕叛徒希尔弗，可是希尔弗曾是我的老师，
我该怎么？一定是有什么启示是被我忽略的。果然，时间久了，希尔弗当初留下的元素气息已经不见了。可是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有了，就是这个。喂，小帅哥，介意告诉我们你在找什么吗？没什么。没什么？哼，明明就是有什么好吧？你说过咱们是一个队伍吧？这样遮遮掩掩，真的好吗？你究竟找到了什么？德尔，你没事了吗？还是先看看你们这个人类同伴怎么样了吧。是，走。是。盖尔拉格纳，你在搞什么鬼？你明知道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把我弄到这里来，后面怎么办？这个嘛，当时完全是情势所迫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哎呀，看你身体多虚弱呀！这次要不是娜娜的极品药丸，你就死定了。快别说话了，先养好伤才是最重要的。千万别说什么谢不谢的，你父亲当初也救过我一命呢。你认识他父亲？那当初在坎帕城门，你们两个是在演戏了？帕城门，你看到了？当时盖尔在追德尔，和我擦肩而过，之后用石头砍中德尔，才将他抓住。怪不得我和盖尔被彪风追杀时，他会突然冒出来救了我们。这件事不会被太多人知道吧？我说错什么了吗？为什么你们都这种表情？小一，你没说错什么，只不过说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娜娜姐，这家伙显然是个卧底，谁派的，为什么派的，暂且不问。总之，他是有目的的潜入飙风，而这个家伙呢，显然知道那奸细小子的底。不过呢，现在他们都想隐藏事实，把别人都当白痴，也不知道谁比较白痴一点。哦，对了，这还有个把别人都当傻瓜的，你们还真是一路人。那个，我觉得娜娜姐说的对，我们应该好好谈。没必要，我是队长，你们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被我选中的队员，其他的事情根本无关紧要。好吧，队长大人，您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再回坎帕城。什么？你疯了吗？绝对不行！你们要做的就是听从我的命令。就算你要找的人还留在城里，你根本也打不过他，不是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非要回去？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叛徒希尔弗受了轻伤，所经之处会留下零星的风元素气息。好不容易接近了他，我不能失去他的踪迹。想送死你尽管去好了，本小姐不伺候了。娜娜姐，当初我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再加上看你脸长得还不错，才跟着你的。在坎帕城胡闹了一通，我也算是救了你一次了吧。现在你的脸本小姐已经看腻了，所以再见。喂，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呀？真要散伙呀？散不散得我说了算。这是什么意思？大概你当时战意正酣，没留意到所谓的契约，就是这。好了，这回契约成立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坎帕城吧。混蛋！谁让你定了什么鬼契约了？随便做出这种事，就算你是帅哥也不能原谅。要我认可你的契约，哼，那就打一场吧，赢了才有可能让我承认。好疼，好疼！小一，怎么了？伤口裂开了，怎么会这样？每次精灵到人间界执行任务，都是用这种契约控制人类的，怎么？小一，你怎么样？大概是我低估了你的实力，给你的精神力不足以压制你吧。
不过没关系，这次我一定完全压制你。拉法尔，剑石气化，怎么会？难道说伊犁其实是精灵？拉法尔，你到底做了什么？不对，他若是精灵，在人间界不可能活到这么大，何况那个契约是没办法下在精灵身上的。拉法尔，你想就这么看着他死吗？拉法尔，急什么？尖叫能解决问题吗？这次和刚才不会一样了。伤口愈合了。小伊，你怎么样？好累，出了什么事儿？你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好像被放在火上烧，好热，差点被烧死了。是吗？你脱。脱什么？衣服。我刚刚跟你签署从属契约，却差点把你弄死，被逼无奈，只好改成平等契约。你为什么会排斥从属契约呢？两个可能：一，你是精灵；二，你身上有东西。你这种平凡人怎么也不可能是精灵的，所以肯定是你身上有什么特别东西。让你脱衣服是为了检查你到底藏了什么我一直没能察觉的圣物。你们慢慢吵吧，最好晚点再发现我的消失。这种地方居然还有死人！喂，我说你，德尔，这不是德尔吗？怎么会倒在这里？还有呼吸，先救人要紧。这。你不会是对小伊有什么非分之想吧？我对他？别开玩笑了，我可是精灵。又是这个说法，你敢不敢不找借口？精灵什么的，跟人类还不是一个样。若是精灵，根本就不会误会我的动机，只有内心肮脏的人类才会。可以了，既然大家决定结成一个队伍，是人是精灵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就事论事啊？我承认人类中有污秽的存在，可是精灵真的就都那么高洁吗？我们都不是精灵，说不定精灵的确没有这种性别的概念呢。干嘛？我说的是实话。那好，你们继续扯，最好能把附近村子人都招来，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个精灵才好呢。对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时间太久。这个峡谷避风，我们村的人打猎回来，经常会到这里来歇脚。没错，所以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一说到实质问题，就要找地方安顿，结果每次扎营之后，还不是什么也没讨论出来。那个叫德尔的小贼呢？一定是在我们说话时溜走了。我去追他回来。如果他把拉法尔是精灵的事说出去，咱们所有人都完了。等一下，不用追了，他早走远了，而且我可以保证，他不会乱说话。原来如此，不用去追那个人，他的气息去向与坎帕城相反的方向，没必要浪费时间。等等，走可以，但是先把情况说清楚。你这个该死的契约是什么鬼东西？契约？这绿色的光是什么东西？很疼！拉法尔，你做了什么？快住手！这就是从属契约中上位者的力量。想解除契约，可以。要么你们乖乖帮我完成任务，要么杀了我。小伊，娜娜姐，来，我拉你上来。对了，娜娜姐，
你为什么要跟着拉法尔啊？开始我跟着他，只是因为我体内的暗伤还没有好。可是现在受了伤，你不会以为他救了我，我就真的会把自己卖给他当小弟吧？可是你还说，小易好天真呐，怎么别人说什么你全都相信啊？我可是乌衣波城里有名的钱串子，没钱的事轻易我是不会干的。可是我一点也没察觉出来啊！如果什么都被你察觉出来，那我早不知道死过几百次了。怎么，觉得我不是你心里那个豪爽姐姐了？幻想破灭了？没有，我也不是天真小女孩，只是最近跟着你们东跑西跑，不小心对陌生人的警惕心降低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知不觉就开始信任你们了呢。不管是你、盖尔，还是拉法尔。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娜娜姐知道拉法尔是精灵，为什么还一直跟着他不放呢？嘿，小一，我今天已经够多嘴了，别想再套我话喽。你说拉法尔他们有秘密，我看你的秘密也不少嘛。一个个不是装神秘，就是当哑巴。既然如此，我也不说话。奇怪，明明看他来到这里。喂，拉法尔，你在搞什么鬼？我就知道，你就一定会跟过来。那么，马上出发吧。等等，去哪儿？嘘，小点声，别让他们听到。怎么，怕我对你心怀不轨？怎么会？盖尔不是说精灵没有性别概念的吗？精灵有性别，人类所说的生殖，精灵没有这种肮脏的行为。谁问你这些？我只是奇怪，你这样鬼鬼祟祟的拉我去哪里？我怀疑这附近……算了，总之你跟……可是你又定契约又威胁，现在就把娜娜姐他们扔下不管了？放心，事情还没完，我不会丢下他们的。快走，错过时间就得再等一天。你能不能别老是叫个不停？那你能不能别老挑这种地方走？这种地方，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啊。况且，并不是我挑选了这条路，而是他指引我走了这条路。我刚才就想问你了，这是什么？你看到了？唉，之前在峡谷，你的动作那么明显，谁看不到？不就是一颗种子吗？干什么神神秘秘的？娜娜他们一定没有发现我捡起的是这粒种子。看来你的不同不是因为生气啊？难道你果然是精灵？你干嘛？算了，现在不是纠结你血统的时候。搞什么？每次说话都说一半，你刚刚到底想干什么？你这口气，怎么好像期待我刚刚做点什么一样？你胡说！放心吧，精灵不允许有你们这种人类的感情。至高神说，人类的虚伪懦弱的情感是一切恶的源泉，精灵应该鄙视他们，摒弃他们。什么？那个什么至高神，怎么能这么说呢？神谕是绝对的，不容置疑。切！你过来看一下。看什么？这里应该有一条通路让我们继续走才对，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呢？你不是本事很大吗？当初闭着眼睛站一会儿，就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刚刚是什么？从咱们刚刚进入山壁前的树林，我的力量忽然完全消失了。他没看见。哦，
不得我们跟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发现。你们，你刚才的话我们都听到了。没有精灵的力量，你应该跟人类差不多哟。你说过，解除契约的办法之一就是杀了你。现在我跟盖尔2对1，能不能干掉你呢？可恶！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召唤精灵弓，只凭肉身力量的话，对付娜娜没问题。至于盖尔，依琳在做什么？我觉得她有点不对劲儿啊。这种脉动感，跟当初发现拉斐尔的时候好像啊。这是水。这个影子是生命之树，怎么会在这种地方？还以为要被溺死。世界树，生命之树，给予我们生命的源头啊！终于。你醒了？这是哪里？出了什么事儿？没什么，只是我似乎受到了召唤，而你们被牵扯了进来。召唤？你是精灵，在人间界能受到什么？好熟悉，只是我见到的大树是活的。生机勃勃，活力洋溢，周围有花有草，还有数不清的小动物。什么时候？在哪里？在梦里见到的。听说人类的梦都是胡思乱想产生的，没有实际意义。梦嘛，能有什么实际意义？不，精灵的梦大多数是真相的预示。也许这真相来自过去，也许这真相来自未来。说起来，我来到人间界，反倒经常梦见生命之树。这预示着什么呢？只是因为我今天会在这里见到这棵枯死的大树吗？拉法尔，你……这是种子在发光。拉法尔，那边！4片树叶，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树？娜娜姐，盖尔，还以为你们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哈，怎么会？我们的命啊，大得很。那且不论，你为什么知道这是生命之树？再者，那是我们精灵的母树，怎么可能来到人间界？当初精灵移居天上界的时候，曾经有一批弃子，他们没有被带走，而是被遗弃。当初精灵移居天上界的时候，曾经有一批弃子，他们没有被带走，而是被遗弃在了人间界。这不可能，我们精灵不可能这么残忍。我说的是事实。传说那些精灵离开生命之树的庇护，几乎全体死亡，而那些濒死的精灵为了自救，重新培育了一棵生命之树。这不可能，是生命之树孕育了精灵，不是精灵种出了生命之树。我明白了，我梦中见到的就是培育这棵树的过程。一群人穿着戴帽子的黑衣斗篷，很忙。后来这棵大树就出现了，我们4个来到这里，这棵刚刚还枯死的大树就长出了4片新叶，说不定，哼，摘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叶子，我来了！嘿嘿。
看你能怎么？娜娜姐，没事，生命之树不会伤人的。真要是死了，只能算他倒霉。娜娜姐是因为你才会掉到这儿的，你怎么说这种话？好了，你们能不能等出去再吵？放心，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事呢。如果这棵真的是生命之树的话，你的意思是？大叔，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我们掉进洞里之后，看见了一棵树。娜娜姐去抓那些树叶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很奇怪的光。回过神来，已经在这个奇怪的地方了。话说回来，这些水晶球一样的东西，到底是……刚才那一瞬间，看到的是滴水，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回忆不起来。拉法尔，你在搞什么？依琳虽然昏倒了，怎么也叫不醒，可你也不能干脆射死他呀！你在说什么？他不是已经醒了吗？啊？出了什么事儿？你刚刚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地下城，还有水里有人。你真的看到了？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欺骗你吗？明明我们4个都被这里的这棵生命之树所承认，可是娜娜和盖尔却什么都没有看到。看来假的就是假的。这棵生命之树与真正的母亲树再相像，也不可能是真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之前经历的一切是在做梦吗？如假包换的石头，咱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万一一会儿又把咱们掉下去。妖风，藏起来，快！你没事吧？我有什么事？之前你不是说精灵能力用不了了吗？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不然刚刚我怎么能用精灵剑唤醒你呢？嘘，还不住嘴！不想要命了？这2个人类居然把我给护在后面，真有意思。是把我当成同伴呢，还是没发现我恢复了呢？得让他们知道，精灵可没那么弱。说法！我去，你不是没有精灵的力量了吗？怎么还能这么转？咱们从山腹中出来之后，这里对我的禁制好像忽然就消失了。这么说，一切都是因为下面的那棵大树了？那棵树难道真的是传说中弃精灵的母亲树？只有天上界才拥有精灵的生命之树，只有这种才配称为母亲树。请不要随便使用这个神圣的称谓。快看，那几个强盗还活着耶！不是你说不能随便杀人吗？莫非我留下他们性命倒错了？拉法尔，好神奇！你居然没说人类是如何伪善，如何卑劣，你居然会替人劝！你们2个好像在说什么我跟盖尔不知道的事，有内幕哦。没什么，不过这几个强盗要怎么办？当然是换钱啦。要知道，一个飙风强盗可是等于不少。可是咱们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换赏金呢？这个……对啊，离这里最近的拥有佣兵工会的城市就是坎帕城。难道去坎帕城换？可是
总不能把这几个家伙放了吧？这可都是钱呐！钱嘛，不算什么，只要你能帮我完成任务，我保证会给你很多钱。真的？这几个人毕竟是小喽啰，赏金能有多少？精灵的东西在人间界可是有市无价的。好，你这个大腿我抱定了。队长，以后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娜小姐，之前你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现在你这态度也变得太快了吧？好歹我对钱的态度一直没变过，总比你一直和稀泥，这只精灵对人忽冷忽热强多了。说的简直让人无言以对。拉斐尔也是奇怪，对我们的态度忽冷忽热的。他对其他精灵也是这个态度吗？脾气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刚刚这棵枯树引领我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还有依琳，他为什么会跟我一样得到大树的引领呢？他都看到了什么？慢慢我都会弄清楚的。所有事情就是这样，白骑士大人，请您。连这几个人都处理不了，我看黑骑士也别出去丢人现眼了。可是这次实在是……我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是，真是岂有此理！谁给他们的胆子来找飙风的茬？我看他们是活腻歪了。来人！是。你带人去坎帕城，把黑骑士那里肃清。先等一下，黑骑士大人的意思是让您在整个奥斯洛冰原带发下通缉令。哼，还惦记着你那什么黑骑士大人？你可要搞清楚点，这冰原大陆的分团是我说了算，你对他倒是够忠心。可惜呀，在飙风里，忠心从来就不是值得称道的品质。让黑骑士去纠结坎帕城那个弹丸之地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有点不妥。有什么妥不妥的？真能端掉飙风这个分团的话，咱们收获小不了。唉，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碰到德尔。他在坎帕城里向飙风的人告密，咱们救他之后又逃走，想他干什么？其实德尔和你猜的一样，他确实是卧底。德尔实际是坎帕城城主卡纳德的人。这有什么？不是说那个城主跟飙风有来往吗？不，城主并不是真想向飙风认输，他是想彻底铲除飙风，才派人。飙风会怎样，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只关心那几个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应该是真的吧？他们说的情况跟我在这里了解的一些东西是吻合的。何况那3个小贼虽然被放了，但是你肯定在他们身上做手脚了吧？他们说的若是假话，那正好，咱们把他们再抓回来，想办法换钱。但愿吧。你能力恢复了吗？怎么不用之前的那招找人？元素气息有停留时间限制，时间一长就追踪不到了。那就是说你现在追不到那个要杀你的人了。太好了，那个什么至高神让你执行这个任务，就是欺人太甚嘛。实力差距这么大，也不多派个帮手，离谱到家了。住嘴！不许对至高神不敬。至高神如此决定，必然是有原因的，否则怎么会助我们脱险？搞没搞错呀？我是在为你打抱不平。你这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快看，飙风有动静。等等，这些人怎么不走了？要是发现咱们就麻烦了。被发现了，有意思。白骑士大人，是不是有什么事？咱们的人现在留在分团的多吗？不多。最近黑骑士一直在外面乱跑，分团的事都是大人您在处理，咱们的人大多被派出去了。那就好，走吧。天黑之前赶到噬天驻地。那个女人看过来的时候，目光如此锐利，我真以为她发现我们了。她的确发现了我们。哎呀，不可能！如果她发现了，怎么可能不过来查看？这会不会是个陷阱？陷阱？你看，那3个小贼
莫名其妙就出现在咱们身边，然后轻易就被抓住了。哦，有道理。听说飙风的人都是硬骨头，那3个家伙却那么容易就招供了。而且就那么巧吗？你急于寻找的线索，正好就被他们说了出来。所以，你们认为这是个圈套，为的就是把我们引过来？女人的想象力真丰富。咱们遇到那3个飙风的人，根本就是意外。他们怎么给咱们设陷阱？那现在这个发现我们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简单放过我们？也许跟飙风内部的派系有关吧。至高神说，有人的地方就是贪婪、破坏与战争。像飙风这样一个几乎遍布大陆的团体，怎么可能和谐？又来了，说到人类的恶行，我就格外的兴奋。将来别让我发现你们精灵的弱点。哼！刚刚那个女人的打扮，应该是飙风中的白骑士。哦，我以前也听过，飙风的每一处分团都是由黑白骑士共同领导。据说黑骑士主外，掌杀戮劫掠；白骑士主内，管内政财务。可是有一件事你一定不知道，所有的白骑士都是女人。不可能！有几个女人愿意加入强盗团？又有几个女人能在强盗团里坐上掌权的位置？小一，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哦。你忘了，飙风的头就是一个女人呢。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跑题了。听说冰原分团的黑白骑士不和，我想白骑士刚刚放过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这么说，现在山寨里应该留的都是黑骑士的人了。光猜是没用的，进去就知道了。怎么进？我们之前不是都转了一圈了？这里围得跟铁桶一样。不，有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你怎么知道？是风，风告诉我了一切。那你说可以进去的地方在哪里？跟我来。进入山寨的入口就在后面。啊！见鬼，这破地方要通到哪里去啊？这还真不好说。不好说是什么意思啊？通常这种密道的出口都会在隐秘的地方，比如密室、卧室等等。这里这个样子，怎么看都不太可能是通往卧室的吧？通向监牢还差不多。以强盗们的非人类思维，说不定还真是通向监牢的。那我们还真是自投罗网了。干嘛都这样看着我？听说在人间界有一种人人都讨厌的东西，叫乌鸦嘴，你肯定就是了。我只是想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你这么害怕干什么？当初见到怪兽都敢一个人冲上去呢。怪兽跟这些可怕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啊！别怕，是假的。通道里的风告诉我了，这里除了我们几个，没有其他活人。怎么可能？这样的密道怎么会是死路？还好什么都没有。有好多人私下传说，每个飙风的山寨里都有一条隐秘的逃生之路，看来果然是胡说的。嘘，有声音。救命啊！有人！不对啊，这里除了我们几个，应该没有其他活人。你不要胡说，墙后面明明有人在说话，还有这通道里哪里有风？只要你能呼吸的地方，都有风元素的存在。你们人类可能会说谎，但是风不会。风说这里没有活的生物，就一定没有。说这么多有什么用？推开土墙看看不就清楚了？等等，我以后面试。好吧，就当我啥都没说过。刚刚的呻吟声怎么没有了？感觉后面好像有很危险的东西。你要干嘛？自然是看看里面有什么。
这是传说中的地狱之花。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房间，更没想到这地方这么诡异。这地方连个灯都没有吗？大白天把窗户拉上干什么？赶快拉上！那个东西在。嘘，不好，有人来了！喂，你怎么样？你在跟谁说话？原路返回，快！白骑士不在，我们总要守好基地才是。来人，进去看看是谁闯入了白骑士的房间。慢着，克莎，白骑士大人的房间好像不在你可以巡查的范围内。哈哈，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忙着操心锦衣玉食的主子。雪灵，你还真是条好狗啊！没有白骑士大人的允许，谁也不准进他的屋子。我们刚刚可是亲耳听到这屋子里有惨叫声，你就不怕有外人闯入了白骑士的房间？那有什么？白骑士大人的屋子哪天没有几次尖叫声传出来？总之，这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白骑士大人的屋子哪天没有几次尖叫声传出来？总之，这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赶快把花里的那个人拉出来！这是坎帕城的城主卡纳德。哦，爸爸，你在看什么？感觉有些不对劲，那些藤蔓的攻击竟然如此简单就停止了。这是怎么了？地震！爸爸，你看花坛！刚刚是什么声音？好像第一次听到。是那个叫声引起的地震吗？我还以为山寨要塌了。雪灵，刚刚那个可怕的叫声你也听到了吧？这可不是平时经常出现的惨叫。我现在怀疑有外人闯入了白骑士的房间。你若再阻拦我，就是不把白骑士的安危放在心上。别做梦了，你以为白骑士大人和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吗？这道机关门防的就是内贼，只要一启动，连我都只能在屋内进行开关。若是想开门，等白骑士大人一回来，我马上把你的请求转达给他，好不好？其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切，人模狗样，整天就知道舔白骑士臭脚，早晚我会搞清楚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阴谋。没想到竟然成功了！刚刚我查看的时候，那东西明明已经死了，怎么忽然又活了呢？无论如何，现在总是成功了。白骑士大人的心血没有白费，夜长梦多，得尽快通知大人才行。白骑士大人，希望之花培育成功，希望之花培育成功，希望之花。希望之花，哼，人类还真是愚蠢，怪不得我会闻到这股讨厌的味道。原来人间界竟然真的有人在养这种东西。这上面似乎还有拉法尔的气息，看来拉法尔跟放出这只鸽子的人距离不远了。拉法尔，但愿你别蠢的去挑战地狱之花，死后无法回到生命之树身边，可是经历了最悲惨的命运了。我去，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地道的门被藤蔓堵住了。
没想到这种传说中的邪恶生物，居然在人间界被培育成功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跳下去我们肯定……救命啊！老板！小迪！可恶！似乎我们俩的行动有点多余了。怎么样，能站稳吗？还好。不得不说，很奇怪啊，这花好像有自己的思维，连抓我们都知道先找个人质当诱饵。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祈祷。他又活了！拉法尔！我去，不是吧？又来这手？也许和刚才一样，我们不帮忙，他自己也能解决。别说笑了，快想想办法呀！别担心，我不会让你的拉法尔就这么死掉的。骑士之心，有点意思。看来我也要拿出点实力来才行。娜娜姐，戴尔，伊琳，你当初可是伊莱亚村庄中最厉害的猎手。传说远古时期，这片大陆上只有大大小小的魔兽。不知何时，不知何故，大陆上出现了自称是神的生物。在神的推动下，这个世界诞生了许多种族。据说，最受神宠爱的3大种族联手，可以召唤来兹修佩德的一丝力量。兹修佩德，天地之心，他的一丝力量便能移山覆海。我们被拉法尔的光照住了。刻印徽章。这家伙竟然把徽章！哎呀，好恶心！啊！树藤都枯死了，看来这是彻底完蛋了。可恶！我说，既然你能对付这个怪东西，干嘛开始的时候不出手？拉法尔，是不是找到什么了？别吵！啊！有了。至高神，兹修佩德有反应了。好极了，让波波莱卡去执行下一步计划吧。是。兹修佩德。你说什么？没什么。遮遮掩掩，一定有古怪。兹修佩德，难道是传说中的世界能源核？我倒是听过能源核的传说，据说神正是借助能源核的力量才创造出人类的。可是兹修佩德是什么？兹修佩德是能源核的名字，或者说，是精灵们赋予能源核的名字。能源核的名字在天上界属于禁术级的机密，你一个人类是怎么知道的？兹修佩德，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什么？地上界关于能源核的传说多了去了，只是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对，
能源盒的名字是有什么？我懂了，一定是希尔弗这个叛徒泄露了天上界的秘密。可是我不是从那个希尔弗那里听到的呀。城主醒了，城主，你没事吧？好险，被喷上就完蛋了。快去看吧，有人假冒假的救德尔。我来试试。是谁让你们来这里找东西？为什么来？来找什么？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到这个地方寻找看起来不寻常的东西，而这个命令似乎是一个射箭高手怂恿白骑士下的命令。拉法尔，喂，怎么了？没什么，精灵对人类的手段还没有失败过。我要找的东西一定在这里。啊？但是现在想办法撤退才是上策吧？没错，真城主死了，但是假城主还在。你们确定要回去吗？勾结已经这么明显了，还要当烂好人？你们确定要回去吗？勾结已经这么明显了，还要当烂好人？可是城里的人是无辜的呀，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卡纳德城主是假的。我不会冒险去救无关之人，更何况我是精灵，来这里只是为了执行任务。而且你们不要忘了与我定下的契约，如果你们要强行离开这里到那座城的话，就是这种后果。拉法尔，住手！凯尔和娜娜姐是我们的同伴，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正因如此，我才不能看着你们去送死。而且你们跟着我也是因为各自的目的，不是吗？不然刚刚定下契约的时候，是契约力量最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逃走呢？你们人类真的很奇怪，有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时同情心泛滥成灾。你才是最奇怪的吧？怪不得光明神说精灵是人类的敌人。唉，有什么话一会再说吧。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怎么回事？这家伙不是已经爆掉了吗？失策。怎么了？思修佩德的力量让地狱之花重生了。来了！白骑士大人，出事了！什么？刚刚有飞鸽。没想到趁这个时候有老手混了进来。计划变更，走。大人请留步，分团正领马上就要赶来接您了。
传令，启航，追踪。这家伙似乎比刚刚爆掉的还要生龙活虎。刚才有那个什么佩德，现在怎么办？你们几个掩护。地面和墙已经被消失了，已经被干掉了。不要妄想了，这种程度，充其量就是阻止他的攻击速度而已。因为根茎没有被破坏，所以不能根除。这种花在天上界被称为恶之花，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它虽然形似植物，但却是像智慧生物一样有思维。刚刚爆掉的那个，他也很聪明吗？刚刚如果没有自修佩德的力量，你以为还能赢吗？也正因为这样，地狱之花才能重生。自修佩德的力量来源于能源核，可以创世的能量。它可以消灭地狱之花，也能够让地下原本蛰伏的花根疯狂生长。没错，正是如此。不过，你怎么会知道？话虽如此，不过在我看来，植物就是植物。所谓智慧都是骗人，只不过是在依照本能行动而已。娜娜，我的右手麻痹了。这难道是石浆水？石浆水。对了，你身上不是有当初德尔给他解石浆毒的药吗？用那个不就可以？不行。虽然症状和中了石浆水类似，但是不代表毒素类型也是一样的。解药的药理是以毒攻毒，它本身也是毒药。如果贸然用药，娜娜也许就会因身中负数毒而死。我不知道这花和你们说的石浆水是不是同一种毒，不过地狱之花的毒是无解的。你就那么希望娜娜姐死掉吗？我只是实话实说，当初这种花在天上界肆虐，为了剿灭它们，许多精灵都因为花毒无解而罹难。如果盖尔，你想救就动手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人间界有什么方法解开这毒，哪怕是垂死挣扎也要试一试啊！垂死挣扎吗？娜娜，当初你用自己的药救了德尔，而这颗解药是德尔的回报，成不成就看他了。白费力气，以人类的技术，怎么可能制作出？好难吃的药！成功了，太好了！为什么？花毒在天上界是绝对致死的，而精灵都没有掌握的制药技术，居然会被人类掌握。就算你这么问，我也没办法解答哎，药只是从德尔那里得到的而已。现在不应该是讨论解药来历的时候吧？你们看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在牺牲自己出手的随便，这下彻底逃不掉了，看来只能背水一战。他来了，现在怎么办？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跑了。很简单，再发动一次刚才的合击。啊！不要说的那么轻松好不好？再说我的这个动用一次就要休息好几天才能。没办法，要么孤注一掷攻击，要么直接认死。成功了！拉高尔，你的行动过于迟缓，至高神很不满意。波波莱卡，至高神为什么没有再给我传神谕？还有，
当初在越界时是谁偷袭了我？地狱之花在天上界都已经灭绝了，为何地上会有？人间界的生命树又是怎么回事？人间界的事，让他们人类自己去解决就好。追究太多对你没好处，快去找谢尔弗的踪迹吧。你该知道让至高神失望的精灵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拉法尔，拉法尔，喂，你怎么了？你看，地狱之花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个通道，哎。没什么，花的根须既然已经消失，那么应该已经根除掉了，也没有别的通道可走，先从这里试试看吧。什么？要从这里走啊？希尔弗的气息就在这附近，从这里走，说不定能找到他。好吧，好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跟你走吧。啊，希望这次没什么奇怪的花了。有了。盒子，你要找的就是这东西。本来看到分团出事，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主团交代。现在好了，你不就是现成的理由？出来了！看那边，是刚刚的城寨，原来已经出了这么远了吗？怎么之前进去的时候你没选在这里？怎么之前进去的时候你没选在这里，反而从那个骷髅山进去？这里之前大概被花的根茎占了吧？那时候风的元素告诉我，只能从那里进去。你说咱们之前进去的通道也是地狱之花搞出来的吗？那为什么一点花根的痕迹都没有？那时候的花还是活的呢。是啊，飙风的人是怎么做到在不惊动地狱之花的情况下，
从花根中开掘出一条通道的呢？难道他们已经能控制地狱之花？在陆地上移动的船。你就是精灵拉法尔吧？用这种方式和你见面有些唐突，望你见谅。不过别担心，我和你是一样的。哦了啦，原来你是被直接派遣下界的。哎，你是说希尔弗大人吗？同类就是好呀，见面就很亲近。不光亲近，尺寸也很大。这样啊，我明白了。不过，好可惜，真是很遗憾，难得遇到精灵，但是这么快就要分开了。我会送你们一段路程的。喂，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你拒绝了他的什么提议吗？没什么，他想请我们4个和他联手对抗那个飙风。啊？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呢？我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精灵血脉中那种天生的亲近感，所以我怀疑他另有所图。我总听说弑天的人神出鬼没，行动迅速，而且找不到痕迹。原来你们的基地设施是可以移动的。没办法，生存所迫，还被强加上强盗的名号。那么你们4位就先在这里休息，然后我们……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东西。明明是他，他出现了。啊！我还以为来的会是拉法尔，没想到是你。原来如此，你是……放开伊林！来了呀，拉法尔！没想到你居然会关心人类。希尔弗，看来有所误会啊。我关心的是你这个叛徒，不过我想你是不会束手就擒的吧？不会的话，你又能怎么样呢？只有全力一战。风之精灵拉法尔，奉至高神神谕，擒拿叛精灵希尔弗。拉法尔刚刚跑出去，一定是去找伊林了。刚刚那个身影是德尔，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要管那些了，先找到拉法尔和伊林才是首要的。无论如何，你都是无法战胜我的，还不准备放弃吗？这勇气可嘉，但是你的执着用错了地方。不过还好，已经找到能代替你的人了。就在这里让你明白，所谓的至高神，也不是我所不知的。什么意思？代替我？难道说的是伊林？伊林到底是什么人？至于背叛二字，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自然会明白。希尔弗，我这是在天上界，我这是在梦中。即使是梦，我也要抓住你。希尔弗！这是
精灵。刚才的梦是怎么回事？我当初明明是被希尔弗，那个从门中出现的精灵是谁？而且，飙风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吗？啊，你终于醒了！昨天整个10天的人都睡死过去了，包括你们3个。还好大家都没事。所有人都进入昏睡状态，看来是希尔弗的手段。希尔弗，他来过了吗？难道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是他的目标似乎是你。啊！就在我昏过去的一瞬间，看到他在你身上翻找着些什么东西。就算你这么说，可是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哎，而且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少。算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出去吧，我脑子有些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吧，好吧，水放在这里，我回自己房间了。真是，对待别人总是这种态度。你在天上界的人际、精灵际关系也很差劲吧？果然，这个叫伊琳的女人大有问题。希尔弗的睡眠术唯独对她不起作用，还有刚刚的梦。之前之所以能找回记忆，是因为至高神所赐的徽章，但是梦的内容却和徽章的记录有所出入。种种的不协调，都是在遇到伊琳之后慢慢显现的。对了，还好这个没被希尔弗发现。之前那颗至高神赐给我的绿色种子，吸收之后，我的力量恢复了一部分。不知道这颗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检测起来倒是一样的。这颗种子是希尔弗从至高神那里偷拿的，还是说之前那颗种子也是希尔弗留下的？不过无论如何，能恢复力量总是好的。希尔弗，不管你有什么目的，都别想逃出我的手心。还有这个越来越让人觉得古怪的伊琳，我一定会搞清楚他所有的秘密。这么长时间，只找到了这个？是的，不过搜寻还在继续。如果找不到他，你们所有人……找到了，找到了！雪灵，大人，希望之花没了，但是我留下了种子，就藏在我的面具里。可惜，地下的那些人魁没能及时带出来，不然我们就可以更快。做得好，雪灵。那些失败品有没有无所谓，重要的是种子，你爷爷会以你为傲的。大人，你可以安心的去了。处理掉。大人，就这么处死雪灵，万一被那边知道了？记住，雪灵是为了守护飙风山寨而死的。是。前往最近的飙风分团基地，休整再战，出发。奇怪，伊琳刚刚说10天的人都醒了，现在却只有他自己的房间里有亮光。这些人有问题，看来得先找到他们的头。这里是放置生命之树那间屋子，居然会有光亮，难道……精灵啊，自由的宠儿，这里是精灵的天地，我们自由飞翔。这是生命之树的洗礼，这怎么可能？明明只有至高神选中的精灵之子
才可以主持这样的仪式，而且面对的也应该是天上界的生命之树才对。谁？啊，暴露了！拉法尔，我知道刚才偷看的是你，你难道不好奇我一个精灵是如何在人间界生存的吗？要知道，人间界对精灵向来是很敌视的。把你的武器放下吧，让我们好好聊一聊，把之前没能说完的话都好好说清楚。这是以水为媒介却能够燃烧物体的冰之焰，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感受不到水元素。能够使用这种扭曲自然法则的高阶法士，你到底是谁？你不必在意我是谁，只要记得我们同出一源就好。而且，我只是想帮你完成你的任务。帮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帮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想带着跟我一样的精灵回到母亲树身边，这也是我们这些被抛弃的精灵们世世代代的愿望。你们？当初精灵与人类一场大战，最终的结果是分界而居。精灵占据了生长着生命之树的天上界，而人类则拥有了广袤的人间界。这个故事我知道，可有些事你不知道，这些事需要换个地方才能说。来吧，拉法尔，这是你第一次正式进这个房间吧？浮空桥被毁的时候，有很多精灵没能及时赶回天上界。据我所知，浮空桥只是传说，连接两界的是精灵通道。如果我没猜错，这个通道应该只在天上界有入口吧？一个通道只有一个入口，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至高神说，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又是至高神，难道天上界的精灵都不会思考的吗？至高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信仰。至高神的旨意不容违背。明明对至高神有这么大意见，嘴上却说要帮我，你这个人还真是不值得信任呢。我会尽快离开。不行，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才能回到天上界，回到真正的母亲树身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何从人间界回去，我也不知道。可是你完成任务后，会有精灵来接你。你该知道，不能回到母亲树身边，对于精灵是多么可怕的事。我们只是想要一个机会，可以给同类一次信任吗？睡得真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就走了？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问清楚呢。你有什么事情想知道？那个正灵为什么要接咱们进去？谢尔弗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你要去哪里？我跟他做了一笔交易，所以他告诉我一条可能找到谢尔弗的线索。你就这么相信陌生人？他不是陌生人，是精灵。拉法尔，你这样追着谢尔弗有什么用？能抓到他吗？别忘了，他可是刚刚在小镇里把咱们打倒。抓不到也要抓，这是至高神的神谕。虽然我不知道至高神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还有希尔弗，他如今变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他们走了。是，跟你料想的一样。把你的幻术解除吧。哼，没想到你还挺厉害，拉法尔居然没看出破绽。那个拉法尔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干嘛要借着我绕这么大个圈子？那就要问他身边的那个人类了。敌人手里的武器，用好了，也能够给敌人巨大的伤害，但是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弱小了，必须尽快成长起来才行。你最近好像有很多心事，出了什么事？从上次离开坎帕城，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这样说起来，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你父亲了。是啊，
况且当初我离开坎帕城是领了父亲的任务，如今事情搞砸了，我总得回去交代一下。哦，依我看，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里的飙风分团已经消失了。消失？怎么会？是啊，怎么会呢？你父亲身为坎帕城城主，将你这个亲生儿子扔到飙风当了足足3年小喽啰。可惜你们什么都没来得及做，飙风分团已经不见了，真是白吃苦头。正灵，您这话我不太明白。卡纳德城主打算先吃掉飙风，再对付我们弑天。他的计划我早就知道了。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可是我上次前进来的时候……上次？糟了！别怕，我既然救了你，就不会反悔杀你。我们的目标都是想对付飙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合作呢？别说那么好听，我还有父亲交给我的其他任务呢。我不会强迫你，等嘉岩城的事情结束了，再给我答复也不迟。喂，拉法尔，我们要往哪里走？根据弑天的人所说，谢尔福应该在飙风的另一个分团附近。怎么又跟飙风扯上关系了？这不是正好吗？最好这一路过去，能把飙风分团都挑一遍。拉法尔，你不是有办法追踪谢尔福的踪迹吗？谢尔福的行踪，算了，先按弑天的人提供的线索追查一下吧。谢尔福的行踪，算了，先按弑天的人提供的线索追查一下吧。有问题。咱们前进的这个方向，前面应该会经过坎帕城吧？从城外绕过去。要不咱们进去看看？去那里干什么？让人再追一次？城里的卡纳德城主是假的，咱们应该去告诉塔波一声吧。与我无关。啊，我想起来一件事，坎帕的逃生通道跟地狱之花的花根在飙风下面流的地道很像的。贾城主应该是飙风的人，你说他当初会不会带了花种去坎帕城？好吧，就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地道好了。怎么会这样？坎帕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的天，碎的还真彻底。这是飙风做的，还是另有其人？我的村子会不会有危险？拉法尔，你发现了什么吗？看来被你们说中了。紫色的树叶，难道是？不可能啊！这叶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咱们不正是因为担心地狱之花才一定要来这儿吗？现在安心了，至少可以确定，坎帕城果然有地狱之花。你所说的不可能是什么意思？咱们进飙风时走的地道，应该是飙风的人开掘的，而灭除地狱之花后出现的那个四通八达的地道，则是花根消失后留下的。坎帕城应该也一样，这里的逃生通道流传已久，咱们跟德尔走的时候也没见到地狱之花，现在怎么会突然出现呢？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咱们还是先找找有没有生还者吧。成都毁成这样，还会留下活口吗？你也要过去吗？无论如何，去看看没什么坏处。城镇毁成这样，有人也早成尸体了，找什么生还者？你们怎么样都好，反正我是累死了，还是休息一下，就休息一小会儿，一小会儿。你们这些小子有时间欺负后辈学妹，还不如多训练训练自己的技术。怎么样，没受伤吧？是的，学姐，不，前辈，那个就是号称高年级综合学历第1的娜娜学姐，好帅啊！下一位受勋者，娜娜布莱德。这是骑士之心的授予仪式。
失格者，失格者！综合学历第一的娜娜前辈，居然没能取得骑士之心。切，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整天好像比别人本事大。在咱们学院，只要老师们允许去考核的人，还没有过被骑士之心拒绝的呢。听说得不到骑士之心承认的人，不是力量不够，就是血统不纯。这个女人不会混有什么奇怪又卑劣的血统吧？住口啊！娜娜，醒醒！盖尔，你怎么了？做噩梦了？没什么。你们找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找到，一个人都没有。好在没跟你们一起傻找，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有活人？不仅没有活人，连死人都没有，只有废墟。只有废墟？怎么又遇到这样的事？你说坎帕城可能不是被地狱之花毁掉的？你们翻垃圾的时候，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得出这个结论。什么意思？说明一下。精灵对地狱之花天生有一份敏感，如果之前这里有活的地狱之花，咱们在城里几进几出，我不应该一点也没有感觉。那刚刚你在这里发现的那片叶子又怎么说呢？切，不是啊，什么嘛！坎帕城出现地狱之花的影子，飙风那里也有地狱之花。啊，你说希尔弗会不会也在找地狱之花？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一直追着跑了？我们可以先找到目标地点，然后守株待兔啊！人间界的地狱之花，真。此事打算留在人间界吗？你的思维未免太跳跃了。你们说啊，如果不是地狱之花，那坎帕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方向？我能有什么方向？我刚来坎帕城不到1个月，根本什么事情都不了解。可惜啊，这次任务算砸手里了。不了解坎帕城，你认得城主卡纳德，能自由进出城主府，还知道城里的逃生通道，越说越觉得你很可疑。你跟这个坎帕城一定有什么秘密，被我说中了吧？解释！你笑什么呀？说的坎帕城好像是我的情人一样，我能力有限，可没办法把一座城市当情人。这种说法真是狡猾。娜娜姐，你怎么一直不说话？那怎么了？在想事情吗？娜娜姐，伊莲，拉法尔，赶快找东西把火扑灭！我刚刚都做了什么？伊莲，动作太慢，拉法尔，你的动作太慢了。不是说要来抓我吗？怎么，这就打算永远留在人间界当逃兵了吗？这声音是希尔弗。别太相信至高神了，听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吧。我随时等着你的挑战。啊！伊莲，我这是怎么了？你刚刚鬼上身一样，变成了那个希尔弗，没有印象了吗？啊！我变成了希尔弗！跟我过来。
果我现在要杀你呢？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啊？还是不肯说吗？我根本不明白你在……下一次瞄准的就是心脏了。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你自己放弃这次机会的，不要怪我。拉法尔，你疯了吗？这次想对小伊做什么？你不需要知道，让开。拉法尔，我们都不知道你跟伊林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不能说清楚吗？如果你有质疑的话，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对付我呢？那样岂不是更有效？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可经过这么多事，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朋友之间，正因如此，伊林现在的样子才更危险。小伊，你们根本不了解现在的情况有多严重，先在旁边稍微安静点吧。又来了。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你们休息一下才是上策。好了，搅扰的人已经解决了，继续我们的事情吧。小伊，快跑！你不是他的对手。为了确定杀死对方，气功改剑的想法倒是很不错。不过很可惜，你的想法都已经被我看透了。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吗？拉法尔，我们之间的事何必扯上外人呢？希尔弗在伊林身体里。哦，自动开门，什么时候我的面子这么大？啊，尤先生。哦，是你？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尤先生，雪玲。雪玲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他已经留在了分团旧址，再也回不来了。什么？这不可能！是谁害死了他？尤先生，您还是别问了吧。总之，我一定会给雪玲报仇。说来也是黑骑士惹的祸。他在坎帕城不知招惹了什么人，追到了分团，打斗中分团化为废墟，而雪玲为了抢救您留下的宝物，打斗中分团化为废墟，而雪玲为了抢救您留下的宝物，被埋在了里面。黑骑士，坎帕城，我知道了，绝不会放过害死雪玲的人。提欧留下的宝物会是什么？利用伊林的身体出现2次，你到底想做什么？你不是很想抓我吗？为什么不出手？还是说，你其实已经怀疑什么了？拉法尔，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希尔弗大人，您最近怎么了？我很好啊，跟大多数精灵一样，按着至高神的命令去做每一件事。可是，我总觉得您最近行踪不定。最近波波莱卡也说，拉法尔，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多问。但是，你要是真想知道，可以去问至高神。终于忍不住了，至高神果然没说错。哦，你觉得自己能够阻止我吗？
希尔弗大人，服从至高神的命令是你教导我的哟。我只是奉命行事，你不会真的要和我动手吧？所以呢，想要利用剑的数量压制，想法不错，不过可惜。这是什么情况？希尔弗大人，您这样做是犯规。身为一位精灵长，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啊？哦，那么我应该怎样做呢？和你进行无意义的缠斗吗？那样的话，你要不要到神殿里来呢？啊，你明明知道我不可能进去的嘛！啊，好吧，我失败了。希尔弗果然进去了，一定要在至高神前抓住他。是，明白，已经通知下去了。哦，是这样吗？哼哼，看来他们心都大了。去吧，继续你的任务。全天上界，追捕叛徒希尔弗，不允许他离开天上界。是。去看看拉法尔在哪里。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这是希尔弗干的吗？刚刚引我来这里的影子，难道真的是希尔弗？希尔弗是叛徒，一定要抓住叛徒。希尔弗，为什么你要背叛至高神？拉法尔，你知道些什么？我知道我奉至高神的命令，前来人间界追捕叛徒希尔弗。我知道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但我不会后退一步。为了至高神的神谕。竟然用废墟做掩体，为什么没有正面还击？我险些忘记了，这具身体还不能掌控风之元素。那么，拉法尔，把你的衣领还给你。这怎么回事？和刚刚伊林中箭的位置相同，传来阵痛感。难道当初我给他改动的契约出了问题？又莫名其妙的断片了。娜娜姐，戴尔，那个是拉法尔的契约。喂，现在是恢复了，还是说装不下去了？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也许杀了你，我也会受伤。不过现在受伤，总比以后受治要好。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一次没有掩体可以使用。怎么会？契约的反噬居然强到这种程度？是错觉吗？还是他固执了呀，拉法尔。但你们可不能就此停下，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人来拯救。小一，手肘再后撤一点，吃的马上就好。拉法尔，你终于醒了。昨晚大家一样睡觉，早上起来叫你怎么叫都不行。昨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事情。睡糊涂了吧？咱们到
到了这里，只看到了废墟，后来就在这里休息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们还在磨蹭什么？东西烤好了，快点来吃吧。奇怪，到底忘了什么事呢？算了，反正坎帕城已经是废墟，下面的逃生通道也看不成了，还是先做该做的事吧。咱们今晚就住在这儿。是啊，这里能遮风挡雨，而且门也是好的。切，把收拾屋子的工作交给我们2个女孩子做，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外墙的加固工作可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不是吗？你们吵吧，我要休息了。其他精灵都说来人间界执行任务很容易，怎么轮到我就这么麻烦？是我眼花了吗？刚刚是什么？啊，总算有地方可以歇歇脚了。今晚就住这个破屋吧。哎呀，这个门好紧啊，打不开。好难开呀！终于开了。哎呀，好疼啊！这下他们追不到了吧？唉，哦，那边有一大片破破烂烂的房子哎。去加盐城的事，等睡醒一觉再考虑好了。这间四面透风，不行，房顶都没有了，不行。啊，这是什么？哦，这间不错哎，就是它了。啊，总算有地方可以歇歇脚了。要先把门挪开。哎呀，这个门好紧！终于开了。哎呀，好疼啊！小姑娘，还以为是哪个山贼派来的前哨。你们欺负我！从我一出来，所有人都欺负我！现在该怎么办？又哭又闹的小女孩可是很难搞定的。那么，为今之计只有……小姑娘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先去外面躲一躲。我去，把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2个。算了。来吧，小妹妹，咱们来说说你为什么总被人欺负啊！不要再……这身衣服难道是小鬼身？娜娜姐，抱歉。
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光团在移动。不是光团，是魔兽。喂，小鬼，为什么你一出现会招来这些东西？这些魔兽和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就到地狱里去说吧。你们太过分了！爱丽丝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要进来了！如果说从前没出过村子的伊林没有战斗意识，那还正常。可是你们两个，你们不是说都做过佣兵吗？别慌呀，还不是以前遇到的猪队友太多了，看我现在一看到有危险，第一反应就是逃。不要再聊天了好不好？出来帮个忙啊！我一个人怎么能解决这么多魔兽啊？我数1、2、3，咱们一起开始战斗。拖后腿的就找地方藏好，全力以赴，干掉这些虫子。总算是都解决了。咦，都已经解决了吗？昨晚不是很慌吗？怎么现在这么轻松？很简单啊，我趁你们在战斗的时候好好睡了一觉。这个时候居然还能睡得着，真是……一莲，你的肩膀是怎么了？小一，你受伤了啊？没事，只是皮外伤。你们也算是对我有救命之恩了。那我来回报你们一下好了。光明治愈术。伤口愈合了。好了，外伤已经没事了。至于你体内的毒，就得靠你自身化解了。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能把堕精灵造成的伤口治到这种地步，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说什么？不可能！精灵是纯洁的存在，不可能会是这种恶心的垃圾。是堕精灵啦！艾尼斯这小鬼，那些响甲兽居然没把它撕碎吃掉，还让我失去了控制权。艾尼斯，你给我等着！圣女的位置一定是我的。接下来咱们怎么处理他？我倒是无所谓。那个，不要乱来啊！这荒郊野岭的，不正好抛尸吗？不要总说这种可怕的话好不好？我真的叫艾尼斯·法尼斯，光明圣殿的灵子。只不过，我马上就要成为圣女了。4个月后，我就会正式入住圣女宫殿。圣女宫殿是最接近光明剑的凡人之地，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因为一旦住进去，就再也不允许出来了，是吧？你怎么知道？当然是因为我曾经见过。无论怎样，这是圣殿与光明神的千年约定，必须遵守。所以，在被关起来之前，我想多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姐姐，你一定会帮我的吧？好了好了，也只有小一会上你这种当。小鬼，你看到了，唯一会上你当的人，在我们的队伍里说话不算数。切，长老教的眼泪战术失灵了吗？切，长老教的眼泪战术失灵了吗？真是的，你们年纪都比我大这么多，让我骗一下能怎样？又不会害你们。看来软的不行了，那就来硬的吧。你们不满足我的条件，我就杀死你们。哼！而且别忘了，他可是精灵。哼！拜托，咱们是自由佣兵，现在杀了你也不是不行哟。的确是这样哎，不过别忘了，我可是即将成为圣女的人哦。那又怎么样？你们如果杀了我，神殿里的圣女石就会把我遇到的事全部反馈给长者们。
杀死灵子可是重罪，到时候你们在大陆上就会寸步难行。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听我的话啦？吉娜，吉娜，你在吗？吉娜，你在干什么？没什么，刚刚我好像看到有只老鼠。跟我来，塔波亚长者要见你。是。吉娜，别忘了你还不是圣女，你必须要打败艾尼斯。是。你要做什么？不要脱人家的衣服呀！你乱喊什么？你现在这样简直就是现眼包，这不明摆着出去送人头吗？有道理，可是我没有其他的衣服可以换啊。放心，跟衣服有关的，我这里应有尽有。说起来，咱们也好久没换衣服了，大家一起换吧。不好的预感。感觉怎么样，灵子大人？不知道教会的人看到了会作何感想？你现在这个样子，大概教会的人很难认出来吧？不光衣服，连发型都换了。拉法尔还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妥吗？准备出发吧，去下一个城镇。感觉似乎比原来帅一点嘞。没想到艾尼斯要去的地方跟拉法尔要走的方向竟然是一致的。我才不想跟精灵有缘分。听说你们去坎帕城逛了一圈，就把城给铲平了，是你做的，对不对？这是哪里传出来的谣言？前几天我跑出来之前，光明圣殿刚刚接到了佣兵工会传来的最新消息，内容大概是说2男2女的4个恶人组团灭掉了坎帕城，光明圣殿正准备发布任务捉拿你们呢。4人组啊，跟咱们没关系吧？虽然人数一样，但肯定是他误会了。说起来，现在你们还敢跟我去嘉盐城，胆子还真大呀！现在嘉盐城肯定已经对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呢。你既然以为我们是恶人组合，又发现了我是精灵，还敢跟我们同行？因为我可以感觉出你们是好人喽。不过我胆大胆小不重要，你们还是想想能不能平安进嘉盐城吧。哦，这就是嘉盐城吗？走了好几天，终于到了。可奇怪，城门居然关着，现在可是上午哎。其实相比之下，我更注意那几张贴在城门旁边的东西。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不过画像嘛，好像是你们4个。看来艾尼斯说的没错，咱们的确是要好好想想，怎么才能平安进城。等下，重点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几个被人栽赃陷害吗？先看看能不能进城。好巧。城门要关上了！拉法尔，有人要闯城门！放箭！放箭！拉法尔，你怎么样？小伊刚刚喊拉法尔的时机好危险，要没有盖尔砍断长矛，拉法尔已经被戳成蜂窝了。不，刚刚不是我想叫的，
为什么好像有另一个人在我身体里一样？为什么好像有另一个人在我身体里一样？哼，原来精灵也不过如此嘛。或者干脆想办法活捉他。要是能把一只精灵带回去，长者们肯定不会追究我逃家的责任了吧？光明神大人，我错了，我不敢在心里想坏主意，不要惩罚我！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哼，有意思。难不成他们又是来找我们飙风麻烦的？难道是那些种子？如果是那样，麻烦就大了。喂，你们继续行进，我回去一趟。城主大人的命令是让你们2个人要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地方。你现在是想逃跑吗？你们管得还挺宽啊。好了，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吧？说，为什么大白天的关城门？你们别得意，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你还是老实一点吧，不回答的话，这家伙真的会杀人哦。有强盗！城主收到线报说，最近飙风要来西城。飙风什么意思啊？怎么，很好奇？娜娜姐，你干嘛老是下伊尼斯啊？好了，这个不是重点，咱们首要目的是进城吧。切，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一会儿不是还有卫兵要来吗？咱们别给他们添乱了，去树林躲躲吧。不要老针对一个小姑娘嘛，拉法尔又不介意她的身份，和平相处不好吗？我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啊！丑话说在前面，别太相信光明神殿的人。别看了，咱们再往里面走走。这里已经够远了，他们再怎么打也不会伤到咱们了吧？走吧，里面才能更安全。依琳姐姐，你怎么有点鬼鬼祟祟的？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啊？艾尼斯，你不害怕吗？跟着我们这些奇怪的人，和精灵一起上路。光明神说，不要怀疑你的朋友，因为他将是可以守护你背后的人。可是自从拉法尔来了，我就开始遇到奇怪的事情，比如我的身体总是被控制。我为什么会用总是啊？现在不是纠结这些字眼的时候。那你想我怎么做？杀掉拉法尔？不，我只是想问问你对于精灵的看法。我跟拉法尔出来，开始是因为他救了我，后来是因为我把他当朋友。可是仔细想想，我能帮他什么呢？他又为什么一直让我留下呢？还有刚刚好像被别人控制了我的身体。我要安静下来，一个人好好想想，拉法尔究竟是不是我的朋友？我要不要跟他继续同行？光明神的旨意是否要坚定不移地遵行？依琳姐姐，别乱说了。我觉得拉法尔很好呀，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精灵那么坏。也许当初坏精灵比较多，所以光明神只记载了坏精灵的事呢。说不定拉法尔是好精灵呢。可是拉法尔还救过我呢，我是想保护他，才要跟他同行的。你跟精灵是一伙的，我才不会把真实想法告诉你呢。想套我的话，哼，没那么容易。哎呀，似乎遇到2只迷路的小猫咪呢。白骑士，你来干什么？你们不是想逃走吗？我来满足你们的愿望啊！我可以给你们帮忙哦。艾尼斯，现在马上我会跑到城门那边，去找拉法尔他们，我来拦住他。哎呀呀，好强的气场！不会让你过去的。不过呢，艾尼斯！哎呀呀，这下可没办法逃跑了。等等哦，等我把小丫头抓回来，再跟你玩。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看来只能
拉法尔，救命！迎战！哇，比刚才人还多啊！拉法尔，依林，依林有危险！小一，他那边怎么了？让下战友独自逃跑什么的，我仿佛见过这个画面。哼，你就算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哦。你就放弃。离依林远一点。哦，很有自信嘛。我要是偏不离开，你能怎么样？你到底想干什么？什么意思？难道他根本没注意到我身上的种子？早知道是这样，真不应该回来。啰啰嗦嗦，挟持人质还如此多话。你难道不管这女人的死活吗？散！气流缚，这是将气流变成绳索，用来拘束大型魔兽的招式。虽然年龄似乎有不同，但是你们明明长着同一张脸，为什么我只觉得他好像有点熟悉呢？你这么说，难道是在天上界见过吗？刚刚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的记忆。先不管了，眼前的敌人要紧。那么接下来，刚刚的脸居然是面具，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吗？那个人相貌和依琳姐姐一样。我见过你吗？可恶！本来知道你们不是为了种子回来的，我已经想放过你们，既然给伤了我，早晚我会……真是愚蠢！逃跑之余，竟然没注意气流缚还在我手中。那个，他现在似乎没有反抗能力了，咱们该怎么办？你要做什么？没理由啊！这局暂时算你赢了。你想怎么对待我呢？杀了我吗？还是想做点其他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血都被吸干了，这些藤条居然是有意识的吗？就像等待多时的狩猎者一样。刚刚生长速度那么凶猛，现在却停下了。好香啊，花香的味道。我怎么闻到的是腥味？真的好恶心，像是腐烂的东西。
又好像是铁锈的气味。这是腐败血液的腥臭吗？拉法，你干嘛去？啊，现在看到的景象，好熟悉啊！当初不就是这样的吗？把人当成培养基，种上希望之花的种子，用血喂养，失败了就换下一个。没想到现在，我自己成了培养基呢。白骑士大人，培养基仍然是在希望之花生长到一半的时候彻底死亡，与之前相比没有进展。可惜了，这次的培养基可是个难得的美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是严格按照笔记进行的每一步，为什么总是失败？大人，您说是不是我们选的培养基有问题？培养基？培养基能有什么问题？个个都是新鲜有活力的。我就是觉得咱们之前选的培养基都太普通了，啊，要不要试试看强壮一点的人选，比如雇佣兵？哦，眼神左右闪烁，说吧，自作主张做了些什么？我抓了坎帕城主卡纳德。你有这个能耐吗？这提欧来了坎帕城吧？你有这个能耐吗？这提欧来了坎帕城吧？我很好奇，雪玲。提欧，你的爷爷或者奶奶？算了，他的性别不重要。他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孙女呢？下次再敢擅自行事，我直接用你种花，明白吗？是。不过，你刚才的说法可能有点道理。走吧，带我去看看我们尊敬的卡纳德城主。是。还有脚声，是从加盐城方向传来的。拉法尔那个混蛋呢？明明是他自己要打进城，结果现在就跑了。他在想什么呀？自己搞了事就溜，也不考虑考虑我们吗？这是加盐城全城备战的信号，我劝你们还是快跑吧，不然等着你们的将是地狱。好大的声音！是军队集体前进的脚步声。哟，这不是白骑士吗？放心，就算我们要跑，也要带上你。你说跑？我本来是要去加盐城。很遗憾，加盐城的人很野蛮，他们见到你不会听你解释，只会一刀砍过来。所以说，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这边也准备好了。拉法真是的，总是把事情搅得一团乱，然后就闪人。既然准备好，咱们继续往树林深处走，守城部队不会轻易找到咱们。奇怪，跑到哪里去了？应该是这个方向啊。那边。别想跑！跑掉了。这家伙留下一枝一叶都可能死灰复燃，怎么才能？对了，这株地狱之花刚刚被催生不久，应该还带有元素的痕迹。有了，风元素碎片，难道是希尔弗？我该怎么办？地狱之花还是希尔弗？地狱之花不除灭，顶多人间界遭劫，应该危害不到天上界。希尔弗却是我的任务，但是现在的我真的能抓住希尔弗吗？希望之花的种子已经回收完毕。波波莱卡，你做得很好。失败的实验品不应该流传出去。如果拉法尔发现这些，会不会追查下去？我怕那个傻孩子只会一门心思完成我的任务，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放心吧，你也一样，只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就好，不需要有疑问。是。
还有5个石子。拉法尔，你若是再找不到我，我可就要走了哟。最后一个了，看来他真的没机会了。希尔弗，总算找到你了，今天我一定要。哼，你要怎么样？着那些任务，至高神的命令不可违抗，这不是以前你一直教我们的吗？如果你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我就没必要再给你机会了。领域，拉法尔，你心里一点疑问都没有吗？至高神为什么派你来完成这个不能完成的任务？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不杀你？地狱之花为什么出现在人间界？还有，你刚进入人间界的时候，记忆曾经出现过问题吧？是谁？为什么要对你动手脚？你难道一点都不想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吗？我现在只想抓住你。唉，真是傻孩子，你从小就是这么固执，真不知道这种性格到底是福还是祸。你和依琳都是开启新世界的钥匙，必须尽快成长起来，自己的命运只能自己改变。娜娜姐，怎么突然停下了？不对劲。你也发现了？总觉得有人一直在这里盯着我们，而且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不论鸟声、虫声、水声，还是追兵的声音，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不对，有人过来了。动手！复刻者，好久没见到了，原来还有活的呀！啊？什么？不过比较奇怪的是，这个女人，你们俩谁是本源者呢？按年龄看，应该是这个女人，但明明你的身上属于人类的生息更重，把她带走。啊！喂，为什么是我呀？复刻者？那是什么？到底是因为我们被抓这些人，才发现了伊林的身份，或者他们是因为伊林才来抓我们呢？我早知道，在嘉阳城的军队出动后，慌不择路的你们一定会跑到这儿来。哈哈，这下谁都别想走了。欢迎来到地狱。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他们不会上来的。我看他根本就是看见你们不敢上来吧？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精灵真可怕。到了，进去吧，我们只能带你到这里。依琳，好久不见，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更没想到你居然会跟天上界的精灵扯上关系。
是谁？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别靠过来！你是真的不记得，还是装的？难道是怕那个天上界的精灵发现你跟我们有关系吗？你再这样我要对你不客气了。你不觉得这间屋子很眼熟吗？你以前可是在这里住过很久哦。胡说！遇到拉斐尔之前，我根本就没离开过我住的村子。你确定吗？我当然，什么都确定不了，多可怜呢。那个拉法尔正在把你的生活引向深渊，但是我可以救你。拉法尔都做过什么？见过哪些人？把你知道的通通都告诉我吧。他蠢货精灵们想困住老娘，想得美！喂，搞破坏前你能不能先打个招呼？我们都差点被你搞死了。老娘这是在救人，救你们知道吗？喂，拿稳啊！有人也等我把艾尼斯找出来。我还不想死。艾尼斯，还好你还活着。咱们已经被精灵包围了，赶快把小鬼挖出来，我要再试试我的小可爱们。娜娜，正常一点啊！你是想赶在精灵之前先把咱们都弄死吗？少废话，咱们连武器都没有了，不用这个难道等死啊？喂，现在投降可以保你们活命，不然你们几个全部都要死在这里。这炸弹充其量就是拖延时间，但即使是这样，也找不到别的道路可以逃走。出了什么事啊？大人，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只是监禁室那里出了点小小的意外，马上就能处理好。那些抓回来的人都有大用处，别让他们死了。只有这3个人类，居然趁这个档口逃掉，真是大意了。来人，组织队伍去找那2个逃跑的人类，尤其是那个女性人类，一定要抓回来。这种地方居然能感知到元素的力量，没想到人间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精灵存在。这种地方居然能感知到元素的力量，没想到人间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精灵存在。但是为什么跟之前在那座移动小镇上遇到的半精灵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精灵吗？我能感觉到依林就在里面，他为什么在这儿？跟这些精灵是什么关系？不管了，总之先找到依林再说。至于找到他后的下一个计划，先别管这个了。切，竟然埋伏在这么浅显的地方。拉法尔，初次见面，我的名字叫狄德利特。我不认识你。不要那么严肃嘛。来者即是客，我可是一发现你过来，就带着这么多人来迎接了，何不坐下聊聊呢？这种弓是天上界已经淘汰的款式。我知道许多你不知道的秘密呢，你不想听吗？说就可以了，不要靠这么近。比如说，你为什么来到人间？再比如说，你跟那个本源者的渊源。本源者？什么本源者？阿拉，你难道不是因为追踪他才找到这里来的吗？依林，你不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你想让这些问号围绕你一辈子吗？不需要，我的疑问我会自己处理。哎呀，还真是坚定呢。你似乎很爱笑，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的情绪很多样化呢？所以呢？你想说明什么？
难怪你们会被抛弃在人间界，现在的样子和天上界的正常精灵真是云泥之别。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天上界精灵才是可怜的小白鼠。你凭什么这么说？自信过剩吗？你想想希尔弗，什么意思？你想说希尔弗是你的手下？别开玩笑了，你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哎呀呀，他怎么会是我的手下？我说了，我们是朋友。他不会跟你这种精灵做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说出的真相不足以让他放下对地上界精灵的成见呢？对不起，我没办法相信你。看来谈崩了呢。放箭！据那个狄德利特所说，伊林就在这座城堡中无疑。但是这么多的房间，伊林藏在哪儿了呢？伊林，我要走了，你睡吧，最好永远不要记起来。等等，你到底要去哪儿？伊林，最好永远不要记起来。妈妈，别丢下我！剑幕如此密集，躲来躲去不是办法。但是这种地方哪里会有掩体暂避？光，这是城堡。这城堡好像至高神所在的神殿。人间界的谜似乎越来越多了呢。既然如此，这是……没想到城堡内部会是这个样子。阶梯虽然蜿蜒曲折，但看起来似乎是一条路。重要的是，伊林的气息好像一下子变浓了呢。哪怕以前他在我身边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浓过。有趣。就让我看看路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吧。狄德利特大人，不好了，那个外来的。你说什么？切！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易就被发现。只要在大自然里，没人是我们精灵的对手，你还能往哪儿跑呢？这就是尽头了吗？里面会有什么呢？伊林，拉法尔！没想到真的能在这里找到你，居然跟人间界的精灵有渊源。你身上到底藏有多少秘密？如果我告诉你，我现在才想起一些事，并且从今以后，我想做你的忠实战友，你相信吗？哦，这样啊，这是好事啊。拉法尔的种种反应都在我的预料之内，倒是希尔弗，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看了他。看来我得做点什么了，不能让一个小小的希尔弗影响整个计划。去叫温蒂尼过来。至高神，您有何吩咐？温蒂尼，我说过，在我面前，你永远不必拘谨。不，我并不是拘谨，我只是每次能见到您都很激动。是啊，没有精灵能够经常见到我，你是一个，波波莱卡是另一个，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不会让我失望。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您的命令就是我的愿望。
谁在里面？哎呀呀，不愧是精灵长，居然这么轻易就发现了我。达雷斯，谁准许你随便进我家的？精灵长别这么冷淡嘛，我经常这样进别的精灵的家呀。其他精灵是其他精灵，我是我。再说，你是火精灵，不属于我这个水精灵长的管辖范围。你来到底有什么事？那个，其实我只是想问一下，拉法尔怎么不见了？我怎么知道？他是风精灵，同样不归我管。再说，你问他做什么？我记得你们的感情没那么好。我打听过，没有精灵知道是谁接受了追捕叛徒希尔弗的任务。加上拉法尔不知去向，所以我猜测拉法尔就是接受任务的精灵。就算是他又怎么样？没有任何精灵可以质疑至高神的决定，就算是我也不可以。拉法尔，听我说，首领，他们就在上面，他们跑不掉的。哦，首领居然亲自带队，你的话晚点再说。你这是要做什么？抓紧我就好。喂！你要做什么？依琳，不要！啊！救命！还以为会摔成肉饼。拉法尔，那边。那边？为什么？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好吧，听你的。做好紧急降落的准备，翅膀要消失了。还真是紧急降落，一点准备时间都没有。不能躺着，剩下的路要跑着过去才行。切，还是那么不懂得照顾女性。这是什么东西啊？野兽吗？小心！吃人就吃人嘛，叫什么嘛？等下把那些精灵都引来了怎么办？那些精灵追上来了，那就赶快朝山的方向跑。感觉越来越清晰了，好像是……果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娜娜姐，你们怎么了？还是我来吧。立竿见影。拉法尔，你个混蛋！知不知道我们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啊？我今天一定……要打架可以，不过我看这里的守卫马上就要把援兵找来了，敌手再多我都能离开。你呢？哼，临阵脱逃害我们陷入陷阱，现在又来充好人。喂，先不要吵了，优先逃走才是上策。手脚都被捆麻了，咱们现在从哪里逃走？逃走？被捆被吊还挨打，这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所以我决定要带走点火晶石，弥补我受伤的心灵。首先要找到之前那个洞窟才行。这里到处都是精灵，不想着怎么逃走，居然还想拿走火晶石，哎，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发财了！我救出拼死拿回火晶石是合算的。哇，金闪闪的好耀眼！我们好不容易混进了嘉恩城，你得时刻记得把帽子戴上。被发现也没关系，到时他可以逃跑呗。我们好不容易混进了嘉恩城，你得时刻记得把帽子戴上。被发现也没关系，到时他可以逃跑呗。不好意思，纠正一下，应该是战术性转移。精灵的事怎么能叫跑呢？这里离精灵的那个聚集地不远，也许拉法尔被发现也不会有事呢。我到这里来，并不是因为离精灵聚集地近，
而是因为这里有希尔弗的气息。你还要找希尔弗？当然，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使命。但是以你的实力，并不是他的对手。希尔弗还是我的老师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我能掌控菲利西亚，就有机会打败他。放心，我追踪希尔弗的气息，是不想丢失他的踪迹，而不是想送死。收房钱5金币。可是早上住进来的时候，我们交过了。那会儿是我们老板看你们风尘仆仆很可怜，现在这是另外的价钱。滚！想坑我娜娜威布莱德？把你们老板叫来，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个算法。娜娜，真的是你？你是奥法？一转眼，你已经离开3年了，你的样子没怎么变，我却不一样了。你们的事已经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有新的队友。上次听说你被抛在了坎帕城附近的山谷，我还以为……以为什么？以为我就在原地等死了？我们累了，要休息。那个，娜娜姐，你朋友啊？朋友？哼，不过是过去认识的人罢了。娜娜姐，我以前听过许多你的传说呢。传说啊，那是最经不起考证的东西。娜娜，怎么不去玩？明天可又要出任务了，今天是最后的休息时间。想安静的坐一会儿。这可跟我听说的那个大大咧咧的娜娜威布莱德一点也不一样。受虐狂啊！帮我拿饮料过来。遵命。娜娜大人，你要的饮料。娜娜，喂，你怎么样？快醒醒！傻瓜，这么担心我啊？不愧是传说中彪悍的娜娜姐，居然主动追男生，结局一定是2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结果要是大团圆，我还会在这里吗？对啊，既然不是幸福结局，那后来又怎样了呢？那简直是一段孽缘。几年前，在一次出任务途中，奥法向我求婚，天真的我认为这家伙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便答应了他。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哎，女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命运这东西还真是爱开玩笑。订婚后没有几天，我们2个到集市上挑选婚礼用品时，出现了意外。一辆失控的马车在集市中横冲直撞，行人四散奔逃。我和奥法冲向那辆马车，准备制服受惊的马，并解救车内的人。2个人出手，结果必然是成功的吧？那是当然，不过问题出在接下来。马车内的少女名叫马琳，从衣着谈吐来看，似乎是贵族出身。因为感激奥法的救命之恩，她邀请奥法和我到她家中做客。啊，这个情况，难道是那个被帅气强壮的男性搭救，从而产生好感？你为什么突然插嘴？马琳小姐是城主家的大小姐，她说要请谁，现在卫兵肯定已经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了。旁边的小贩如是说。果不其然，回到客栈时，卫兵已经等在门口了。马琳小姐有请，2位请吧。我隐约感觉有什么不对，但是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好和奥法一同赴约。吃个饭表示感谢嘛，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吧？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到达之后，奥法不由自主发出赞叹，不愧是城主府。众仆人夹道欢迎，那场景说是迎接同级别贵族也不为过。宴客厅内，马琳早已摆下宴席，等候我们的到来。我好像没听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目前为止，的确是没什么不对的。城主并不在府内，因此只有马琳和我俩聊天用餐。马琳很热情，不断向我敬酒，而我则不得不回应，以至于频频干杯。在连饮数十杯后，我终于趴倒在桌上。娜娜姐居然不胜酒力，主要是酒好，而且又没掺水。但是喝醉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嘛，
马林则说：“娜娜小姐，麻烦你给你们的佣兵小队带个口信，奥法已经不需要再跟那个三流小队混生计了。”这故事转折也太快了吧！有点意思。战术失败，为了表示惩罚，我当时就打断了他的腿。虽然有点凶残，不过这才像是娜娜姐你的作风啊。所以那家伙变成现在这样，缺胳膊少腿的样子，都是你动的手？那倒不是，我也没缺德到这种程度，说不定是这渣男又见异思迁，被别的大侠审判了呗。不对。来之前已经让人向佣兵工会报谢，马上就会有接任务的小队前来绞杀你们。既然如此，那你就不要走了。你要做什么？少废话！绑架是怎么回事？任务是怎么回事？说！喂，手下留情啊！烟雾！怎么突然间这么浓的烟雾？佩尼斯，怎么了？盖尔，你喊什么？不好，刚刚有人从我肩上把佩尼斯抢走了。什么？被人抢走？刚刚看到一个匆匆逃走的人影，肩上还扛着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他干的。难道是卫兵前来抢人吗？不，看轮廓，大概就是那个奥法。昨晚刚进城，我就想办法把消息传递出来了，为什么现在你们才来？
因为原来如此，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原来如此，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既然这样，让你们城主来神殿找我。你们嘉岩城的神殿应该还在吧？他们可能要追上来了，就麻烦各位抵挡一下吧。喂，你可是有名的自由佣兵，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人把你手上的人抢走？大概是因为艾尼斯是主动跟那个奥法走的吧？什么？我一直就觉得昏迷的艾尼斯心跳有点不太对，原来不是我的错觉吗？只有我没有发现他的破绽吗？我就说神殿出来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我也没发现。你们几个，我们还在呢，你们这是不把我们嘉岩城卫队放在眼里吗？轮得到你说话吗？就算我们真的有什么错，也要佣兵工会出面。浑身开始发软，难道白烟不仅仅是为了遮挡我们的视线？白烟有问题，我好像也……算了，没想到啊，我们竟然在这里又见面了。若不是你们坎帕城早已是本少爷的囊中之物，今天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你们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人是谁？我，坎帕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成为一片废墟？你是谁？竟然敢直呼本少爷名字！算了，这些小事都不重要，还是想想你们会怎么死吧。口气不小，不担心自己的命吗？哦呀呀，还好有备而来。我去，这么多人！这可都是在佣兵工会领了任务的高手，不知道你们能撑多久。哦呀，好意外，居然还有一个这么猛的。爸爸，你居然没事？速战速决，数量虽多，但不足为惧，只不过需要另外一种战术。妈呀，他这是要做什么？力量还在不断流失，那白烟居然连精灵都可以影响到。在我丧失战斗力之前，一定得把事情解决。哼，虚张声势。区区一个弓箭手，居然想和如此数量的对手作战，干掉这几个人！伟大的光明神，希望您助我看穿世上邪恶，助我顺利完成任务。光明神大人，您是在给我回应吗？这个好眼熟啊，我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算了，先解决嘉岩城的事再说。我可不能输给杰娜那个女人。就在这里吧。接下来需要……光明神的神刺！伤口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光明神的神刺怎么会伤害我？明明塔波雅长者说我是最适合成为圣女的灵子，可是自从我打算来嘉岩城，事情似乎就开始脱离掌控。我必须要补问一下，我越来越感觉这嘉岩城是个不祥之地。吉娜，怎么这么着急？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我有点肚子疼，想回去休息一下。先走一步啦。吉娜这家伙越来越古怪了。拉米尼亚大人，拉米尼亚大人。吉娜，今天并不是联络的日子，有什么急事让你呼唤我？拉米尼亚大人，当初您说后续对付艾尼斯的事由您接手，所以我才在响甲兽幼体失控后没再出手。可是，
我刚换不久的水晶球，在占卜艾尼斯结局时又裂了，这说明艾尼斯不仅没死，而且力量一点也没减弱。当初我们的交易是我帮你当上圣女，你替我播散种子，我保证这个艾尼斯不会破坏我们的交易。可是我的老师说，没什么可是，下次不要随便违背规矩，否则我的合作者完全可以换掉。拉米尼亚大人，拉米尼亚大人，人间界的人越来越蠢了，尤其是这个吉娜，诡异的密室，来历不明的交易者，他居然这么轻易就把我当成可信任的人。人类越愚蠢，不是越有利于您的计划吗？至高神大人，兹修佩德又出现反应了。人类越愚蠢，不是越有利于您的计划吗？至高神大人，兹修佩德又出现反应了。我明白了，去看看吧。如果兹修佩德的反应足够强烈，我们散播的种子也该逐步引发了。我应该找机会去看看拉法尔。这地方还是这么寒冷，不过能感知到拉法尔的元素碎片。空气中的元素很稀薄，看来他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么，我说，你这怪物来凑什么热闹？去死吧！哼。还以为是什么有实力的怪物，没想到这么弱，这种水平也敢偷袭。不过，这种怪物的强度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高了。如果说这里的怪物都是这个级别的话，或许是人间界出了什么变故。看来还是需要尽快找到拉法尔。希望人间界的变化不会对拉法尔的任务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怪物！哼，真不想被偷袭者这么说。算了，反正你也会和这些人一样。好久不见，哈勃少爷。提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白瞎了给你这么多好东西。可是迷梦筒对那个人不起作用。上次在坎帕城遇到你时，我留了你一命，这次可没那种好事了。火焰弹！哼，有点本事，不过到此为止了。没有了光明神的恩赐，你什么都不是。光明神的恩赐，为什么又提到这个？当初在坎帕城，我昏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接招吧！找到了！一路跟着元素碎片跑来跑去，没想到他居然在这个小城里。要赶快和他会合，免得多生是非。这次
可没有光明神庇佑你了。哼，我说过的吧，这次就没那么好。人呢？可恶，让他逃掉了。拉法尔的元素气息越来越强了。好疼，走路怎么不看人啊？拉法尔，哦，是你啊！你跟人类混的时间太长了吧？一点精灵的高贵都没有了。他们都是完成任务的关键。关键？就这3个灰头土脸的人类？当然，不然我也不会在刚刚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还要救他们出来。居然还有人类能让你如此狼狈！他们有秘密武器，甚至可以让我受到影响。之前我差点因为轻视这些人类而付出代价。那你现在带着这一堆废品，打算怎么办？我总觉得这里有希尔弗的线索，只是我们刚刚进城不久，还没能找到。你想留下来？人类倒是好说，可是现在……往那边看看，他跑不远。那些人是来找你的？看来是了。先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怕成这个样子，区区几个人类而已，看我来打发他们吧。我倒要看看几个人类到底有多大。我倒要看看几个人类到底有多大。一定要找到那几个人。喂，先别走，听我说。我知道哪里可以藏身，咱们精灵在人间界还是有秘密据点的。好烦啊！长者们总是说光明神的恩赐遍布整个大陆，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遇到嘉岩城里这种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办啊？这里的神殿除了祈祷室，其他都成危房了。林子，嘉岩城的城主说想见你。见我？就说我很忙，神殿不收拾出来，没有时间会客。是。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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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说的秘密据点？是啊，其实，有人类要杀人灭口吗？等等，这个人还欠我们一个解释。那个拉法尔，我可以解释。盖尔和娜娜都说过，光明神殿的人最会说谎。他们3个明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昏迷前还是在惦记着你。多费唇舌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如当机立断。喂，拉法尔，那个女人，她……依琳，恢复了吗？咦，她这是怎么了？等等，那个方向是……不行，快停下！再往前走就是大殿了。他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哎。嘉岩城城主可能就在大殿里，你们现在还是全城通缉的状态啊！难道是你吗，希尔弗？一言不发便要开战吗？那个东西怎么会在他身上？不行，拉法尔，快住手！喂，拉法尔！一时疏忽，居然忘了契约还在。不过还好，他暂时不能行动了。万幸万幸，我还以为你真要下杀手。你在说什么？如果要杀他，刚刚在城里怎么会救他？倒是你，刚刚让我住手，是暗地里有什么计划了？
说吧，你们在想什么？不，我那个，我拉法尔，他又站起来了！怎么可能？明明已经确实击倒了。所以这是什么情况？你不是很有把握的吗？过来了！不会被击倒已经很棘手了，更何况还有契约存在。糟糕，他们这么打下去，迟早会被人发现。玲子大人，出什么事了？不能开门！什么事都没有。奥法，你给我好好守在前面，明白吗？我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向神殿长者回复。我还好走了。被击倒又站起来，这样下去简直是没完没了。拉法尔，想办法限制住他的行动，后面的交给我。做得好。这就是你的方法，像捉鸟一样。好使不就得了？那个依琳姐姐没事吧？呵，这儿暂时没你的事，乖乖闭嘴，不要讲话，回头再好好跟你唠。真的说不出话来了。长者给我的护身灵气为什么不管用啊？厉害了呀，拉法尔！你在人间界认识的人，貌似都不一般呢。你这是什么意思？比如那个女人，她怎么会有这个？被扣住那个女人，又怎么会同样受到影响？这个东西对伊林有影响。这么说，伊林这次变故跟希尔弗无关。为什么你会想到希尔弗？他现在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可是当初他曾经是指希尔弗？你遇到他了，为什么没抓住他？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在人间界的遭遇还是不要全告诉波波莱卡的好。没什么，我是想说，以前娜娜也用过这个吊坠的力量，为什么那时候伊林没受到影响呢？看来我要给你讲讲这个东西的来历了。资修佩德，世界能源核。据说神正是借助它的力量，才创造出人类和此方世界。1000年前，人类与精灵的混世之战，后来精灵退守天上界，并带走了资修佩德。可是他们带走的资修佩德并不完整，这个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碎片。拉法尔，我不得不说你的运气真好，在人间界随便拉一个人，竟然就和资修佩德有关。奇怪，那时候引来资修佩德力量的明明是我的徽章。不过，那个被扣住的女人怎么看都很弱，居然也会跟资修佩德有关联呢？搞不明白。你到人间界来，到底是来做什么？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拉法尔，你这是生气了？我有许多事情想问清楚，比如，先让他把资修佩德的事说完呗。咦，禁言术失效似乎快了点吧？我也不知道。以前在拉法尔身上没有这种感觉，可是在这个女人身上，能感受到人类与精灵间天生的能力差距。接着说资修佩德吧。其实我刚才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传说中资修佩德有几块碎片遗失在人间界。然后呢？没有然后了。究竟有几块碎片在人间界？这几块碎片都在哪里？你们来人间界是为了找碎片吗？为什么要找？我怎么知道？你们精灵会不知道？光明神明明说是被你们藏起来了。你说什么？谁藏起来了？我说光明神说你们……不，
我什么都没说。看来在精灵身边说话得小心了。整齐密集的脚步声，应该是城内的卫兵。哼，小妹妹，看来需要你出去把外面的人打发一下啦。灵子大人，城主带着卫兵前来了，一定要见您一面。我收拾一下就来。奥法，你先招呼一下城主。外人都走了，拉法尔，按照规定，我是不应该干涉你的任务的。可是，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不是吗？至高神一定也知道吧？难道是至高神让你来的？他不信任我吗？身为精灵，永远不要质疑至高神。这句应该深刻进灵魂的话，你已经忘了吗？那你就告诉我，希尔弗为什么会叛变？我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已经说过了，所有精灵都应该遵从至高神的神谕。希尔弗曾经是我的导师，我想知道原因。那你为什么不亲自问问希尔弗呢？我不相信你在人间界没有见过他。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希尔弗的对手，可你已经接受了任务，拉法尔，你必须完成它。你要尽快变强，强到足以捉住你曾经的老师。差点就把正事忘了。我这次来是为了提醒你，别太相信人类了，他们都是满口谎言、自私自利的生物。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还有，走之前把别人的东西留下。别人的东西？你是说这个吗？别傻了，自修佩德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精灵的，一丝一毫都不属于人类。而且你找到了自修佩德的碎片，至高神一定很开心，说不定他会因此把你提前召回天上界。抓捕希尔弗的苦差事，他也会派给其他精灵。我的任务，我自己会完成。我会亲自解开我心里越来越多的问号，每一个，不论是关于人间界还是天上界。又出现反应了呢。本来只想抓住希尔弗那个叛徒，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之喜。看来很快就能让你完满了。可笑，拉法尔，自大也要有个限度。我虽然没当过你的老师，可却比你早出任务许多年。况且以你的现状和我开战，可是极度不利哦。如果知道打不过就退，那我干嘛还苦苦追踪希尔弗？好快！我离开这天上界短短的时间，你能力又强了。不管我有没有变强，也不管你有没有变弱，反正你一直不是我的对手。不过呢，我这次来不是以打击你为目的的，我可是好心来给你通风报信的。走之前我只出手一次，你是要我跟你打，还是帮你对付外面的人？这次先饶了你，下次见面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慌了，快开门！听到没有？住手！灵子大人，城主，你的手下3番5次在这里大吵大嚷，成何体统？难不成嘉盐城的待客之道就是这样？灵子大人不要生气，我们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嘛。要知道，嘉盐城的光明分店已经很久没有等到光明神殿的人来了，谁知道后院藏着些什么呢？不劳城主大人费心，有光明神的庇护，我相信没人敢来神殿找事。为了神殿的安全，今天就算是圣女在，我也要查。城主大人，我奥法还是有点手段的吧？您继续在这里打扰，我可就不客气了。嘿嘿，你以为之前我不与你计较是怕你一个人？别忘了，我嘉盐城可是佣兵工会的。城主，你也别忘了这里是光明神殿，有我在，有光明神在，奥法的力量就是用不完的。城主大人，是不是太久没见过光明神的威力了？
我这全是为了神殿的安全。相信光明神若在，也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上！至高无上的光明神啊，请庇佑你的子民，请赐予我护卫神殿的力量。奥法！残损的身体复原了，我终于见到了光明神的奇迹。吊坠在发光，而且和前面大殿发出的光连在一起。剑官，头好疼啊！发生了什么？这是哪里？啊！这些树藤怎么盖在我身上？刚刚好像是在旅店门口来着，怎么被狮子划破了？是我眼花了吗？刚刚那好像是地狱之花。光被吸收了，难道是刚刚的地狱之花？你的东西接住。光消失了。看来波波莱卡说的没错，我来到人间界遇到的这些人都有特别之处，不过这家伙除外。这家伙简直像怪物一样，因为有灵子的神圣加护。怎么可能？光明神的加护消失了。灵子大人，我们执意要检查神殿，全是为了您的安全，您何必如此固执？城主大人，今天的事回到光明神殿，我会一一向上。报告。拉法尔，你在搞什么？我的书啊！就是他，我就知道他藏在这儿。我终于要捉到一只真正的精灵了。精灵，束手就擒吧！今天一定要把你……不可能！明明我在期限之前找到了精灵，我只要捉到，这不对，我要成功了！不，城主死了。拉法尔，把圣书还给我，让我至少能在这个可怜人离世之前为他祈祷一下。精灵，把圣书还给他，不然我就要动手了。失去了家伙，又恢复到残损的状态。我没空跟你纠缠。拉法尔，还我圣书，不然我以灵子的名义命令此处所有人绞杀你。这里，现在听我的指挥。精灵又见面了，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呢。又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居然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这一次不会再让你逃走。那个城主的血消失了，果然我没看错，刚刚那个纤细的藤条一样的东西，正是地狱之花。发生了什么？后院没有变化，地狱之花有了能量和血液的滋润，怎么会没有间隙扩张呢？难道我刚刚看错了？不对，我没看错，一定是有其他问题。哼！手段。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把你的力量给我。拉法尔，你在说什么？别再装傻了，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吗？你们是明白，我可糊涂了。希尔弗为什么能控制你？那群精灵又为什么单独关押你？还有，当初我订契约的时候，跟你根本就订不了从属契约。别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有感觉。现在，我只能确保自己安全离开。要我带你们走，可以，那你就把你所有的力量借给我，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就当你真的听不懂。你只需要知道，你们想安全离开这里，只能依靠我。这是光明神的力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光明神的力量怎么一下子不值钱了？只有能借用光明神力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灵子。大家都说我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灵子，很容易就能借到光明神的力量。虽然还有其他灵子做备选，可几乎已经确定我是下人圣女。哪怕唯一有机会与我争一争的吉娜也远不如我。可是这个精灵，光明神明确说过，要消灭的对象竟然能比我借到更多神力。好久不见了，菲利西亚。虽然外形改变了，那种奇妙的力量感仍如之前一般。换来换去，我还是弓箭，少在这装腔作势了。什么？我的竟然被该死的精灵！一定要！哼，算你不走运！今天就算你倒霉，我就是死也得拖个垫背的。奥法，救我！灵子大人，奥法，奥法！被剑射中的残肢又复原了。竟然是修复型的剑士，这么一来，这个身子完全没有人质的价值了。想跑吗？不要追了，奥法。一时没注意，加盐城的卫兵都跑掉了。是啊，城主都死了，卫兵也犯不上把命搭上。又恢复到残肢状态了。虽然是光明神的力量，不过维持时间好短啊。切，那家伙还真是好命，无论什么情况下，总有办法处于对自己有利的境地。出什么事了？你醒了。总觉得我错过了许多剧情。只不过打退了一波敌人。啊？刚才在小旅馆里咱们就打了一场了吧？现在又打，那岂不是说又要逃？无所谓，有了菲利西亚，我不惧任何敌人。如果我没记错，上次你在坎帕城用完这家伙，接着就不省人事了吧？我的力量不够驾驭菲利西亚，上次强行运用它，自然会力量透支。可这次，我从伊林那里借到了属于精灵的力量。你们两个看半天了，能不能过来一个扶我起来呀？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我们闹得动静这么大，会不会又引来什么麻烦？不必担心，有了菲利西亚，就算希尔弗在这里，我也有一战之力。拜托你先别立 flag， 每次咱们很顺利的时候，都会出现各种奇葩的幺蛾子。我的力气好像又回来了。怎么会？这下遇到希尔弗，还是照旧逃跑吧。看来现在我们得计划一下下一步了，总不能坐在这里等人来收拾我们。其实我有地方让你们藏身哦，但是你们要带上我，尤其我要跟他近距离接触。我把书还你，你离我远一点。不，我跟着你不光为了圣书，我要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借用光明神的力量，
我跟那个什么光明神完全没有关系。精灵唯一的神就是至高神。你要是真跟光明神无关，就不用怕我跟着你。当然，圣书你也得还我。停，别吵了。你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安全之前，你就是个哑巴。你带我们去藏身之处，如果真的安全的话，随你要把拉法尔怎么样。放开林子大人吧，我知道他说的藏身之地在哪里。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有的逃生通道。跟我来吧，从这里出去是最安全的。话虽如此，这里藏匿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会不会地狱之花还在这里？不会的，如果它在这里，我不会感觉不到。我对那种东西的感知。出了什么事啊？没什么，错觉而已。精灵说的没错，这里是光明神殿在当初2个种族大战时种植地狱之花的所在之处。但是无论是这场大战还是地狱之花，都早已成为传说了。奥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命令你说清楚。英子大人，让你带了外人进入地宫，已经是破例了。我不能再……奥法，你只是神殿最低等的守门人，你没资格反抗灵子的命令。请恕罪，神殿长者派我前来的时候，已经授予我特别的权利。为了地宫的安全，我可以暂时无视任何一个来到嘉岩城的灵子。是，算你狠。最近是不是有其他人来过这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记事起，所有人都说光明神说精灵神是不好的。现在光明神殿跟精灵有关系，是光明神殿背叛了光明神，还是我们这么多年听到的所谓光明神的教诲都是假的？盒子倒是无所谓，我更想知道的是里面装的什么。没错，当初飙风分团地道里那个盒子里的东西被你藏起来了，如今你只看到空盒子就能猜到取走东西的是精灵。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取走东西的是不是那个希尔弗，又或者是那些人间界的精灵拿走的？有些事情，我也是来到人间界之后才发现的，虽然我没办法说得太清楚，不过这些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你说要追希尔弗，可是整天只会乱转。你知道他人在哪里吗？你知道那些抓走伊林和我们的精灵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所谓的地狱之花是怎么出现在人间界的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娜娜姐，你不要这样说拉法尔。那个至高神给拉法尔的任务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拉法尔又被一个人丢在人间界，他能怎么办？别帮他说话了，拉法尔必须现在给我把所有事情说明白。让开，没必要对他解释太多。也许我应该让他们再尝尝契约的力量。光明神说的真没错，人类和精灵永远无法和平相处。看吧，又吵起来了。哎，这种感觉好奇怪。给我住口！拉法尔，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给你机会让你变强，你却一直没有长进。希尔弗，是你吗？来到人间界这么久了，你难道不怀疑你的任务到底有什么意义吗？你竟然能用武器了？难道伊林已经完全被你控制？
废话真多。希尔弗，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你们都不肯说明呢？你也好，波波莱卡也好，好像你们都知道许多事。天上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至高神出了什么事？拉法尔，有些事只有自己找到的真相才是真的，别人说的话最好不要全信。是不是以前我把你教得太单纯了呢？哪怕受了伤，失去大部分力量，你还是那么天真。难道要让你再受一次重伤，你才能成长？可是你的实力已经很弱了，重伤你，万一让你死掉怎么办？你不要太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查清所有真相。我说过，时间不多了，拉法尔，我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你的有一天？可恶！仔细想想吧，至高神派你来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抓我吗？你真的以为你和伊林是偶遇吗？所谓至高神，真的值得我们死心塌地吗？你……这个身体使用精灵的武器，真是耗费气力。不过用匕首就没什么问题了。拉法尔，伊林，放心，我只是想刺激他一下。如果这么简单他就死了，这是和拉法尔相同位置上的伤口，难道你们订了平等守护契约？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再坚持一下，等下到了分团那里就有药了。你这是白费力气。别这么说，他们肯定会拿最好的药治疗你的伤口的。我跟那里的白骑士有矛盾，他不会拿出好药来治我的。该死！我现在四肢有感觉，但就是动不了。伤口，凭空多出一道伤口。啊，又流血了！稍等一下，我这就找止血药。等一下。咦，白骑士，你能动了？为什么之前几天怎么吃药都不管用，今天突然就好了？之前那些精灵提到过，复刻者、本源者，白骑士8成也会对他们有感知。难道这就是当初父亲命我潜入飙风时，希望我找到的飙风的秘密？大难不死，看来我想做的大事一定可以成功的。怎么样，你要不要跟着我？白骑士大人，我不懂您的意思，我一直跟从您的脚步。别装了，咱们也算是患难与共，把事情都挑明了，才是聪明人，不是吗？无论你之前出于什么目的，从那群精灵手里救了我，总之我领了你的情，否则我不会对你说这些话。你是被坎帕城的城主派进飙风的，而且你在坎帕分团被毁之后还一直跟着我，是因为你想找到飙风的总部，对吧？要知道，坎帕分团才成立不久，你跟大多数成员一样，是我跟黑骑士在附近招纳的手下。在这种情况下，你对飙风忠心耿耿，甚至一而再拼死救我，这有点假吧？你要真是这么忠诚热血的人，怎么会进强盗团？你想怎么样？呵呵，不要这么紧张，我并不是飙风的死忠。我知道城主派你来寻找飙风总部是为了摧毁它，不过现在坎帕城都已经毁了，你就算完成任务也没有回去的地儿。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呢？我保证，最后你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摧毁飙风。我记得，每个分团的白骑士和黑骑士，都是从飙风强盗团总部来，可以算得上是团长的心腹。白骑士一向深藏不露，谁都猜不透他的心思。今天忽然对我推心置腹，难道真是因为我之前救过他？我有更伟大的目标，更可靠的主人。小小的飙风还不被我放在眼里。您说的对，坎帕城被毁，我即使完成任务也无处可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跟着您呢？反正我一直在坎帕分团，现在分团就剩下您跟我2个人了。好极了，那么我们走吧，绕过贝法城，直接去下一个飙风分团。是，白骑士大人。
不行，伤又没有用，完全没办法止血，这样下去会失血过多而死。喂，那个会光明治疗术的小鬼，说的就是你，别愣着了，赶紧给他们治疗。讲不讲理啊？我的圣书还在那个精灵手里，不过只要他把圣书还我，我可以试试。但是不确定这种治疗术有没有疗效。不用你治伤，我还书，你走，怎么样？哎，不，那可不行！你的秘密我还没搞清呢。别闹了，现在这种时候，能治好伤最重要。你以为这里很安全吗？万一上头的追兵找到入口呢？别那么固执嘛，拉法尔，你现在伤的可不算轻。对于一个没法反抗的精灵，你猜人类会干什么呢？切！啊，有了！哇，血止住了，不愧是光明神殿的治疗术。啊，这里是……依琳，你终于醒了，幸好有安妮斯的治疗术，不然就危险了。哼，如果没有我，你和那个精灵今天就挂掉了，还不赶快！安妮斯，后面，当心！安妮斯，当心！我的脚被缠住了。灵子大人被缠住了。地面在震颤，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去，又是这个家伙！谁来救救我呀！鸟群飞而起，出了什么事？声音从森林深处传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方向应该是……不出所料，果然是，咆哮声是从这归葬之地传来的。啊，声音消失了。难道刚刚是我听错了？不，当年围剿地狱之花时，我是亲自参加过的。那个声音，我怎么可能听错？归葬之地不允许活着的精灵进入，可是，如果地狱之花在里面，温蒂尼，你在做什么？是高神大人，我在林中散步，不小心走到了归葬之地，还望大人恕罪。不要打扰精灵的安眠。以后换个地方散步吧。归葬之地到底发生什么了？是高神难道没听见刚才的声音吗？那么大人，我先告退了。哼，还好你走得快，温蒂尼，否则这些藤蔓会要了你的命。不过呢，没想到不仅活了，还长出了主叶，真是好极了。看来距离精灵的新时代又近了一步。救命啊！我不想被这种东西当点心吃掉啊！灵子大人，我这就来救你。不要过去！保护灵子大人是我的职责。别管他了，咱们的处境也很危险。你去干什么？我要去帮奥法。啊！不愧是老情人，关键时刻真可靠。啊！都这个时候了，就别开玩笑。藤蔓绕开了人骨坑，为什么好像在有意识的攻击我们？灵子大人，不要慌，马上就带您。奥法！糟糕！好好站着，别乱动。娜娜，没想到会被你救，看来……不要那么多废话，救你并不是因为我原谅你，
只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战斗力都不能损失。喂，咱们一直这样砍来砍去，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这堆藤条反而越来越多了。要找到主茎的根部，斩断它。啊？你说的主茎啊，就是那个食人花一样的大嘴？那个地方根本就打不到，好吗？没办法，那家伙的弱点又不是我让他长在那里的。好吧，只能尽力一试了。你为什么不用上次在飙风内部时的办法？运气，我们不是每次都有那种好运的，连我自己都没搞明白，上次为什么引来了自修佩德的力量。如果不是希尔弗让我受伤，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搏。现在，说不定我们逃不过这一劫了。如果你那套华丽的弓箭拿出来，是不是还有机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之前把力量借给你，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像个废人一样。可是就算我有力气，有什么用？根本帮不上忙。好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主动借出力量和被动被借力量是不一样的。嗨，多大点事儿，大不了就让我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呗。并不是那样，别忘了我们之间有平等守护契约存在。而是这个方法对某些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拉法尔，你这种感觉好像……你放手了！你要吸到什么？手！这剧情不太对呀，吸取力量的方法不是拉手吗？下次一定要问个清楚。感觉回来了，菲利西亚，再次展示你的力量吧。很好，有效果了。娜娜，你怎么了？我刚刚被飞溅的枝叶溅到了，好疼啊，就像烧伤一样的感觉。就是，和上次在飙风分部时一样的石化症。可恶，当初德尔的药只有1颗。先不要管石化的问题了，把他带过来。拉法尔，奥法，你也过来。可是玲子大人他还没……以你现在的战斗力，救不了他。好吧，精灵，交给你了。好了，碍事的人都走开了。那么，接下来，空放，拉法尔，是怎么了？哼，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是从顶部传来的。顶部有好多只箭矢出来。不好，不只是顶部，地面上也。全部箭矢都在对准已经残破不堪的地狱之花。哼，玲子大人还在那边。不用担心，不会伤到他的。这次不会再让你逃掉了，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真是，如花两朵藤蔓被箭矢钉在原地，这样就行了。终于得救了。玲子大人，您怎么样？脚上有些轻伤，你背着他吧，奥法。好了，咱们要赶快离开这里，这里马上就要毁了，我们先出去，否则要成陪葬品了。我还以为你要把艾尼斯和地狱之花一起干掉，看来是我想多了。怎么可能？你可不是这么狠心的人。什么意思？我当然不会。可是你，等一下，你这么说，难道我的想法会影响到你？是因为你借了我的力量吗？喂喂，这可是光明神殿的地盘，别随随便便发表毁灭宣言啊！把这个地方毁了，不是正好帮光明神殿清除掉黑历史吗？你怎么还不乐意了？好吧，好吧，就算你说的对好了，但是现在入口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藤条堵住了，咱们要往哪里走呢？没关系，咱们有路可走。这是密道。
中的密道。没想到，就在墙壁上还能再开出一个通道。那么，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不过，地狱之花为什么不是从人骨坑出来的呢？不是这些东西滋养它的吗？这么有意识的攻击，就好像一直在等我们来一样。你们几个注意，马上会有很强的冲击感，注意防御。爆！不要再前进了，就在这附近找地方停住吧。有些事情需要去确认一下。正领大人，我们就这么听从这个人的命令？你不懂，现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人数已经不多了，如果不能找到生命树，那最终的结果只会是灭亡。可是都这么多年了，根本就找不到回去的方法呀。而且我们没有生命之树，好像也没多大问题。真的要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这些连传说都不清楚的天上界精灵吗？不，这不是传说。坏了，坏了！先祖早有预言，当我们再遇到精灵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归天上界的时候。哦，那还真是恭喜正领大人了。什么人接我的话？希尔弗，你不是走了吗？怎么会在这儿？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想背着我耍什么花招，我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不敢！从您第一天出现，我们不是一直很配合您吗？上次你们虽然把拉斐尔一行引到了小镇里，可是最后他们并没有按你说的走向我设定的路线，这算不上是你们的功劳。但是这不能怪我们呐，您吩咐做的已经全都做了。我只看结果，不然我没必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到人间界，更没必要从飙风的手里救下你们。说起来，当初坎帕城的飙风分团，是因为你们噬天强盗团崛起太快，才打算围剿你们的。既然是强盗团，那你们噬天的其他基地呢？为什么从来没见你们联络过？可那是谣言呐，我们也没做过什么烧杀抢掠的事情，只是想回天上界而已。说起来，确实很久没和其他基地的人联络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飙风围剿了。我只是随便问问，放心，我没那么多时间管你。只要你不破坏我的计划，一切都好说。正领，出了什么事？刚刚好像……让开！至高神的步伐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尽快找到方法布局。就算转机再渺小，也要尽力一试。只是拉法成长的还是太……这蓝水晶的王座，这些石头如果拿出去得值多少钱啊？先别说钱的事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在神殿下面？灵子大人，您难道忘了光明神殿是谁创立的吗？还卖关子？直接说出来会死吗？据说光明神殿的创始之人本来侍奉于光明神座下，
后来光明神离开，于是创始之人便将光明神的神座保留了下来。你是想说，这东西就是光明神的宝座？喂喂，小鬼，你身为灵子，居然还没有他这个仆从知道的多。现在连我自己都怀疑谁是仆从了。明明我是按照当初从神殿出来的时候，长者们教我的方法来联络留守仆从的呀。拉法尔，你干什么？你要对王族做什么？至高神殿下，这是我的身体又复原了。好熟悉，这光好熟悉。你们看，王座上是什么？光凝结成了人形。你是谁？这难道就是光明神的神威吗？神讲话都是这种震耳欲聋的腔调吗？不可能，这里没有其他生命存在。我以前下来查看过，为什么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燕城这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至高神大人，您的分身来到人间界，是为了指引我吗？我就知道，您不会放弃您的子民，您不会交给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撒手不管。你是谁？拉法尔，快离王座远一点！不，这不是至高神，这是地狱之花的幻形。不是吧？几天不见，这花都归你行了？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啊！太近了。这是藤蔓好像打在一堵看不见的墙上。啊！发生了什么事？藤蔓消散了，花的本体也随之一起。这是在开玩笑吗？刚出场就消失。能让屏障显示出颜色，说明你体内也有元素力量。至高神说，元素力量是我们精灵的独特能力。难道你也有精灵血脉？别开玩笑了，我若有精灵血脉，怎么可能成为灵子？光明神殿对于灵子的选拔可是很严格的，我还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圣女的灵子呢。话说，这个屏障不会是见到人就发光吧？啊，我是蓝色。啊，紫色。哎，依琳姐姐，该你了。也是白色呀。穿过去了。啊，我是怎么过来的？咦，这墙还可以穿过去，我也要试试。穿不过去，为什么？等一下，怎么感觉不对劲啊？依琳，要飘起来了！啊，被吸进去了！啊，要撞到墙上了！依琳被吸到墙里去了，我们该怎么办？不要看我，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拉法尔，依琳她……不用担心，我跟他之间有契约联系，如果有危险，我可以感觉到，而且他借给我的力量仍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安然无恙。
可以互相感应的平等契约。之前你受伤，依琳姐姐还出现同样的伤口，所以你们之间定下的契约是传说中才有的古老婚契吗？你们这是……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明明在光明圣殿的记载里，创世神之间就有着这个契约，而且后来很多人想用这个契约结成婚事，但是都不成功。等等，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想想怎么把依琳找回来吗？不，我对这个契约更感兴趣。我只知道这是个平等契约，从来不知道还是什么婚契。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你有办法解开吗？淡定，你这个情绪可真不像当过佣兵的人。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成为自由佣兵后，我才会越来越落魄。我没办法跟那些会抛下队友的人共处一队。娜娜，当年的事，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除非你想说的是你知道依琳在哪里。拉法尔有契约在，就能感知依琳在哪里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抱歉，我的情绪有点暴躁，好像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我就有些头疼，我得冷静一下。你真的能感应到依琳在哪里？本来是可以的，可是现在我只能感觉到依琳没有危险，却不知道她在哪里。这是哪里？我怎么在这儿？啊，是之前石掉的叶子，就在前面，当心！有人来了，我得先藏起来，看看情况。啊，我的力量回来了，感觉身上能量很充沛呢。是谁？啊，糟糕，被发现了！好死不死的，偏偏碰上了那个希尔弗。你是怎么闯到这里来的？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拉法尔呢？躲到哪里去了？他就在这里，你感觉不到吗？是啊是啊，我真的是感觉不到呢。虽然我借用了你的身体几次，可是每次都是远程操控，没办法对你的身体详细检查。而且我对你的秘密有点好奇，你可不像是个普通的人类呢。乖乖站好，让我看看你身体里到底有什么。干掉了。这女人居然用大石块作为盾牌。你看仔细。中箭了！怎么会？明明用石头挡住了！糟糕，仪式开始。您杀了他吗？怎么可能？他可是很关键的变量，供着都来不及。可是，明明看到他被剑穿透。催眠术的另类使用方法，小把戏而已。啊？催眠？那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错，不过幻术并非我的专长，他很快就会恢复意识。原来如此，用风元素制造伪剑，再将催眠术灌注其上，难怪用来防御的石头没有任何损伤。风之精灵掌，真是可怕。左顾右盼的，你在想什么？啊，明明入口早已经被我派人守住了，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你不必在意这个，继续带路吧。你不是要让我看一样东西？为什么停下？咱们到了，大人，您要留神观看。这是生命之树，怎么会？脸好疼，我这是在哪儿？是他们前面
什么东西在发光？啊，那光的感觉好熟悉，似乎曾经见过。对了，我不是中箭倒下了吗？现在还能有意识，是怎么回事？这是光的感觉改变了。树，我们的母亲树复苏了。等下，先别过去。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树，我们的，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接近？你们的东西我不会带走，不过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你最好也不要觊觎。现在，去外面等我。明白。我劝你不要动，不然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会跑到哪里去。醒得还真快啊！刚才不会是在装晕吧？你为什么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都知道些什么？而且你为什么要警告我？我如果真的从这里消失，难道对你不是更有利吗？好吧，既然不能动叶子，那我来探查一下你的秘密好了。我有什么秘密？如果有，那也是你们这些精灵带来的。要知道之前的10几年，我只是个普通少女。普通少女可以这么快接受一个精灵同伴，而且我越看你的脸，越觉得有一种亲切感。你真的是人吗？我开始跟拉法同行，是因为他救过我，还有我当然是人，不然还能是什么？你们人间界没有关于创世神的传说吗？当然知道，创世神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创造了各大种族，后来精灵一族背叛了创世神，所以人类在光明神的带领下与精灵开战。你们人类真能颠倒黑白。有机会。人类与精灵战争的理由大概和现在类似吧。我放过了你，你却时刻找机会偷袭我。这怎么能一样？我是被你抓来的。当初你们精灵是背叛了创世神才引起大战的。你跟拉法尔相处这么久，还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精灵吗？难道在他身上，你还看不到你们人间界的传说是多么错误？拉法尔也许是特例，不过不是还有你吗？他来到人间界就是为了追捕你这个叛徒吧？胆子不小啊！你是第一个敢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底线的生物。你想干什么？我改变主意了，我能借用你的身体，以后有的是机会探查你的秘密。现在最重要的是这棵生命之树。既然你能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附近，说不定你的秘密跟它有关呢。试试看吧。被剑挑起来！西尔夫，你要做什么？射！他朝着树飞过去了！撞上了！这么长时间不见动静，难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希尔夫可是精灵长，区区一个人类不可能把他如何。这是复苏的生命之树，新生的叶子。原来如此，这才是希尔夫把我支开的目的。我同人类一起掠夺生命之树，希尔夫，我不会放过你的。这里是，又来到了这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里大概就是传说中创世神的遗留之地吧。希尔夫，这些四处散落着的球状物体，应该就是创世神创世的记录。不过，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进来。看来你身上的秘密比我以为的还要多呢。仔细看看，这些都是创世神当初留在这个世上的各个种族。啊，这个地方我有印象，上次我就被传送到了这个地下城里，可只在里面待了1瞬，
马上又被送到了其他地方。那里应该是矮人的地下城，他们脾气暴躁，精于铸造，能够打造世上最完美的武器。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被人类逼得无处容身。这个和刚刚那个地下城一样，也是一闪而过。这是那家。奇怪，去了矮人的地下城之后，不应该是侏儒村庄吗？难道这里也出了问题？矮人，侏儒，你在说什么？创世之神最初来到这个世界，这里一无所有。创世之神于是创造人类、精灵、那迦、矮人、侏儒、龙族等等种族，使各族为伴，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你之前不是说，精灵背叛了创世之神，所以才有了精灵与人类的战争吗？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其他种族现在在人间界也看不见了？天上界你到底想说什么？和我讨论人类和精灵的传说，谁对谁错吗？我想让你知道，不要随便相信别人说的话，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大脑去思考。我们人类一向都是这样，只有你们才会将那个什么至高神的话当成唯一的准则。真正有思想的精灵不会剥夺思考能力，就像现在，我就在思考你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那些所谓的秘密，说我是什么本源者也好，精灵血统也好，都是你们说的。本源者？谁跟你说的？待我离开这儿，我就告诉你。威胁我？想拿捏我，你还嫩了点。既然是本源者，就给我乖乖回到拉斐尔那里，帮助他尽快成长吧。至于你所有的秘密，我早晚会知道。本来只是想着看看那个正灵所谓的枯萎生命树，没想到竟然有机会进入神遗空间。不知道这里还有些什么秘密。这是排斥感。为什么我会忽然感受到这里的排斥？神遗空间不是只有在有人进入的初始会对进入者进行筛选吗？等等，希尔夫，你居然伙同人类掠夺生命之树，我一定要……疼！是你？我又回来了。只有你一个人，希尔夫呢？我怎么知道？你跟他不是一伙的吗？你难道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这么说，我们是同病相怜呀。我和你一样，都是被希尔夫胁迫来的。你之前来过我们的小镇呢，我们也可以算是朋友吧。希尔夫以整个小镇的人命威胁我，我不得不暂时跟他同行啊。要不是你突然出现，让他改变初始计划，我也不知多久才能脱离他的魔掌。这么说，是我误会你喽？当然，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虽然这个女人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希尔夫好像很看重她，把她带回去，说不定可以增加筹码。说的话漏洞百出，还真以为我会相信？
要不是我莫名其妙跟拉斐尔他们分开，根本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我也才会跟你走在一起。希尔弗这个精灵还真是厉害，无论是在坎帕城、在飙风，还是在这里，感觉他总是能跟人类混在一起。为什么感觉他根本不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精灵身份呢？明明在村子里的时候，大家都说精灵是敌人。等等，上次去移动小镇，这个人明明是精灵啊，可是他的耳朵，这个人根本不是精灵。拉法尔不是说了，伊林没有危险吗？可是你不担心吗？谁知道他被什么力量带到哪里去了？伊林的感觉又出现了。之前我明明感应不到他的位置，可是忽然之间就能定位他的安身之处。伊林就好像一下子凭空出现的，那他之前是在哪儿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找到伊林再说。你的问题可以让他亲自回答。好吧。伊林被什么力量送走了呢？为什么这里会有生命之树的浮雕？地狱之花的幻形，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跟至高神那么像？难道人间界的这些地狱之花，都是当初精灵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有的？不对，之前我追踪的那株，明明是新生的地狱之花。波波莱卡上次想拿走娜娜的吊坠，被我截下来了。虽然人间界与天上界的通道十分脆弱，可是他不可能不想办法再来到人间界找我。但是为什么一直没出现？希尔弗为什么数次放过我？他到底有什么目的？等等，这些问题我早就想仔细思考一下了。可是每当思考，好像就会出点什么事打岔。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大脑很混乱，好像多出了许多根本没有印象的记忆碎片？我需要趁现在把记忆好好梳理一下。拉法尔，你怎么了？快走啊！我决定先留在这里。什么？如果我没猜错，影响我的是伊林，在他身边，我的记忆会把所有混乱合理化。不，在我刚到人间界，精灵灰烬破裂时，就有些东西被改变了。哇，好舒服啊！我都忘了自己多久没洗热水澡了，真是享受啊！本来想到了家园城附近就把那个阵灵甩掉，想办法找到拉斐尔他们。不过现在嘛，看样子他不敢对我怎么样，不如我先舒舒服服洗完澡，好好休息一下再说。啊，一洗澡就容易困，看来我还是……拉斐尔，你是怎么来的？打人做什么？明明是你把我叫来的。喂，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啊，谁也没碰他，突然自己就这样了。喂，带着我们又折返回来，难道就是看你发神经吗？哎，你的脸……没事。有古怪。该死！我越来越觉得伊林不是人类了。啊切！没想到洗个澡居然会做那种梦，要是再见到拉斐尔，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啊！哎呀，好尴尬。啊，这家伙看来有点眼熟。白骑士大人，你怎么会在这儿？果然，在这边，抓住他！没时间多说了，我们走。白骑士大人，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我的妈呀！你家大人知道你这样吗？咱们见过那么多次了，还能认错人，也是没谁了。这是水？难道是储水仓？完了，澡白洗了。你怎么？
掉在深水槽里的感觉很不好吧？我的白骑士大人。不是吧？都这么近了还能认错？我拜托你去看看眼睛好不好？我当然知道，依林小姐，我就是故意那么说的。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特意陷害我而来的吗？我如果不说你是白骑士大人，他们怎么能把你关起来呢？无耻！我是奉白骑士之命来救你出去，没想到刚发现你，我的飞行器就出故障了，我只好想办法让你跟我一起进来，这样就省了后面找你的麻烦。等下，绳子，死也得拖个垫背的。这玉碎计划真是给你们飙风玩明白了。放心吧，就算看在盖尔的份上，我也不会害你的。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那个飞行器已经毁了吧？现在咱们又被关在这里，怎么逃？喂，你又在做什么？腰带扣。这是临行前白骑士特意拿给我的空间储物品，里面有另外的飞行器。这样啊，跟这家伙离开也好，反正我正准备离开这里，去找拉斐尔他们。说了半天，为什么不拿出来？白骑士说，需要你自己来拿。我怎么会用？这种昂贵的空间储物品，我连见都没见过几次。白骑士说你会，你一定会。而且，如果这里的守卫反应过来，想起搜我的东西，咱们就跑不了了。切，说的这么严重，要是我用不了这东西的话，你就在这等死吧。原来使用空间储物品是这种感觉啊！刚刚那个树影，看着明显是生命之树啊。娜娜姐用这种道具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影子吗？还真是方便呢，想拿什么直接就到手上了呀，在里面都不用翻。哎，等等，这玩意儿只有这一套吗？当然就一套，这可是我们飙风前哨才配备的飞行器，你以为随便什么人穿上就能飞吗？你说的轻松，现在该怎么办？很简单，老办法。简直胡闹！我说过让你们以贵宾的待遇招待依林，谁准你们把他也一起抓起来了？可是真灵，那个飙风的间谍明明叫他白骑士，宁可错杀100，不能放过一个。真要是飙风的人进来了，可怎么办？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按照安排就行了，少说废话。是。出了什么事？这是飙风的那个家伙带着依林逃跑了。来人，所有防卫力量开动，抓住那2个人！那些蜘蛛一样的东西在瞄准我们了！快飞呀！他们开始发射了！别叫了，我是来救你的，不会让你死。你要是把我害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怎么样，脱离危险了吧？说起来，这不是你第一次绑架我了吧？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先把我放。喂，你怎么了？白骑士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他活着带回去，还是先下去检查一下吧。上次是什么记录空间，这次是雾，难道又是和那个创世神有关的吗？啊，有路，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总之先前进吧。也搞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梦境。真实还好，要是梦的话，我现在应该还悬在半空。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资修佩德。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知道？算了，这个问题等会再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资修佩德？不像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依林，你现实中在哪儿？我在。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喂，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可算醒了。
怎么一会儿一下的，说晕就晕啊？来到人间界水土不服，现在才发现也太迟钝了吧？我刚刚又在梦里见到依林了，还有资修佩德。依林？资修佩德？你不是要想什么事吗？已经想明白了？还有，刚刚你说资修佩德，有吗？也许睡迷糊了吧。奥法，带路吧，咱们出去。我的确会受到依林的影响，依林的力量则与精灵有些相似，他一定与精灵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是，他与资修佩德有关系。无论是之前对付地狱之花，引动资修佩德的能量，还是在梦里看到资修佩德的样子，都与他有关。也许，他的秘密与能量，正是我赢过希尔弗的关键。至高神是不是早就料到这些，才会派我来完成抓捕希尔弗的任务呢？已经落地了，你还叫什么？我只是在感慨，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毕竟飞了快1天了。叶灵小姐，好久不见呀！上次见面还是在精灵聚集地的时候呢。果然是你派德尔前去坑我。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小镇的？你没发现吗？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自从发现你我面容相似之后，你身边一点奇怪的事都没发生过。自从遇到拉法尔，我身边哪天不是发生奇怪的事儿？要是没有奇怪的事儿，那才奇怪。来吧，别管什么拉法尔了，我们才应该是一伙的。你也听到那些精灵是怎么称呼我们的了吧？复刻者和本源者。我拒绝啊！我信你个鬼！你们标分坏得很，我可不是没脑子的人。切，本来想对你好点的，现在嘛，我改变主意了。是这样吗？去把波波莱卡叫来。至高神，您有何吩咐？去人间界，助拉法尔一臂之力。可是，您之前不是说这是拉法尔自己的任务，不许其他精灵插手吗？情况已经变了，我现在需要尽快让希尔弗消失。资修佩德的反应越来越明显了，是吗？您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认为，不是资修佩德的反应还不稳定。我想，我知道，就算你违背了我的话，也是忠于我的。我信任你，大人。所以我要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去人间界吧，帮拉法尔尽快完成任务。那个，有什么问题吗？您怎么在这儿？空间之门附近是不允许精灵们随便过来的。我当然是奉至高神的命令前来帮助你的。有什么问题吗？帮忙？有什么好帮我的？别忘了，两界通道自从当年精灵与人类的大战之后，受损一直未修复，每个月可以使用的次数是有限的。你这个月几次偷偷使用，次数早已用完了吧？现在这通道极不稳定，你若强行使用，不知会被传送到什么地方呢？至高神的命令不会出错，我一定可以平安到达人间界。你这么肯定？是因为这个至高神赐给你的护符吧？真好呢。有埋伏！他们打的倒是挺起劲儿，我还是去找拉法尔吧。正常人不会一直倒霉，但是我肯定会。嗨，又见面了。是啊是啊，我最近老是见到不想见到的讨厌家伙。拉法尔！依林，依林，树
林里什么时候埋伏了这么多的人？依林，你刚刚的弓箭手都消失了，不知道带走依林的是什么人，需要搜寻一下。原来刚刚那些弓箭手是精灵，精灵为什么要带走依林？啊，身后居然会有元素气息传来，难道说还有其他伏笔？奇怪，我明明感觉到强烈的元素气息，但是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难道我的感觉有误？什么？这些元素碎片居然是从这个女人身上传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在精灵眼里，我只是个普通人类罢了。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找到依林的去向吗？我刚刚看到带走她的，好像也是精灵呢。为什么人间界忽然出现这么多精灵？我以前在天上界学到的关于人间界的事，都是假的吗？不，刚来人间界时，我能感受到的精灵元素还没有这么多。难道是有人故意引导我来这里的吗？还是说，希尔弗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带他一起进去。是。不要慌乱，优先确保依林。不要慌乱，优先确保依林。你就是这些精灵的指挥者吗？哼，我劝你还是乖乖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比较好。把这个依林交出来，否则，我料你也不会背叛我的话，就凭你们。什么情况？我居然……他是来做什么的？刷存在感吗？不过依林，你比我原先认为的更有价值呢。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被那个叫依林的碰到之后，就莫名其妙的被传送回来，而且传送设施还不能使用。每次见到那个人类之后，紧接着我就会倒霉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道他是精灵克星吗？这里是什么地方？不是之前去过的精灵聚集地啊！而且外面明明已经过了傍晚，这里的阳光居然这么好。虽然看不到太阳，而且这棵树看起来好眼熟啊！我记得它原本不是这样啊。等等，从小到大，我这是第一次出了村子，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为什么我会觉得以前见过这棵树？自从遇到拉法尔，我好像就掉进了重重迷雾。拉法尔当初真的是意外救了我吗？哦呀，看样子他想起了什么呢？本源者就是本源者，只要他想起了全部的东西，天上界与人间界的通道，至高神的真实身份，其他种族的藏身之地，这一切的秘密都将不再是秘密。这叫什么破路啊！出口岸在下水井里，说好的直接出城呢？说实话，嘉岩城的这处地宫我也只见过图纸，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下去过，至少没走到过出口。我真的以为3处出口中的1处是在城外。3处出口，光明圣殿的分殿是1处，这里是1处。这么说，还有一个通向城外？不，圣殿那边的是入口，出口是另算的。哎，要不咱们……坚决不行！还想钻下水道？你们去！哎，这是最安全的办法呀！
我想，其实我们还是很安全的。嘉盐城城主死了，城里暂时群龙无首。这里的佣兵工会虽然有点势力，可是还没能像中心城一类的地区一样势大遮天。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不四处走动，佣兵工会不见得能找到我们。其他人更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了。现在我只想做2件事：第一，找地方洗掉这一身下水道的味道；第二，找到又把我们半路扔下来的拉法尔，弄死他。你还真是想不开，开始不就是拉法尔逼我们跟着他吗？你可是一直因此对他很不满呢。现在是个机会，你还不快跑？咱们都是混过佣兵的人，没有好处会一直跟着拉法尔东跑西颠吗？爱对拉法尔跟我要跟着他拿好处是2回事。各怀鬼胎，做人为什么不能真诚一点呢？我就敢直说，我要找到拉法尔，我的圣书还没拿回来呢。没有圣书，被神殿的人知道我会死的。哦，怎么了，奥法？你从刚才就一直在看这一侧的楼，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这楼看起来很眼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出城的办法就隐藏在这楼内。很遗憾，没有预约的话，不可以进入。搞没搞错啊，喂！自己没本事，为什么把我们拉进这种金碧辉煌的地方，来丢人现眼吗？好呀，说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在我的店门口闹事了，没想到居然是你带来的人，奥法。莉迪亚夫人，好久不见。你们这身打扮还挺有意思的，连味儿都那么接地气。玩笑话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来可是吃饭住店买消息的。本来想说你们今天不该来，不过看在和你多年信息交易的份上，就让你们进来吧。不过后果自负哦。对了，你们这身味道，价格要分倍。哦，我倒不知道你这些年还跟这种人有交易。你想说什么？这个老太婆的傲慢让我感到不爽。哼，好呀，这位小姑娘火气很大嘛。别胡闹！莉迪亚夫人身份非同一般，她在门口迎宾，一会儿一定有贵客到。我们现在不宜惹事儿。松手！我一定要。你看你干的好事儿，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谁想到会误伤啊？你们和我一起过去，那车里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你们都必须负责，不要连累我的店。哼，公爵大人，您可算来了，有没有伤到呀？虽然只是一场误会，不过我还是把胆敢向您车上扔剑的家伙都带来了。公爵大人，没有动静，难道真的？哎呀，不要说的那么晦气。如果是真的，要是那样，我会自己负责，这是佣兵的规矩。公爵大人，您能听到吗？无论怎样，还请回应一下，不然这样很吓人。公爵大人，您没事吗？他脖子上戴的什么？他？不好意思，公爵大人，您说的他究竟是？就是刚刚丢剑那个丫头，让她过来。很抱歉，刚刚的剑是失误所致，如果造成了损失，我愿意。我的象征在发光。怎么？好大的力气！公爵大人，娜娜，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个光芒真的是……娜娜，娜娜，差点就被那个什么公爵拽到车里，还好项坠及时发光，才有机会挣脱。娜娜，下来！
做什么？难道还准备训斥我吗？莉迪亚夫人身份神秘，势力庞大。当初城主活着的时候，都会跟他买消息。杀了城主无所谓，得罪了莉迪亚，你真不想活了吗？今天能不能暂时收敛一下？就当是我拜托你了。好吧，好吧，顾全大局。哎呦，我是越来越想八卦娜娜姐和奥法之间的事情了。他俩现在关系很不一般呢。我倒是对娜娜的吊坠好奇起来了。能给自称不是骑士的娜娜以骑士的力量，能让精灵对她产生兴趣。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一个公爵，娜娜的吊坠到底是什么呢？这才对嘛！早说了，来我的酒店就要守我酒店的规矩，和气生财嘛。打打杀杀的，我怎么做生意呢？公爵大人，你也知道我这里一向是有买有卖，强取豪夺可不行哦。夫人说的是，在这里我们全听您的。您若对那吊坠真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嘛。波波莱卡还没有去人间界，叫他来见我。至高神大人，我的任务出了点差错，我正在想办法到人间界去。波波莱卡，你的人间界之行很重要。兹修佩德今夜又有反应了，你应该看到了吧？是。兹修佩德的反应一次比一次明显。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是，兹修佩德有可能重启成功吗？不仅仅是这样，兹修佩德之所以沉默千年，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初精灵牵制天上界耗尽了他的能量，还因为在那次精灵与卑鄙的人类的大战之后，兹修佩德的一部分被遗落在了人间界。遗落？可是传说不是说……不管传说如何，我说的才是事实。如今那些散落在人间界的兹修佩德碎片，很可能落在了有心人手里。这么说，谢尔福之所以叛出天上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秘密。难道兹修佩德的反应是因为谢尔福在人间界找到了并激发碎片引起的？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无法回答你，所以才让你去跟着拉法尔。可是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莫名其妙从人间界回到了天上界，然后通道开始排斥我，我根本无法通过，用上您赐给我的护符都不行。波波莱卡，你是我最信任的麾下，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天上界还有第二条去人间界的路，就在我的神座后面。因为传送不稳定，我才没有公开出去。那个大人，怎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个刻有奇怪花纹的砖块，就是去人间界的第二条路。站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传送时的法阵，这种感觉真的是从天上界往人间界穿梭时才有的。可是为什么天上界传说中都说两界连通的路只有一条？至高神殿下又为什么告诉我这个秘密呢？波波莱卡，你从这里下去，可以直接降落到拉法尔身边。去吧，早点完成你的任务。停止了，想必是成功了。去吧，波波莱卡，你很快就会和拉法尔一样。至高神殿下，我感受到了神殿的震动，所以来看看。你没事吧？温蒂尼，没有我的召唤，不要擅自来神殿。你只要管好你该做的事就好，其他的事不必多问。下去吧。王座后面的光芒。什么？我发现每次神殿震动的时候，您的王殿后面似乎都有似有若无的光芒出现呢。
是我看错了吗？很遗憾，那只是你的错觉。不过尽忠职守，值得赞许。多谢殿下褒奖。不过最近天上界真是不平静呢。自修佩德已经不止一次发出异动了，是要重新启动了吗？还有，神殿似乎也震动了不止一次。另外，地狱之花的吼声好像也隐约可闻，是我的错觉吗？还是地狱之花又要死灰复燃？殿下，这些事情随便哪一件都可能引起天上界动荡呢，你要当心啊！温蒂尼，你知道些什么？您这样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但是我必须向您禀报天上界的暗流涌动才行。温蒂尼，我知道你一向是忠于我的，我看不到的地方，你要替我看，好吗？殿下，您该知道，您的命令我一向不会违抗。可恶，看来计划必须快速推进才行。我还以为会死掉，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被装在水晶里。至高神，您说我来到人间界可以直接找到拉法尔，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水晶在向内生长，糟糕，这样我会被挤成饼，必须想办法出去。下次一定要拉法尔。波波莱卡，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你和希尔弗一样是偷跑下来的？喏，认识这个吗？至高神赐的护符，看来不是偷溜出来的。至高神的护符上竟然有地狱之花的种子。我当初是遇到偷袭，所以才会以这种半休眠的方式来到人间界，而他持有的护符居然也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到这里。你怎么了？表情很凝重啊。没什么。至高神特意让我来帮你。你的那些人类朋友呢？不介绍我认识一下吗？不小心跟他们失散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这么关心他们做什么？现在你不是应该拉着我去找希尔弗吗？对你来说，这些人类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吧？哎呀，毕竟在人间界嘛，说不定他们能派上用场呢。实话实说吧，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我能打什么主意？当然是完成至高神的命令，帮你完成抓捕希尔弗的任务了。这么说，你不想抢娜娜的吊坠了？我可记得之前你差点就得手了。放心吧，我都说我是来帮你的，在完成任务之前，我可不想和你起冲突呢。现在先离开这里，找到你的那些朋友吧。要是从这里跳出去，估计会摔成肉饼吧。你其实不用这样，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倒是不亏心，都绑架我2次了。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了你的身份。之前你们能那么轻易从我们的聚集地逃走，也是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故意放松了警惕才能成功的。那我还真该谢谢你啊。你们离开之后，我其实一直暗中跟着你们。我想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想起你该记得的东西。那个从我的聚集地把你救走的精灵，应该是你的同伴吧？你不信任他吗？为什么你跟在他身边还有一丝一毫的清醒迹象？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你们之间也不能说毫无进展。我把你带走之前，你是从梦里把他召唤到身边的吧？什么？这个事情他怎么会知道？不过你们的进展太慢了，我已经没有耐心等下去了。你想干什么？
好死不死，偏偏在这么高的地方，如果跳下去，就不是逃跑，而是自杀了吧？你这是要做什么？来吧，想起你该想起的事。依琳，依琳，妈妈，我又梦到了。依琳，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老去想梦里的可怕东西吗？梦里也没什么可怕的呀，有好多人在种树，一棵好大好大的树。妈妈，我为什么不能看呀？我说了，那些东西很危险，下次一定要早点醒过来，知道吗？可是那是在梦里嘛，我醒来才知道是在梦里，在梦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明白，以后长大了你会知道的，妈妈全是为你好。拉法尔，一起来玩呀！刚刚我看到的是什么？还好只是梦。依琳，你梦到什么了？妈，你怎么又过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你身体不好，要多休息。先回答我，你这次梦到的是什么？没什么。你是又梦到了大树，还是梦到了特别的人？你怎么知道我梦里有特别的人？你真的见到了？忘了他！不论你见到了谁，都忘了他！我很快就回来，你和依琳在家里安心等我。拿着这个吧，它的力量会帮助你的。我很快就回来，你和依琳在家里安心等我。妈妈，已经等了1天了，今天爸爸又不会回来了。你爸爸是为了你的梦才一去不复返的。依琳，答应妈妈，就算没有爸爸妈妈，你也要好好活下去，千万不要去想梦里的东西。无论梦里见到了什么，你都要尽早忘掉。真的有那么严重吗？爸爸怎么可能会抛下我们？一个梦而已，为什么要这么信以为真呢？依琳，依琳，依琳，醒醒！快醒醒啊！你这是……依琳？谁是依琳？不会吧？我是按照书里写的做的呀。怎么本原者不仅没有恢复记忆，反而变傻了？你是谁？我又是谁？神啊！我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本原者变成傻子了？不行，我得再去查查。他居然相信了，真是侥幸。我脑子里多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连我早已经不记得的事也一件一件翻出来了。这就是女精灵说的恢复记忆吗？算了，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万一我不是本原者，说不定这些精灵就会把我灭掉。之前几次在梦里见到拉法尔，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再来一次。运气好的话，他说不定又像上次一样，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呢。可是有什么方法才能……没想到运气来得这么快没想到摔晕也管用哎，真的又回来了。那么，拉法尔，别藏着掖着了，快出来吧！切，用不着你的时候老是往我梦里跑，专门来找你，你倒不出现了。拉法尔，你这个没用的精灵！喂，你说谁没用？有鬼！不是，有精灵！
你把我叫到这里来的，你已经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能在梦里见面了？第一个问题，是的。第二个问题，没有。那你把我叫到这里来是要做什么？当然是让你来救我啦，像上次那样，咻的一下从天而降。你直接把我叫过去不就好了？为什么还……等一下，我这是要醒了吗？拉法尔，我在。可算把你叫醒了，头脑还清楚吗？我醒了。就不能让我把最关键的一句话说完再叫醒我吗？我还在天上界啊，真好。刚刚做了个好长好长的梦，梦里我好像去了人间界。喂，睡醒了？怎么说晕就晕？你以前可没这个毛病。原来我真的来了人间界啊，还以为发生的那些事都是梦。波波莱卡，如果一个精灵可以跟一个人类梦境相通，可能会是什么原因？你跟谁梦境相通了？依琳，还是那个娜娜？不要那么惊讶，我只是随便问问。哦，随便问问啊？那我就随便回答一下好了。你真的确定你是跟一个人类梦境相通了吗？说不定他根本不是人类呢。关于这些，你就一点没有怀疑吗？他说的没错，我不止一次怀疑过。可是他老是莫名其妙跟我们分开，都没有机会试探他。也许这次见面，我应该从头到脚把他检查一遍。其实至高神一直很看好你，他曾经告诉我，你的所有潜力都开发出来，将会是最强的精灵战士。我想，这一定是他派你来追捕希尔夫的原因。至高神殿下相信你一定能战胜希尔夫，所以不要让他失望。加盐城，我以为想办法把那个艾尼斯打发到这里来，短时间内就不用再见到他了。没想到这里的分店偏偏出了事，那个没用的艾尼斯也跟圣殿失去了联系，结果害得我也得来这个破烂地方走一趟。说是找到他，一定要他好看。艾尼斯怎么搞的？是找了拆迁队当保镖吗？怎么路过的地方全成废墟了？吉娜玲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咱们这次来加盐城的任务就是找到艾尼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终于有一处没被拆的了。水晶球显示他有可能在这里，不知酒店会不会提供住宿者的信息？嘘嘘，别过来！啊，在上面，总算找到他了，一定要。吉娜玲子，出了什么问题？的确有问题，而且很棘手，有精灵的踪迹，而且就在这附近。怎么会？加盐城里可是有神殿存在的，精灵怎么敢出现在这里？哦，原来如此。看来艾尼斯不是在向我们招手，而是在说不。很有可能这家酒店有什么问题。我决定了，咱们现在就进到酒店内见艾尼斯。哎，艾尼斯玲子不是不让我们进去吗？我们还是先去别的地方歇息，顺便从长计议比较好吧。怕什么？我们可是代表着光明神殿，就算有精灵，也应该是他们躲我们。情况怎么样？啊，完了，吉娜那个笨蛋自投罗网了。我的天，他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难怪整天抱着水晶球神神叨叨的。等下他要是被酒店的人发现怎么办？怎么会这样？现在正是光明圣女的选拔期，一个分店通常只会有1名灵子前来，怎么吉娜灵子会来加盐城？啊，谁知道她又有了什么鬼点子？这个女人一向看我不顺眼，要不是她，本来我不用来加盐城这种小地方的。啊，等等，咱们被困在酒店，说不定吉娜就是咱们的救星呢，他们可不能让那些人看到。喂，你有没有搞错？咱们之所以暂时留在这里，是因为想好好休整一下。如果咱们真想离开，走不出去，还打不出去吗？你说的轻巧，
你还记得我的身份吗？我是光明神殿的灵子，灵子。我胡乱打架被长者们知道，会倒大霉的。切，你跟我们混在一起打的架还少吗？那怎么一样？之前打怪兽、打精灵，那都是正常战斗。可你刚才说的是打出酒店，那是跟普通人打架呀。可是跟城主的部队起冲突的时候，你也没手软吧？总之，如果酒店的人把吉娜跟咱们关在一起的话，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这段日子打来打去的经历告诉他，尤其是你，奥法，你一定要帮我保密。这个人可是个习惯性背叛者，指望他给你保密？娜娜，一直以来都没能跟你好好聊聊，当年的事已经很久远了。现在我们是同伴，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切，鬼才信！哎呀，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呢。终于找到你了，艾尼斯。有段时间没见到你了啊。是啊，很高兴再见到你，吉娜。多谢莉迪亚夫人引领，我和她有私事要谈，请您先回避可以吗？哦，当然，请客人随意，如果有需要，可以叫服务人员参与协助。你怎么认识那个女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我们互通了姓名。不过，你第一件事不是问我为什么来，居然关心我为什么认识新朋友。跟普通人随便交朋友，这可不像你的性格。这比你来嘉岩城的原因难猜多了。艾尼斯，你行事太过分了。灵子在选拔期若被派往各地分店，是要每隔3天向神殿进行一次信息及行踪的汇报的。你算算，你断了多久消息？那个，我遇到的突发事件太多了嘛。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我的水晶球显示，附近有精灵留下的气息。为什么见到你，我的水晶球反应更明显了呢？所以我怀疑，你的这几个朋友，该不会有人是精灵伪装的吧？不是吧？我的圣书、吉娜的水晶球，还有其他灵子使用的武器，都是由神殿传赐下的圣物，各有所长。难道拉法尔遗留的气息这么明显，被吉娜的水晶球发现了？好在拉法尔不在，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艾尼斯，我用水晶球检测一下他们，你不介意吧？喂，谁给你的自信？想检测就检测，不应该问问当事人介不介意吗？你们光明神殿的人，难道都是这样咄咄逼人，自以为是、蛮不讲理的？说的有道理。那么，我用水晶球检测一下你，你不介意吧？我介意。介意也没用，我刚刚只是通知你一下。你这家伙！啊！刚刚发生了什么？我的圣灵水晶球对精灵气息很敏感，你们全身并没有测出精灵元素的能量，这说明你们不是精灵。拿个球晃我们的眼，最后就得出这么个结论。所以说，光明神殿的人实在是……但是，在你们身上出现游离的元素能量，这说明你们曾经长时间跟精灵在一起。其他3人暂且不提，光是艾尼斯，身为光明神殿的灵子，竟然跟精灵有勾结，你还真是罪大恶极呢。我没有。吉娜灵子，我想我们可以解释。事实确凿，你们无权解释。灵子艾尼斯一行4人勾结精灵事实成立，我代表光明神殿宣判你们有罪。我以灵子身份宣布，你们都将受到光明神殿的制裁，抓住他们，尤其是艾尼斯。喂，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真刀真枪，和他们拼了呗！等等，要打也等出去打，在莉提亚夫人的酒店会惹麻烦。我之前明明强调过无数遍，不要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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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还是大耳旁风。管你是什么身份，谁的客人，都别想有好果子吃。我当教团的人有多厉害，原来不过如此。确实有些棘手，不过还是有可以应对的方法。所以，糟糕，他
这是要……至高无上的光明神啊，请庇佑你的子民，请赐予我护卫光明神的力量，请让弑神者清除一切精灵的痕迹。怎么？这几个被打倒的家伙又站起来了？哈哈，没想到吧？我可是有大回复的哦，艾尼斯，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你看到了，只要有回复法术在，我们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无限的。而你们总有累趴的时候，更何况你们不能对身为灵子的我出手，所以……这是怎么会？你抓住那个胸口发光的女人！过来了！我从来没有跟无限回复的对手战斗过哎。哼，既然如此，那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喂，你想出什么对策吗？当然，你绊住这4个人，我去拿下那个灵子。Our Link， 都给我闪开！萨尔，哦，这2个交给我。你想干什么？我来找艾尼斯是奉了神殿长者们的命令。我若出什么事，艾尼斯，你其他人，你们一个也别想逃掉。灵子大人，你恐怕有所不知，我可是职业佣兵。职业佣兵信条就是拿钱办事，从不问对手是谁。看来今天你要付出些代价了。灵子大人，提前向您说一句晚安了。救命啊！我再三强调，在我的店里不允许私斗。奥法，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哦，您如果兴师问罪的话，就找这些教会的人，是他们先出手挑衅。教会的人是这位灵子大人吗？哼，奥法，还记得我这里的规矩吗？在酒店内杜绝一切纷争，违者驱逐之。就是这样，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请吧，各位。莉迪亚夫人，我倒是有个想法。公爵大人，您怎么……莉迪亚，昨晚我给你面子，没直接抢走吊坠，现在他们破坏了规矩，你应该不会再拦我了吧？您这种解释方法似乎勉强可以说得通。那么，我有条件。哦，有条件？所有打坏的东西照原价10倍赔偿，而且要记在您的账上。但是我酒店的侍者可以保护您的安全，但是不会主动出手。我还当是什么条件？好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既然如此，愿您玩得尽兴，我就暂且退下了。好了，店主已经同意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是自愿把项坠交出来，还是想我硬抢呢？注意我的口型，我拒绝。不出所料的答案，那么我就不客气了。没想到那个灵子见面就表明身份，我还以为嘉岩城这种偏远城市不会有神殿的人过来，没想到还是来了。虽然表面看不是来找我的，但是不可大意。没想到奥法也是他们的人，好在他并不算很了解我的底细，走一步看一步吧。最好他们不是为了招惹我才来这儿的。喂，有没有搞错？这家伙可是空手啊！你在后面藏着干什么？一起上啊！不，我不可以。他的目标是我的项坠，我这样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那该怎么办？用这个。我的水晶球！你们2个牵制住他，后面的交给我。明白。一次不成又来第2次，真是幼稚。凭你们几个的战斗力，是无法与我抗衡的。得手，正中靶心。水晶球变色了，那个浑浊的颜色，那个公爵是精灵。我倒是忽略了这房间里还有2个灵子在。
水晶球要是被破坏的话，就出大事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喂，爱丽丝，若水晶球出了事，看神殿会不会放过你？就算你这么说，圣书也没在我自己手里呀。拉法尔，你回来了。我感觉有种似乎是精灵，又有所不同的气息。没想到你们几个也在这里，简直就是混乱之源。喂，你要做什么？为什么又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精灵啊？是我们啊，拉法尔！这下糟糕了。一眨眼就不见了，还以为到哪儿去了，没想到居然有奇怪的精灵气息，看来还是……什么情况？这些人类都是你干掉的吧？是又怎么样？看来这种事对你来说已经是稀松平常了。精灵！我慈悲的光明神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精灵？难道这里是什么神器之地吗？熟人？不认识，干掉吧。咦？等一下！拉法尔，千万不能伤害他！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咱们就麻烦了。是啊，他可是教会的灵子候补之一，他若是出事，会招来整个教会的战斗力来狩猎咱们。居然还有活口！先不用感慨，外面还有一个。外面？原来这种模棱两可的气息是从那个家伙身上传来的呀。没想到2次到人间界会碰上这种事。好吧，让我来看看眼前这个有精灵气息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当然是替天行道的人呀。你做了什么？没什么，小把戏而已。那个公爵出了什么事啊？没什么，大概是把伪装打碎了。咦，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在哪里见过。原来是他，难怪有这种奇怪的揉杂感。上次见面还是在生命之树的地下洞穴里，正好我还有些事要问你。咦，人消失了，居然烟遁逃脱！没想到人类居然还会使用这种方法逃脱，真是无语。习惯就好。其实我也是。还知道回来呀，拉法尔？知道我们被你坑得有多惨吗？看在咱们是朋友的份上，给你个死缓，把原因情况说清楚。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不然这种莫名其妙的架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当初我选择加盐城落脚，是因为我以为这里没有神殿的力量，现在看来也不是一劳永逸。当初我逃走，还带走了圣宫，如果被抓住，那可真是万劫不复了。所以，还是先离开这里比较安全。刚才这个球好像闪了一下，那是共鸣现象。这个水晶球是神殿的圣器，圣器和圣器在一定距离的前提下，彼此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反应。比如，它的圣书，刚刚的一闪肯定是水晶球和圣书之间的共鸣。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圣书现在还在拉法尔手里。不过刚才的确一瞬间出现了其他圣器的感觉。那个，不要说圣器的事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最好还是暂时待在这里。现在加盐城里没有比酒店更安全的地方了。店主莉迪亚夫人是出了名的消息灵通、神通广大，另外还有爱财如命，只要给她足够的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往往在城主府势力、佣兵工会等武装力量之外，
还拥有一个特殊势力，三方鼎立方才长久。就像这间酒店。可是，就你们刚刚在这里大闹一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吧？确实，但是除了莉迪亚夫人，这里之外，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你确定？就这种前后数波围追堵截的状况？嘉岩城所处地点可谓偏远地区，在这里，城主的势力并不是很大，反而是佣兵工会等武装力量更占优势，而莉迪亚夫人的酒店，则超脱这些势力之外。在许多城主势力不强的城市也是如此。这家酒店就是嘉岩城的第三方势力，除非是非常事态，否则其他势力是不会轻易插手内部的事。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话，只要能够拿得出足够的钱，莉迪亚夫人就会帮咱们摆平一切。那盖尔，你身上带钱了吗？我要是有钱，还用犯愁？钱？对了，你们要做什么？先说好，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嘿嘿嘿，你一个灵子，当然用不到钱。你那些半死的手下可就不好说了。呀，快住手！那些钱是教会给的路费。这是教会专用的消费卡。真有钱！有了这个，可以说胜券在握。你们等我的消息吧。你这是什么状态？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莉迪亚夫人不见了，余下的几个临时工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这不是正好？按你刚才的说法，没人敢来打这酒店的主意。酒店主人一走，咱们正可以鸠占鹊巢，在这里好好提整一下。喂，鸠占鹊巢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虽然现在情况确实如此。既然这里暂时安全，别的就先别说了，先把你们之前都做了什么说一下吧。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拉法尔。这个很好解释，我并不是无故离开，而是被伊林召唤去了。召唤？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跟伊林能通过梦境联系。现在更进一步，伊林能通过梦境把我召唤过去。不会吧？通过梦境把人召唤过去？从来没听过人类可以有这种能力啊！拉法尔不是向伊林借过力量吗？这次借了力量之后，一直没还给伊林，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别忘了，拉法尔可是精灵，我们这些人类谁也说不清精灵有哪些本事，不是吗？佩尼斯，你竟然真的跟精灵有勾结！法，你怎么能把这种事随便说出来？不要吵，你什么都没听见。要是想当大喇叭，我就让你看不见今晚的月亮。好的。你既然能通过梦境联系伊林，那赶紧找他在哪里呀？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想问他。他要是不做梦，我也没办法。况且不知道他在那个人手里会怎么样。喂，你这是要做什么？防损？哪有把人捆成这样防损的？没办法，本来我们想把你当神一样供起来，你不乖乖听话就算了，还到处乱撞，把自己撞晕死过去。现在算是自作自受了。撞晕其实是个失误。你猜我会相信吗？你都把我绑2天了，难道你要把我一直绑下去？放心，绑不了多久了。之前想让你恢复记忆，结果失败了，我只好换一个方法。准备工作快要完成了，等你成为真正的本源者，你就会跟我们一条心。那个，我觉得之前是我没想清楚。听你的语气，本源者真的是一个很彪悍的身份。如果你们真的会把我当神供起来，那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你变得倒快。我只是想选择最好的路啊。毕竟，如果真的如你所说，我终将成为那个被你们尊崇的本源者，那我为什么要进行无果的反抗？其实你之前给我恢复记忆的方法还是有效果的。我这2天隐约好像想起一些事儿，比如，天上界的一些场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转变态度啊？我想你正在准备的让我恢复记忆的方法，一定有什么缺陷吧？不然你开始就用它了。既然如此，
何不试试我的方法呢？我想起一个可以唤醒过去的仪式。我明白了，这样可以了吧？当然，不过这个仪式需要准备几样东西，你要去准备一下。好吧，我这就去准备。不过，你可别想趁这个机会溜走哦。这里内内外外守卫无数，若是被弓箭射死了，可就是你自己倒霉了。放心，我才不会乱跑。2次被你抓住，我早已知道你有多少手下。在你的地盘，要想跑出去，不拿你当人质怎么行？这2天我千方百计入梦，为什么却联系不到拉法尔呢？被绑住之前，我还能在梦里见面，怎么忽然就不行了？说起来，我跟拉法尔能在梦里见面，好像也是忽然开始的。算了，先不想这个了，我还是先想办法自救吧。啊，来了，已经准备妥当，你什么时候？空气被挡住了。呵呵，你的思维方式真好预测。引精灵，糟了，剑，手被吸住了。没想到吧？想要暗算我伺机逃走，没想到反倒被我利用。所以说很遗憾，这一次你不能得逞了。可恶！引精灵，放箭！你居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将自己也……唉，真是不会动动脑子。我是引精灵的主人，他们的剑怎么可能伤到我呢？我这是死了吗？对了，我之前要劫持那个狄德利特，以便逃脱，然后被窗外的无数箭矢射中。没想到这么轻松的就死掉了，还没和拉法尔他们道别呢。没错，就是眼前这个可恶的精灵，他居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将自己也……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睁眼看看你周围，我还活着。当然，只不过因为你死不配合，我只好将计就计，出此下策。切，连自己都不放过，还真是下策。你误会了，所谓下策，指的是要删除你作为1灵的记忆。什么？我之前引导你记忆的方法，会让你在成为本源者后，还有你作为1灵的记忆。可惜失败了。你的意思是，温和的手法行不通，就准备强上是吗？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成功之后，1灵这个人格会完全从世界上消失，而本源者则会成为这个躯体的主人。没办法，谁让你这个最后的本源者偏偏不是纯精灵血统的？哼，你也就趁现在逞口舌之力，等拉法尔到了，还不是像老鼠一样跑掉？哦，那个家伙啊，你这么一说，确实有些棘手。不过，等他找到的时候，1灵已经变成本源者了。所以说，你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后会无期了。大概剑的效力还没过去，浑身无力，打也打不过，逃也逃不了。完了，我的人生就这么终结了。想来自从在奥斯洛峡谷里遇到那块水晶，就开始倒霉不断，以至于现在莫名其妙的成了什么本源者，还稀里糊涂的被那个狄德利特拿来做实验，要删除人格。都是拉法尔那家伙，我就算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他。鬼是什么东西？这连鬼都不知道，简直就是……哟，来，拉法尔！
要被那个精灵做实验品了。那且不论，变成鬼找我是怎么回事？什么都不是，我乱说的。无趣，我还以为你会某种秘术，不能轻易告人。算了，我这就带你出去。太好了，我终于脱险了。脱险？这话说的太早了。太早？是什么意思？这个嘛，马上你就知道了。这么快？这是要到哪里？哦，已经搞定了吗？娜娜姐，这是……现在明白了吧？是。很热闹吧？那现在该怎么办？目的已经达到，没必要和这些精灵继续纠缠。咱们回酒店。依林，这次不会再让你逃走。想法很不错，不过可惜。谁？这里，是你。很荣幸精灵的指挥者还记得我。上次我说过，乖乖让我们把依林带走，不然的话，你会被揍得很惨哦。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我在等你自动消失。上次那个是失误，这次不会再。这是……拉法尔，你不去帮个忙吗？懒得帮他。你怎么？放心，不会有事的。大意了，没想到在我对峙之前，你的法术就已经发动了。没办法，你的实力太强，不得不防。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听说有些精灵天生力量孱弱，只能通过法术之类的方法进行弥补。怎么可能？我的金箍术居然如此轻易就……但是那只限于力与力之间的较量。因为你的法术多数都用来进行力量的补足，所以一旦遇到法术强大的对手，马上就会败下阵来。糟糕！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我知道留在人间界的精灵日子都不好过，何必打得你死我活？你们不过就是想回到天上界，不是吗？我说的对吧？也许我们商量商量，能找到办法呢。我明白了。你们走吧，但是下次我一定会以命相搏。你又来了，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但是我们可以离开了吧？走吧。怎么了？没事，错觉。那赶快回去吧，这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首领，要追踪他们吗？不必，而且也没有什么用处。看来有些事情的确需要调查一下。这个看起来感觉真的很像。喂，你们两个自打依林回来之后就一直盯着这条裙子，有什么古怪吗？再确认一些事情。这裙子可能是……先到先得，这裙子是我的了。你说什么？一个精灵居然要抢夺我们的东西！抢？这裙子明明就是天上界的东西。哎呀！喂，不过是一条裙子而已，拽来拽去的。先等一下，虽然我不是很想要这件裙子，可是那个迪德利特是专门找来给我穿的，难道这件裙子不应该是我的吗？你们几个等一下，这条裙子既然是那个迪德利特找给我的，那么它现在应该是属于我的才对吧？哦，新衣服哎，好久没看见过了，很合适吗？是吗？话说，你们三个在抢裙子？三位女性抢一条裙子，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就算是做工和款式都很好，很漂亮，喜欢的话去定做不就好了？
呵呵，这东西怎么可能是普通裁缝能做得出的？啊？什么意思啊？这条裙子是属于光明神殿的7件圣物之一，绝不能让给精灵。小鬼，你们所谓灵子，就是这样谎话连篇？啊？什么？哼，裙子明明就是天上14件神器之一。那都是些啥呀？一条裙子而已，至于编这些瞎话危言耸听吗？女人真可怕。是真的，不是编造。我简短的说明一下吧。创世神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赘述了，重点在后面。创世神消融在了这个世界，他们的遗物就成了光明神殿的圣物。据记载，圣物包括圣书、圣水晶球、圣冠、圣珠、圣裙、圣镯、圣履7件。书、裙子、手镯、鞋子，我怎么听着都是些普通东西呢？而且只加了个圣，就算是圣物了？你这种论调可是有侮辱圣器的嫌疑。话虽如此，但是你们都见过我圣书的力量吧？那种力量是假的吗？还有，之前吉娜使用水晶球时，你们也都看到了呀。娜娜姐，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觉得你对神殿和神殿的奉献者们抱有如此大的敌意，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喂，不要转移话题，继续说裙子的事儿。精灵的传说跟他刚刚说的差不多。传说世上本是一片荒芜，本源之神来到这个世界，世上才有了生机。本源之神？难道所谓的本源者与这个本源之神有关系？本源之神种下了生命之树，这之后世上才有了精灵。本源之神消散的时候，留下了14件神器，这件裙子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这听起来就像是同一个故事的2个不同版本，唯一不同的是物件的数量。不管来源是什么，只要用我的水晶球检验一下，就可以知道这裙子是不是圣物。怎样，你敢让我验吗？检验？呵呵。这是……看到了，你们认为还需要检验吗？这足以证明这裙子正是精灵的神器，而且你们不要忘了，这裙子之前的持有者是那个精灵首领。在精灵手上又怎么样？按照你的逻辑，我也可以说这裙子是那个什么首领从人类手中偷窃得来的。海尼斯，把你的圣书拿出来。圣物之间有牵引之力，咱们一起用圣物对付精灵。虽然没人使用圣裙，可它同样会爆发力量。看这些精灵怎么办？我那个……你怎么了？为什么不把圣书拿出来？我没。我想起一件事，这次找到你的时候，水晶球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这位灵子见情势对自己不利，就开始拉拢同族吗？仔细想想，现在这个屋里只有你才是敌人吧？建议你先认清楚形势哦。区一个精灵居然如此嚣张，在精灵面前，人类应该团结对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每一个人类都应该知道，来自天上界的精灵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了，神域是绝对的，那么我退出。看吧，人类一定会……你说什么？我自幼将侍奉光明神当成毕生理想，可是在我即将成为骑士的时候，光明神却抛弃了我。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当初我说过，我来到边城附近是为了找人的，跟精灵打架危险太大，我还得留着命找人呢。我退出。奥法，你可是神殿的人，你也怯战吗？灵子若与精灵开战，我不会回避。但是娜娜，今日如果我不死，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滚！怕死的人哪儿都有，不过就算只有我一个，遇到精灵也不会后退。那个，
我呢？穿精灵衣服的家伙没资格参与讨论。事到如今，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人。艾尼斯，我再说一遍，把你的圣书拿出来，咱们共同击退这2个精灵。那个，我觉得圣物威力太大了，不如我们别用了吧，切磋一下就可以了，点到为止嘛。嘿嘿嘿。你说什么啊？和精灵战斗怎么可能点到为止啊？对了，从刚才你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把圣书拿出来。而且，刚刚我问你为何水晶球感应不到圣书，你也没有回答我。难道说圣书出问题了？神殿的长者们总说你是最得光明神眷顾的灵子，所以才把7圣物中力量最强的圣书赐给你。可你别忘了，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如果你真的让圣书出现了问题，那神殿不会放过你的。这一下你完了。他们在说什么？之前遇到艾尼斯的情形你还记得吗？他好像说他是什么第几灵子，然后有一堆怪物攻击我们。光明神殿里实际掌事的人是大长者和长者，可是名义上他们只是光明神的奴仆，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吉祥物——圣女。据说圣女是可以直接与光明神的灵魂沟通的人，而灵子就是圣女候选人。神殿会选出有潜力的女孩子进行教养，最后在其中选出真正的圣女。这么说，这个吉娜跟艾尼斯一样也是灵子，那他们是竞争对手了？差不多吧，不过我看艾尼斯压根没这想法，倒是吉娜想得很，她这疯疯癫癫的样子可真是被光明神殿坑害不浅呢。是啊，我看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主动去当那什么圣女，一旦成为圣女就要进入光明塔，终生不得外出，死后也要葬在塔里。什么？那跟软禁有什么区别？不仅如此，夜间除了圣女，不能留其他人。你想想啊，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之前死了的圣女棺材就在自己旁边，我都替这些小姑娘害怕。喂，你们说的太大声了，我们都听到了。喂，你也听到了？哦，圣女终生在塔内不得外出，死后在塔内安葬，夜间除圣女之外，不得有其他人逗留。这些听起来似曾相识，而且他们所说的光明塔，在天上界似乎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存在。温蒂尼，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您做事自有您的道理，因此我一向对自己说，我只需听您吩咐，不用多做猜测。不愧是水之大精灵长，我可以完全相信的精灵其实并不多，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是我可以相信的精灵之一。进去吧。奇怪，这里不就是放置自修佩德的地方吗？虽然每次我走的不是这条路，不过这3条路都通往自修佩德所在之处吧？他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难道这到底是？墙壁上都是精灵的残骸。每次检修自修佩德，我们走的都是其他2扇门，中间这扇门，我们因为您的吩咐，从不敢开启。原来这才是禁止其他精灵进入的原因吗？温蒂尼，你刚刚不是说相信我做事自有我的道理吗？怎么，这么快就开始质疑了？不，殿下，我只是……这些都是当初死在人与精灵的战争中的英雄，哪怕死后，他们也在为我们精灵做着贡献。死在之前的大战中的精灵，死难者不是早已经回归母树了吗？
你说的不错，生命之树对精灵来说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且参加过当年战争的精灵，活着的已经不多了。可是殿下，这并不能成为封锁信息的理由。那是自然，我并不会无故违背自然规律，把它们保留至今。他们的死因很可疑。死因可疑？这些精灵的战力并不低，人类中少有他们的敌手，然而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死了。这些精灵都是死在大战末期，人类极有可能在那时掌握了对精灵的杀手锏。如果不是大战及时终结，那最后胜负如何还很难说。我有种预感，人类与精灵必将还有一战，在大战再次来临前，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殿下，谢尔福的叛变与此有关吗？也许有吧。谢尔福还是太天真了，有些事并不是随着时间久远就可以湮灭的。今天带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些过去的事，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事。我相信所有事情都在您的掌控之中。大概从希尔福叛逃开始，您已经在布局了吧？不然，为什么您会只派出一个拉法尔去追击希尔福呢？何况波波莱卡最近刚刚被您派到了人间界，现在还有什么事能脱离您的预测呢？可惜，还真是有事情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比如……本来按预计，兹修佩德应该逐渐复苏的。有了兹修佩德的力量，就算再次爆发大战，精灵也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兹修佩德的复苏停止了。本源之神留下的14神器中的项链，一直在你那里。我说的没错吧？您是怎么知道？还回来了。我知道你是最忠心于我的，这些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您既然下了令，我还能说什么呢？温蒂尼，你疯了吗？我的，是我的，谁也不能抢走，谁也不能抢走。这是，没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变化。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一点点的外力进行协调。兹修佩德明明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一直认为他受到的影响不深，所以才能一直活到现在。没想到隐藏的这么深，我的计划被发现了吗？头好晕。哎，殿下，这发生了什么事啊？温蒂尼，你一点都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吗？您带我来到了安置兹修佩德的通天塔，然后怎么来着？不要再想了，先跟我出去，然后我会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一向为我们精灵指引迷途。本来我想让温蒂尼留在天上界理事，然后我自己找个借口去人间界一趟，没想到，反而排除了一个隐患。我要先观察一下温蒂尼，他手里的项链，可以等人间界的事有了结果再去拿。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所有妨碍计划的人都得死。来到人间界越久，我越觉得人间界与天上界很相似。其他的还可以说是因为当初精灵在人间界生活过，可是当年精灵与人类大战，最终精灵退居天上界，而人类占领人间界。无论是光明圣殿圣女居住的塔，还是天上界的通天塔，都是大战后才建立的。为什么也这么相似？拉法尔，通天塔是什么？什么？你怎么会？拉法尔，
泄露天上界机密可是叛变行为。我没有。哼，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通天塔的？等一下，不是他说的，我是自己知道的。一个人类能凭空知道天上界的事，那你接下来是不是还想说你做梦的时候去过天上界？是。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虽然你不信，但这是事实。梦里的我好像还认识小时候的拉法尔呢。说起来，我这些关于梦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强了呢，还都跟拉法尔有关。难道之前抓我的那个女精灵说的是真的？如果像你所说，你对精灵的事都知道些什么？怎么知道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不只是身为灵子的我和艾尼斯，好像其他人也很感兴趣。其他人？难道……你们简直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因为的确好奇嘛。好吧，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刚刚吉娜和艾尼斯吵架的时候，我脑子里忽然就模模糊糊有个印象，天上界也有一个类似于光明神殿那个圣女塔一样的地方。那座塔好像很神秘，很古老，很恐怖。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很想把你带回天上界呢。至高神对你这种非同一般的人类一定很感兴趣。喂喂，这里可不是天上界，不要无端挑衅。哼，无端挑衅？咱们现在这种亲密接触的距离，应该算送货上门吧？上次若不是拉法尔出手，我就拿到想要的东西了。这次我该拿你和你的吊坠怎么办呢？喂喂，我说，你们能不能暂时冷静一下？还有人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大家要好好沟通一下。艾尼斯，就算你不把拉法尔当朋友，可他也没害过你吧？甚至之前被精灵抓走，还是拉法尔救了我们。而这个吉娜，她明显对你不怀好意，难道就凭她的几句话，你就真的想把拉法尔这样的精灵当成敌人？可是教导我要把精灵当成敌人的不是吉娜，是光明神啊。你自己的想法呢？你从有记忆开始就住在光明神殿里，从来都是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现在有机会让你自己做一下决定，你不敢吗？说的很有道理呢。吉娜，我们去那边，我告诉你我的圣书出了什么事。怎么扯上我了？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沟通一下了。好啊，你先来呗。喂喂，不要这种态度好不好？你给个方法，我照做。简单，大家都把自己觉得别人有问题的地方说出来。娜娜，你不是一直对拉法尔很不满吗？依林，你不是对拉法尔也有许多问题要问吗？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怎么，只有这些人对拉法尔有疑问吗？哼，怎么看都好像你在挑拨拉法尔和他们的关系。你想的太多了，我只是被拉法尔强行雇佣来做队友的，并且根本不给我佣金。我只想着快点帮他完成任务，这样我才能重获自由去做自己的事儿。那时候我刚来人间界不久，在我之前学到的精灵知识里，人类都是低等生物，所以我给你们下了从属契约。可是，在相处中，我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奴仆吧？而且你现在还揪着之前的事不放，你是想逼我像其他来人间界执行任务的精灵一样，真的把你们当成奴隶对待是吗？我不是在帮你们忙吗？俗话说，男士优先，咱俩这不是为依林和娜娜做个表率吗？你们都不说，我来说好了。你的吊坠呢？你们为什么对一件纪念品这么感兴趣？哎呀，纪念品！你真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类啊！这是我的东西，我愿不愿意给别人看，想不想告诉别人它的来历，都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告诉我。唉，几句话没说完，又是剑拔弩张的。可以看一眼你的吊坠吗？
不要。哎，我没有恶意，只是想确认一下，以备防范。给。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那个吊坠刚刚一闪，啊，那个闪光的感觉，那吊坠是骑士之心。喂，你们两个要干什么？那个有点小激动。一个吊坠有什么值得激动的？这不是普通的吊坠，是光明神殿认证给出的骑士之心。啥？这东西就是骑士之心？拿来，你们看仔细，骑士之心是这个颜色吗？刚刚太激动了，骑士之心都是正红色，之后骑士的作为会逐渐影响骑士之心的颜色，使骑士之心或深或浅。但是现在这个吊坠的颜色完全是另外一种色系。但是这个吊坠除了颜色，其他都和骑士之心一模一样。娜娜姐，你从哪里得来的？当初我没有通过光明神殿的骑士认证，没能得到骑士之心，所以我很失落，就出去散心。在一处海边，我遇到一个跳海自杀的人，他在临死之前将这枚吊坠送给了我。他说，这个吊坠跟骑士之心一样，可以给它的主人以力量，因为他不再需要了，所以便传递给了我。还有这种操作？一颗骑士之心只能认证一个主人，从此便与主人休戚相关。骑士之心碎裂，骑士也会死；骑士死亡，骑士之心自动破碎。为什么这个吊坠可以送给别人？你们这种反应就好像怀疑我在说谎一样。但是的确很可疑。就算你们这么说，力量的确是真的，不是吗？那个女人将吊坠给了我，便跳进海里。我想去救她，可是她就像融化在了海里一样，消失不见了。说什么？是一个女人给你的？她是谁？你在哪里遇到她的？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你自己说要冷静下来，好好对话，现在为什么这么激动？不，娜娜，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原因，你一定要……哎，我是怎么躺在地上的？离那个吊坠远点，那可不是你这个人类能觊觎的东西。喂，伯伯莱卡，出来一下，有事问你。切，不知道这两只精灵想搞什么鬼。拉法师不会伤害我们的，不要去给他添乱。拉法尔，你要做什么？难道又要给这些人类出头？你不会在人间界停留了一段日子，就把自己当成人类了吧？别忘了，你只是来执行任务的。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想起来之前那个人的身份，我还没有跟你说，而且他好像也对娜娜的吊坠有兴趣。什么？你说的是谁来着？这种时候不适合犯二，就是之前被你打跑的那个家伙。哦，你说的是那个家伙呀？一个遗留精灵与人类的低等混血而已，有什么特别？你只是看了他一眼，居然能看出他是低等混血？哎，难道你看不出来？这种精灵血脉之间基本的感应，你应该也有啊。精灵是由生命之树衍生而出的生命，因此所有的精灵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而对这种亲缘关系，精灵是天生就有感应的。哪怕那个人是混血，他身上微弱的血脉力量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在天上界的时候，我一向是我们这一代精灵中的佼佼者，但是自从来到人间界，我好像就不是我了。刚刚来到人间界的时候，我失去了记忆，是随身的精灵徽章中保留的记忆让我想起了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徽章中的记忆好像有些错误。精灵徽章是每个精灵成年时由至高神亲自赐予的，怎么会出错？波波莱卡，你一向是至高神殿下的亲臣，你能为我解答一下吗？很遗憾，我做不到。等完成了任务，你可以亲自询问殿下。本来还有许多问题想问波波莱卡，可看他的态度，有些事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找到答案好了。是屋内传来的声音。这是影子。是他，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你呀！这么明显都能抓错，要你们有何用？好机会！这是，怪不得影子会抓错人，原来他身上有这个。等等，要是连这个女人都一起抓住，岂不是事半功倍吗？尹精灵，不要让这个女人逃走，抓住她！老虎不发威，拿我当病猫，非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是雾。准确来说，这只是不完全状态，或者可以说是半副铠甲。半副？它的吊坠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催生出骑士铠甲，必然有光明神的力量在里面，可从未听长者们说起过呢。难道真的如那个波波莱卡所说，圣物的数量是14件，而且是属于精灵的？我的妈呀，跟鬼似的！吊坠的力量竟然比以前增强了，难道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对吊坠的力量有加成？怎样？你不是想抓住我吗？不要得意的太早，马上就要给你点颜色瞧瞧。不是吧，这么多！哦，这下他有麻烦了。所以呢？当然是去帮他了。人类，没想到居然是我，对吧？切，并肩作战什么的倒是没想过，不要拖我后腿就好。彼此彼此。等等，2打1不公平吧？影精灵可不是人啊！拉法尔，你不准备下去帮忙吗？你刚刚也看到了，我的攻击对那些影子没有效果，但是他们2个不一样。其实我也想去帮帮娜娜姐，但是他们的目标本来就是我，下去的话不就等于去送菜吗？他们2个的战斗力比预想要高得多。好吧，你就暂时在房间里待着好了。你要下去？不是说攻击无效吗？是啊，不过我并不是为了和那些影子战斗，是怕他俩上头把首领给杀了。看来就剩你一个了。喂喂，太没有自觉了吧！你那些影子把戏都已经被玩坏掉了，还不赶快！这种感觉和吊坠的完全一样，这些东西怎么会流落在人间界？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这次出行的收获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早知道是这样，我真该早点来。哼，以为这就结束了？我的影精灵可是无穷无尽的。你们是在打我的脸吗？本来可以回收再次释放，没想到因为那个女人，影子的数量大幅减少了。管他多少，赢上就好了。哼。喂，你怎么突然间跳出来？我和依琳说是要阻止你们2个玩太过火，干掉那个精灵首领。你这种说法感觉我们像施虐狂一样。不过现在看来并没有。哼，果然，我出手是打不死这些东西的。不过，怎么看起来好像小了一些？是错觉吗？明知没有用，下去也是徒劳啊！
好像只有娜娜姐的攻击可以真正伤到影子。如果娜娜姐的力量能再强大一点就好了。啊！这股力量，这是本源者开始觉醒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也许本源者的力量可以让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出了什么事？耶，为什么只有他？这是……哇，这下就算是穿上全部的铠甲了。不，虽然战力再次增幅，但仍然只是半副铠甲。出了什么事？这个人类战斗力突然爆发式增长。地精灵，拦住他！糟糕，影子全部被……完了，万世修影！啊，那个首领头上戴的难道是……娜娜姐，快住手！刚刚感觉有人挡了我一下。不过，问题不大。等等，手下留人啊，娜娜姐！还好，能听得见我的话。啊！果然，这不是你要用来做那个什么唤醒仪式的东西吗？你竟然把它带上了，它能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你无法理解。呵呵。刚刚的感觉果然没有错，看来不只是吊坠。这个头冠我也要找机会带回去。至于这个叫依灵的，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全是被他吸引来的。要不要把他也带给至高神呢？娜娜，你在干什么？不允许任何人对依灵起歹心。读心术？可是我怎么不觉得我对依灵有歹心呢？而且，就算我有歹心，你又能怎么样呢？你可以试试。他这是借用到的力量更强了吗？算了，没必要现在硬碰硬，万一后面能找到更多的。虽然我一向不认为人类能跟精灵相提并论，不过你们怎么说也是拉法尔的朋友，我们也算是一伙的。现在这个精灵怎么处理才是最重要的。我还以为又要开始窝里斗了，还好你还记得主要目的是什么。喂喂，刚刚开始战斗时怎么没看见你？抱歉，当时脑子一热，没来得及等电梯，跑去走楼梯下来。没想到这层楼那么高，还不如坐电梯呢。话说回来，每次内斗都是因为你这个不安定因素。要不是还想叫你问他的下落，我现在就……等等，出什么事了？哪来的铠甲？娜娜，以前他就经常这样。爆发之后就会虚脱失力，我送他回去休息一下。走掉了。娜娜姐好像很讨厌这个人，她说的话可信吗？不知道啊。不过听平时说话，他们好像真的认识很久呢。可是，娜娜姐明明就是用的骑士的力量，可是她为什么不承认呢？她可不是骑士。只有神殿册封的骑士才是真正的骑士，他的力量，很可疑呢。力量？难道？他们两个这是要做什么？伯伯莱卡，你在做什么？哎呀，
拉法尔，你不要这么紧张嘛。这位迪德利特可是个精灵呢，比起你的人类朋友来说，他可是跟咱们亲近的多了。他是追杀我们追杀到这来的，这就要结为同盟了。那又怎样？我可是比你更将至高神殿下的命令放在心上。况且，我只是为了任务，立场什么的有什么关系呢？你猜，如果至高神在这里，他会支持谁？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啊！波波莱卡，到底发生了什么？还用问吗？波波莱卡这是不信任我，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他一直就对我与人类交朋友看不惯，他难道以为我会做什么对精灵不利的事吗？拉法尔，你这是在怪我们吗？看到没有，这就是精灵，信口雌黄，两面三刀，居然连同族都抗。你们还妄想和这种东西当朋友，简直花天下之大忌！那个，拉法尔，你不是能通过什么元素碎片来找到其他精灵吗？找到又有什么用？波波莱卡不想告诉我，我还能逼他吗？可是至少你可以向他去解释一下，你早晚会完成任务，回到天上界的吧？就算我们现在是朋友，可是你一旦离开，我们就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呢。我知道了。这是元素碎片，竟然呈复合颜色状态。对了，刚进加盐城不久的时候，我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了。明明除我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精灵在，可是却有许多元素碎片存在。当时因为出了意外，我没空多做查问。而且，这元素碎片并不是希尔弗的，它们属于不同系的精灵。是因为迪德利特的存在吗？不对，迪德利特有自己的精灵聚集区，不会长久在人类城市停留，不应该留下这么明显的元素碎片。难道还有其他精灵在城里？没想到你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嘛。这里再怎么好也是人类的世界，我们还是想去母树身边。可以啊。至高神是不会放弃他的信众的。为了表示你的诚意，是不是该把你答应的东西都给我呢？放心，我说话算数。这是之前的约定，请收好。我传承的记忆里有生命之树，有精灵王，甚至有远古史诗，可就是没有什么至高神。没想到，如今为了回到母树身边，我居然要信奉这个我完全不了解的神奇。也许你们这些没能退回天上界的精灵不了解，至高神是我们所有精灵的救星。你们会被遗留在人间界，就是因为当年人类与精灵的大战。大战后期，精灵损伤惨重，正是突然出现的至高神扭转了战局。如果不是至高神，也许精灵根本无法撤回天上界。从此以后，精灵中最尊贵的存在便是至高神。可是，我怎么记得精灵应该是占上风的？精灵的力量应该远高于人类吧？至高神当年的作用真的这么大？那又怎么样？你也是精灵，为什么只能躲在这种边野之地？行了，我们之间只能算是交易。你将你手中的几件神器给我，我保证带你们回到天上界。我这不是正带你过去吗？我们滞留人间界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了回去的机会，一定不会放弃的。好大的风啊！5、4、3、2、1。
其实我们早已经找到了回母树身边的办法，不过条件还没有成熟，暂时无法回去。说起来，我对你还是很不错的呢。这门后面藏着回去的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回到天上界。你以为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是向你示弱？我只是想消除你的戒心罢了。什么精灵王，什么至高神，当年竟然抛弃了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这些占据了天上界的精灵，跟人类一样，都该被消灭。可惜，为了取得信任，把发卡给了他，现在被他带到了门后，想取回来，恐怕要大费周折。算了，先想办法得到本源者再说吧。拉法尔，在想白天你说的城内还有其他精灵的事吗？不，我在想这里，这个酒店的老板娘好像跑掉了吧？可是酒店好像一点也没受影响，仍然歌舞升平。一个人的消失如此轻描淡写，人类就是这么冷血。你口口声声说人类如何，这都是你在天上界学到的吧？真正与我们这些人类相处之后，你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的呢？你早已经知道人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吧？不然你就不会跟波波莱卡出现分歧了。不过实事求是的说，我没能给你帮到什么忙，对不起。当初跟你从村子里出来，我是想帮你的。你从怪兽嘴下把我救了出来，我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精灵在人间界是人人喊打的，我以为我在你的找人之行中能帮你掩藏身份、打探消息，所以才跟你同行。可是实际上，我根本什么用都没有，反而三番两次给你添麻烦。我想过了，明天我就走，回村子里去。我在村子里生活了这么久，从来也没有遇到想抓我的精灵。也许回去之后，我的生活也能重归平静。现在你还想往哪儿跑？什么平静生活？别自己骗自己了，面对现实吧，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不对，你本来就不是人。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并不是人类，至少不单纯是一个人类。其实，早在你能跟我一起看到精灵徽章里的记忆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发现这一点。可惜我现在才想清楚，不过还好不算太迟。拉法尔，你饭可以多吃，话不能乱讲。我现在也可以质疑，你不是精灵。我肯定是精灵，但是你肯定你能是人吗？我当然，我当然。刚刚脑中浮现的回忆，之前明明，我难道真的不是人类吗？还有，你大概不知道吧？我们两个之间的契约是精灵间的平等守护契约。那时候我只是试了一下，没想到契约居然就成立了。你胡说！我去问艾尼斯，他一定知道你是在撒谎。逃避现实吗？不过那个灵子八成会将契约解释成为古老的神圣婚契，希望他别被吓到。艾尼斯现在应该就在客房里吧？我一定要让他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到底。你真想继续这样下去？这样有什么不好？咱们现在也算打入内部了吧？打入内部？你不就是想顺藤摸瓜找到更多的精灵，再报告神殿吗？当心如意算盘落空。嘿嘿，反正咱俩是一伙的。自从之前你被精灵捉住，明明快死了，还惦记着让我逃回去给神殿报信，我就有点喜欢你了呢。这是怎么回事？艾尼斯竟然是这样的人，好可怕！难道娜娜姐也是这样的吗？算了，先去看看再说。
来看看娜娜姐。自从解放了骑士之心之后，就一直处在昏睡状态中，也不知道……等一下，怎么了？娜娜姐的吊坠呢？怎么会这样？从娜娜晕倒后，我一直没离开她呀。难道说，是我们这些人中的一个拿走了吊坠？啊，人间界的夜跟天上界很像啊。虽然我并不喜欢这里，刚刚那些话，不知道他能不能想通。只要不从心里排斥自己可能是精灵的事，那我就有机会弄清楚他血脉中的风元素碎片，纯度居然高到肉眼可见。看方向是城内外交界的地方，即使不使用搜索也能知道，如此高纯度的风元素的原因只有一个：希尔弗就在附近。看来有必要到这嘉岩城外去探索一下了。很好，到目前为止，元素碎片散布的都规整有序，只要不出意外的话。守城门的士兵，奇怪，城主死了之后，城里好像一点没有变化。难道已经有后续管理者接任了吗？元素碎片在贴着城墙移动，围着嘉岩城转圈，他到底要做什么？无论如何，先跟上去看看吧。哦，这是嘉岩城另一处城门。这么说，我绕着城墙最少跑了半个城，能感到希尔弗的气息就在附近。但是莫名其妙的混乱是怎么回事？哦，这些草看起来有些奇怪，是木灵之树，难怪周围元素比较混乱。可是木灵之树只能促进草木生长，没有其他作用啊。那个是洞口，周围都是这种草，难道是在遮挡洞口？有古怪。这里是之前教会的地宫通道，不，这里离教会已经很远了，大概是地宫的其他分支通道。希尔弗刚刚在外围转圈，他好像是特意找到这里来的，可是他怎么知道这里的呢？风元素碎片沿着通道一直向深处前行，看来想要知道答案，只能跟着深处走了。震动，停止了。看来这里必然发生了什么事，要赶快到通道的尽头看看。这个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是希尔弗干的？风元素移动轨迹还在，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这里是之前到过的地下广场。可恶，他到底想要做什么？终于到了地面上。啊，这里是之前来过的教会后院。难道他和教会之间还有什么？风元素碎片完全消失了，怎么会这样？是城内的干扰？不对，以希尔弗的能力，想要隐藏自己的气息是很容易的事。糟糕，他是故意引我进地下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本源者力量在恢复的关系，要找的东西好像容易探测了。其他几件毫无头绪的东西，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出现。也许我应该再给拉法尔和本源者一些刺激。怎么还没追上来？拉法尔现在变得这么迟钝了吗？看来因为我太久没有出现，拉法尔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安逸了。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我还想让他和本源者在今后能给我帮上忙呢。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好像在流失，而且流失的是依琳借给我的那部分力量。可是这么久了，依琳又没有像之前借力一样出现全身力量被抽空的后果。我以为这些力量已经为我所有，难道是因为依琳说了要走，所以她的东西也要被带走了？拉斐尔应该会有感觉吧？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没有了这个，也许我可以再试试支配本源者。到底是谁拿走了娜娜姐的吊坠？艾尼斯、吉娜、奥法、盖尔？算了，我管那么多做什么呢？我以为是朋友的人，却心怀鬼胎。娜娜姐，谁知道真正的她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如……怎么回事？胸口突然……糟糕，呼吸困难，人来救我！我已经……来人，在。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已经打探过了，加盐城主多日未曾出现，酒店之主莉迪亚夫人失踪。混蛋！谁要你们去打探这些了？该死，我的身体好像已经到极限了。如果能及时回到母树身边，也许我还能活几十年。否则，都怪那个希尔夫。若不是上次他跟那个女人弄伤了我们精心培育出的生命之树，也许我们可以拥有一棵自己的母树了。可事到如今，也只能靠他带我们回归天上界了。那个叫拉法尔的精灵就在加盐城里，希尔弗极有可能去找他。如果见到了希尔弗，就想办法带他来见我。是。什么？出了什么事？你是怎么进来的？嗯，你不是要找我吗？算了，不和你开玩笑。我要你做一件事，找到加盐城附近的地下通道。又要我帮你？之前是你说可以带我们回归天上界，我才同意跟你合作。可是现在我们一点好处没得到，你还伤害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培育出的生命之树。我没让人杀了你，已经是看在你我同是精灵的面子上了。你以为你们培育出的树真的是生命之树吗？笑话！也许它有生命之树的3分特征，可假的就是假的。你也许不知道吧，天上界的精灵曾经险些被一种叫地狱之花的植物吞吃殆尽。这个地狱之花最初就是有野心的精灵培育的山寨生命之树。你以为你们在培育生命之树，其实你们不过是在培育恶魔。你们的失败其实是你们的幸运。胡说八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让你找的地下通道看一看呢？按照我的推测，加盐城附近的野外应该会有至少2条地道，而这些地道很有可能是地狱之花留下的。身为一个血脉不纯的精灵，你会很容易受到地狱之花的影响，哪怕是早已被它弃置的地方。去吧，去试试看。试了之后，你会发现，听我的话，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别睡了，小懒虫。是你，浑身发软，怎么回事？有些像之前把力量借给拉斐尔时的感觉。可是上次借力给拉斐尔之后，
他身上属于我的力量没有收回，我自己也不再浑身无力，怎么忽然又出现这种没有一丝力气的情况？喂喂，我这么没有存在感吗？难道这么快就把我忘了？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了？还把我带到这儿来？醒了就起来，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的。你打算赖在这不走？你大概不知道，现在应该很多人在打你的主意，任你落到他们谁手里，都不会有好下场。我觉得，你说的打我主意的人，其中也包括你吧？哼，你说的对，可那又怎么样？你是打算回去面对一群敌人呢，还是打算先留在我这里，面对我这一个敌人呢？要不，你先说说你为什么也打我主意？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吧？就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是本源者，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本源者。好像有力气了，而且还在不断恢复中。我得快点回去，看看依林现在怎么样了。依林在哪儿？依林，你们两个一夜没回来，难道不是在一起吗？昨晚我遇到了意外，并没有和他在一起。他既然没回来，等等，没回来，难道和我一样遇到了意外？还是跟他自己说的一样，回他的村子去了？总之，依林应该离得不远，先把他找回来再说吧。怎么回事？依林到底是出事了，还是有其他什么状况？依林出事了！娜娜，你感觉到什么了？我只是感觉他现在很危险。危险？难道被波波莱卡抓走了？等一下，为什么依林有危险，你第一个会想到波波莱卡？你和依林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我一直搞不懂一件事儿，说说看，本源者究竟是什么？不是，这有点离离原上谱了。看来你身边的精灵也没把你当朋友吧？这么重要的事都没告诉你，用你管！所以现在是你的好机会啊，说不定你说清楚了，我会跟你合作呢。好吧，传说中世界本是一片荒芜，直到创世神出现。创世神创造了这世上所有的生命。停！啊，后面的故事我知道。后来创世神在虚无之地陷入永久的沉眠，而世间的生物则各自繁衍。错，创世之神根本不是在虚无之地沉眠，他们已经死了。死了？我不太理解，所谓永久的沉眠和死亡，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两位创世神身上有些具有神力的东西，在他们死后流落人间。神若不死，这些东西只会属于神；神若死亡，这些神器就有可能为他人所用。那么，你所描述的这些和本源者有什么关系？离开了创世神的神器，最多只能释放出1/10的力量，而本源者可以让神器发挥出全部的神力。所以，这就是拉法尔一直跟着我的原因。不对，当初遇到拉法尔根本就是个意外。如果当初没遇到他，我早已经被怪兽杀死了。他可是个精灵，为什么会随便出手救你？这难道不奇怪吗？的确，开始的时候，他好像根本没把人当成跟精灵一样的智慧生物，后来才慢慢改变的。这样说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救我呢？他说他是奉神的命令来人间界追捕叛徒希尔夫。这么说，是这两人中的一个操控了拉法尔和我的相遇吗？会是谁呢？精灵的神，还是那个希尔夫？喂，说了这么久，你还不打算动一动吗？要知道，现在你大概只有跟我待在一起才是安全的。我明白，你费了半天唇舌，
无非是想让我相信你。可是，你到底是谁？说起来，我跟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呢。其实，我原本也是光明神殿的灵子，只不过我遇到了一个人，于是千方百计逃离了神殿。拉法尔，那个波波莱卡到底对伊林有什么企图？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谁跟谁是一伙的我不关心。拉法尔，我只想问你一句，伊林现在安全吗？我不知道。波波莱卡会来到人间界，我也很意外。至高神以前从来没有把一个任务派给2组精灵，天上界向来和人间界水火不容，而且波波莱卡是至高神的亲臣，他现在却联合了迪德利特。也许抓捕希尔弗只是个烟雾弹，天上界真的出事了，必须去找他问个清楚。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你身体还没好。我大致知道波波莱卡去了哪里，你要是过去，他们肯定不会出现，而且你根本跟不上我们精灵的跃迁步，带着你太累赘了。给你吊坠的人到底去了哪儿？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喂，你的吊坠呢？我昏迷的时候，吊坠不知被什么人偷走了。什么？被偷了？我认为一定是那个伊林干的，他害怕被抓住，所以干脆走掉。胡说八道！虽然我当时神志不清，但还是有感觉的。下手那个人并不是伊林。原来如此，不是伊林的话，那一定就是你，奥法。哼哼，你在娜娜昏迷的时候借机偷走，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可没想到还是被本离子发现了吧？虽然你也是灵子大人，但请不要无端怀疑好人。虽然我对这个家伙很反感，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他的说法。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东西又不是你的，你在这鸡头白脸装好人干什么？虽然不是我的，但是从它里面蕴含的力量就能看出来，那应该是光明神殿的东西。光明神殿？哼，你们那个组织爱抢别人东西的习惯，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你说什么？辱骂光明神殿已经是异端之行为，更何况是在我这个灵子面前。Who care？ 你能把我怎么样呢？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吗？灵子大人，请不要太过分。好了，奥法，再怎么说他也是灵子之一，别忘了你还是神殿的人。你们要闹自己闹吧，我是一定要去找伊林的。我知道你嫌我累赘，不过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等我换下装备，必须要尽快知道伊林的消息。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不过记住，遇到状况，我是不会等你的。这些家伙害怕阳光，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竟然在地底，还盘踞在假的生命之树根部。没想到这些滞留在人间界的精灵还有点本事，居然真的培植出了假的生命之树。从这些小怪兽的战斗力来说，他们的生命之树似乎还真具有真正母树的某些力量。而且，按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家伙很显然并不希望我离开，但是面对阳光，你们又能怎样呢？这些家伙疯了吗？竟然群体进行自杀攻击！没有选择，只有还击了。只要我站在阳光下，就拿我毫无办法。
怪物就这么多了吗？好在有阳光加护，总算是有惊无险。为什么力量如此不稳定，连武器都无法正常使用，害得我被他们追得逃来逃去的？这种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话说回来，被那个精灵族长推下来之后看到的那个，大概就是贾母树的根部。而刚刚被消灭掉的这些东西，就是栖息在根部的魔兽。但是从大致数量来看，他们并没有全部出动来围攻我。要不要回去看看呢？总觉得这棵贾母树有点古怪。这群人间的精灵不会折腾出了什么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吧？啊，还是算了。这种状态去了也是送死。不过，这种情况和拉法尔倒是很相似。他是因为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伤，可我又是因为什么呢？什么？你也要一起去？我说了，带上娜娜一个就已经是极限了，更何况你还得看着安妮斯他们。切，我可不想干这么麻烦的事儿。我知道你跟这些光明神殿的人天生不合，谁让光明神殿一力主张弄死所有能见到的精灵呢？既然这样，趁此机会跟他们分道扬镳，不正好吗？他们身上的东西很眼熟，说不定和伊林有关系。伊林借给我的力量和这些东西里的力量很像，得多观察。喂，不要一脸不情愿好不好？安妮斯他们3个可是跟你要找的人有关系呢。什么？他们跟你一样，对给我吊坠的人十分感兴趣哦。所以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拜托你从他们嘴里套点有用的信息喽。加油！话都说到这里了，好吧，我只能说祝你们2个好运了。这就是你的目标场所？之前我为了救伊林，曾经追踪着狄德利特的气息来过这儿。菲利西亚可以引起这强的共鸣，不知道普通的精灵长弓是不是也可以？没了从伊林那里借来的力量，我竟然召唤不出菲利西亚，而只能用普通的长弓。但愿……切，果然不行。那个，你要是想过这道墙的话，跳过去不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这些藤蔓被设定成排斥人类，若是要强行通过的话，会被藤蔓活活搅成碎片。大概正是因为这个，流落人间界的精灵才能艰难生存下来。要是不带你，我倒是可以自己从上面过去。说的好像精灵多好一样，现在跟在你身边帮你的可全是人类呢，给你添乱的倒全是精灵。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先进去看看伊林在不在，如果需要你出手，再想办法让你进去。好吧，一切都为了伊林的安全。哇，这么轻松就过去了。我要是也能像他一样，呵呵，精灵的东西真那么厉害？我倒要试试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来了，看来拉法尔说的倒是不假。好在我有所防备，无论怎样也不会让你得手。这是什么情况？根本就没有威胁嘛！他刚刚说的那么严肃，难道就是为了扔下我，独自一人前往吗？不管是不是真的，既然都到了这里，就要进去确认一下。我倒要看看那些精灵有什么手段。拉法尔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算了，听天由命吧。是谁？这不是那个精灵族长上次使用的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吗？白给的人头不要白不要，来的真是时候。啊！果然，总算出现了。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就是单纯的把门打开呗。算了，现在没时间细说这些，赶快离开这里。你没找到伊林吗？没，不光伊林，波波莱卡他们也不在。都不在的话，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是哪来的？也许是预设的陷阱。没想到失去了伊林的那部分力量，
有些陷阱我居然没有及时觉察到。我一直以为我受暗钻时受的伤已经在逐渐好转，现在才发现一点都没有。喂，不要愣神了，咱们已经回到入口了。实在难以置信，这些藤蔓竟然对你不起作用，简直就是……这些家伙原来没有退却，而是去找帮手了。拦住那些影子，去开门！来了！喂，门开了，赶快出去！真的被他打开了，先走为上。似乎没有追上来，暂时算安全了。刚刚我开门时，为什么只是防守？你忘记上次在迦岩城内，我的攻击无效吗？只有你才能完全消灭那些影子，但是，只要在迪德利特的领地范围内，那些东西就会被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何况他本人也不知道藏在哪里，所以先行撤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依琳不在这里。真的？你有认真找过吗？这点无需担心，精灵的感觉比人类强得多。只不过我现在有些疑惑。干嘛？你为什么能够打开那扇门？我已经说过了，就是碰了一下，它自动就打开了。奇怪，他完全不像在说谎。就连我对那扇门也没有办法，他又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和依琳一样有精灵血统？不对，如果真是这样，我不可能以前一点感觉都没有。唯一的解释是，身上大概也有和精灵有关的秘密。好吧，既然依琳不在这里，那么就改变既定的计划。你先回酒店跟盖尔他们会合吧。那你呢？要去做什么？我去其他的地方继续寻找依琳。又来这套。放弃吧，我一定会跟着你，直到找到依琳的。更何况我可是佣兵出身，追踪这种事简直家常便饭。好吧，随便你。被甩掉的话，我是不会回头找你的。成交。话虽如此，但是以我现在半吊子的力量，总会处处受制。所以我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依琳，而是坎帕城。哼，自称在雪乡的山里长大，这体力真是令人堪忧。都连续走了2天多，休息一下难道很过分吗？要离那些精灵以及教会的人尽可能的远，不能不快走。那我们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奥吉尔城。那是什么地方？从来都没听说过呀。像你这样的平民没听过是很正常的，因为奥吉尔是一座战斗的城市，在这里没有普通人，只有各种职业的佣兵。听起来就像是满大街都是肌肉凶贵和战斗狂的样子。倒是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基本形式倒是很贴近。我们真要到这么夸张的地方去吗？当然，到了那里之后，你就会了解原因了。好吧，反正都已经到这里了，回头不如继续前进。喂，还没到吗？那边。看到了。那个，看是看到了。这怎样才能到达对面？难道要爬过去？你白吃了吗？这种地方怎么能爬过去？那你倒是给出个办法呀！难道有人接？答对了。你要去做什么？哦，有了。这是号角。就是这个。接下来就是等待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只号角就是进城的通行证，只要吹响它，里面就会有人来接你。记住号角的位置，
下次进出就由你自己来了。这么随便就告诉我，看来这个通行证也不是什么秘密吧？唉，既然如此，还设这么个机关干嘛？好玩吗？哼，这可不是什么满脑子战斗爽的童话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奥吉尔城好进不好活，更别提你这傻傻的姑娘了。如果我不带着你进去之后，活不过10步。